兼宋屯戍相望，斥候甚严，或劝柔勿行，不听，且战且前。凡20余战，彼至除，察罕以除久不拔，欲解去，柔请决战，从之。既镇，宋骁将出挑战，柔扬却，宋将交，柔持击之，或即坠地，宋将执柔配夜入其阵，飞石中柔鼻，两军哄，柔的还。果窗复战，夜遣巩彦辉截其营，焚城东南隅，柔率锐卒57人先登，拔之。己亥，以本官节至河南诸义兵马征行事，河南30余城皆属焉。庚子，赵柔等8万户伐宋。辛丑，升保州为顺天府，赐御衣数袭，名马2，上就马100。柔律师自五河口济淮，略河州诸城，师还，分遣部下将1000人屯田于襄城。察罕奏柔总诸军振起。初，河决于汴，西南入城流，分而为3，起居其中3单。宋兵是周集之力，筑博、泗、犯汴、洛，以扰河南。柔乃急故起之。东袭中三山嘉禾，顺沙水势，筑连城，结浮梁，为进战退根之。既敌不敢至，会诸军攻破寿州，柔欲留兵守之，察罕不从。又败宋师于4州，还其上。帐下立嘉谷险阻得罪王走，上便乌柔，直柔以北。大臣多以河门保柔者，促变其屋，险阻伏诛。辛亥，宪宗即位，换授金虎符，人均名万户。甲寅，仪镇。亳州。环亳接水，非州即不达，柔纣城壁为桥梁属遍堤，以通商贾之利，复建孔子庙，设孝官弟子园。入奏，帝曰：赐11。袭，临庚甲1，金符9，银符19，颁将校之有功者。己未，分皮将张果、王仲仁从宪宗征蜀，王安国、胡进、田伯荣、宋衍从宗王塔察而攻金山，柔从世祖攻鄂。世祖犹大胜关，柔有虎头关，与宋兵遇于沙窝，柔子鸿雁急破之，尽与守关兵战，败之。世祖自阳罗渡江，促柔会兵攻鄂，100余日不能下。世祖谕之曰：无游猎者，不能擒圈中使，也猎以攻汝。时汝可破圈而取之。柔乃令何伯祥坐鹅车，洞掘其城，别遣勇士先登，攻其西南邹，屡破之。会宪宗兄问至，宋义行城。PG 2161。世祖北还，命柔统领蒙古、汉军，以嗣后命，陈白鹿基为9。注记：中统元年，世祖即位，诏班师。阿里不歌反，世祖北征。赵柔入魏，至卢渠河，有诏止之。分骑兵3500为京师，以子弘庆为职。2年，以金石禄献诸朝，且请致仕，封安肃公，命第8子弘略袭职。至元3年，加荣禄大夫，判行宫部事，成大都。4年，晋封蔡国公。5年6月卒，年79。赠推中。宣立义运功臣，太师，开府仪同3司，上柱国，
是武康。延佑5年，加封汝南王，是中武。子时有一人，弘略，弘范最显。弘范字有传，弘略字仲节，柔第八子也。有谋略，通经史，善骑射。常从柔正起喜伯。岁乙卯，入朝宪宗，受金符，权顺天万户。从征蜀，以其右，赐锦衣，令还政。柔继之事，受弘略金虎符。顺天路管民总管，行军万户，任总宣德、河南、怀孟等路诸军。屯伯者。中统3年，李坦反，求救于宋江下桂。桂自其城虚北，夺伯、滕、徐、宿、丕、苍、兵七州、新蔡、符离、齐、历津4县，杀守江。弘略率战船2支于倭口，桂退保齐，弘略发伯。军攻之，水陆并进。宋兵速旦伯军，焚城削盾，追杀殆尽，获军资不可计，尽付所失地。李坦记诸，追问当时与坦通书者，读弘略书，皆劝以忠义，是的是。朝廷臣坦叛逆，误裁诸侯权矣。保全之，因解弘略兵职，素为京师，赐子孙官服，以从宴享。至元3年，成大都，左其父为助攻城总管。8年，受朝列大夫。同行工部事，兼领宿卫清军、宜銮等局。13年，臣臣寺内。倘京寇，戴茂之，授中奉大夫，淮东道宣慰使。14年，宋广王秉具闽、广时东海县储粟数万，行省袭弘略将兵2000数支。人命造舟运粟入淮安。弘略故明州，有能载粟10石者与1石。人争驱之，1月而毕。16年，迁江西宣慰使。会饶州道起。PG 2162。范都昌。弘略以为饶虽属江东，与南康只隔一湖，此寇不灭，则吴境必有香山而起者，乃使人指导其巢穴，身负贼囚，折于是，余党溃散。下令曰：不操兵者，皆为平民，于魔所问，请之，以及归伯。有禅贵臣子在江南买田宅乐而忘归者，辞引弘略。或谓弘略曰：公旦居伯，未尝在江南，入见一自明。弘略曰：明之，则言者或浅易，无宁称及家居。29年，见世祖于龙虎台，请曰：臣之子戒长矣，愿备宿卫。从之，且赐以酒曰：青年未老，谢氏何为？特命为河南行省参知政事。元贞2年卒。赠推中左理功臣，迎亲荣禄大夫。平章政事，上柱国、蔡国公，侍中义。子3人，介、景、兖。史天尼。史天尼，字和府，燕之永清人。曾祖伦，少好侠，因注释。发土的经，始饶于才。经末，中原涂炭，乃见家塾，招来学者。所藏活豪士甚众，以侠称于和硕。士族献为奴虏者，折出经塾之。甲子，岁大清，发粟8万石赈饥者，士皆征赋之。
祖成归。倜傥有复丰，遭乱，盗贼四起，乃悉散其家财，唯存领宿而已。父秉直，读书尚弃义。癸酉，太师、国王穆华黎统兵南伐，所向残破，秉直具足谋曰：方今国家丧乱，无家百口，何以自保？继而之将者皆得免，乃律里中老至数千人，亦涿州军门将。穆华黎欲用秉直，秉直辞而见其子，乃以天尼为万户，而命秉直管领将人家属，屯霸州。秉直抚巡有方，远近闻而复者10余万家。巡迁之漠北，将人盗击，秉直的所赐牛羊，悉分食之，多所全活。贾诩从穆华黎攻北京，乙亥，北京将穆华黎陈至以乌野而为北京路都元帅，秉直行尚书6部事，主馈饷。军中未尝伐绝。庚寅，以老谢氏，归乡里。卒，年71。3. 子长天尼，次天安，次天泽。天泽自有传。天尼始生之系，白气贯庭。陈同，姿貌魁杰，有道士见儿。PG 2163。译之曰：封侯乡也。极长，好学，日诵千言。大安末举进士部第，乃叹曰：大丈夫立身，独以闻乎哉？使无欲荒饥。夜明，拥100万之众，功名可唾手取也。穆华黎见而奇之，即以万户统诸将卒，从穆华黎略第3关以南，至于东海，所过城亦皆下。因进言于穆华黎曰：今气幽燕，迁都于汴，以失策。以辽水东袭诸郡，今之复兴也。我若得大宁以挖其侯津，则今虽有辽阳，终不能保矣。穆华黎善之。先伦卒时，和硕诸郡结清越社40余，社近1000人，遂时向伦而辞之。至是，天尼选其壮勇万人为义兵，号清越军，以从兄天祥为先锋，所向无敌。分兵略3河、冀州，诸寨望封款。夫贾诩、朝太祖于燕之卧殿，所陈皆其谋智计，大称止赐。今服授马步军都统，管领24万户。从穆华黎攻高州，又从攻北京，皆不战而克。乙亥，授右副都元帅，改赐金虎符。奉诏南征，为平州（今经略使）起助将。进兵征定，所属部亦无不款附。而征定率5千，固守不下，遂移军为大名。众谓臣坚不可及，天尼使攻其西南角，进卒屡上屡却，天尼先登，守者辟易，遂破其城。丙子，会穆华黎兵于雁南，青州监军王守曰：平州推官何达，据以陈叛，联谋越海归京，天尼追袭至乐安。何达以一都行省莽古兵来拒，败之，杀守曰：擒莽古，斩首万。即丁丑，训山东诸郡，不卒有杀民使者，力斩以训，军中肃然。远近回应，知中山李明、赵州李煜、邢州吴贵、威州吴镇
磁州李平、明州张立等望风接下。己卯，从木华离汛河东，至绛州，其团楼骤已实，牢不可破。天尼命血其旁的虚楼现，遂拔之。木华离喜，赏以绣衣、金鞍、名马。庚辰，还军。真定，武仙将。木华离陈志以天尼为金紫光禄大夫，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，行服事，先付之。天尼乃言于木华离曰：京中原粗定，而所过犹纵超略，非王者吊民罚罪亦也。且王奉天子 PG 2164命为天下除暴，岂复效其所为乎？王曰：善。下令敢有飘虏者，以军法从事。辛巳，今怀州元帅王荣、潞州元帅裴守谦、泽州太守王真，皆已臣将。壬午，攻济南水寨，破之。癸未，汛山西，遂克3关，不加巡，定40余寨。兵至河渭，喜曰：河渭者，沂门之县也。河渭既破，则沂门不能守矣。延时以兵来会，请自攻河渭。天尼曰：何达、普瓦亦秦敌也。师曰：一语。2. 保围攻破之。明日，时与普瓦兵遇于南门，何达兵自备。衍至，时兵败，尽为所执。天尼曰：何达以时归便，必以今系，即命冯存、杜必贵率壮士1300，伏延津柳渡。过夜。复时过延津、玉存等与战，败之，时的脱归，必贵战死。未己，帝命天尼回军真定。甲申下，大明总管彭义兵以送兵犯河。朔，天尼逆战于恩州，义兵败，入保大明。乙酉，尸骸，文武。先知党据西山腰水，铁壁2寨以叛，天尼直捣其巢穴，尽掩杀之。先怒，谋作乱，乃设宴邀天尼。有知其谋者，指天尼无往。天尼不从，遂为先所杀。天尼之父真定也，秉直密戒之曰：观武先之瓷器，终不为我用，宜备之。天尼曰：我以赤心待人，人或相负，天必不容，愿无虑。秉直乃携其孙疾，全海北京。至是，人服其先时。先是，天尼即居夜归，有大星允马前，有身心恶之。果即祸。天尼死时，年39。妻陈氏闻乱，恐乌于贼，乃自杀。子5人，其3人尚幼，俱死于南，为疾，全在。即自大忌。遂己亥，知中山服事。寻千征南行军万户一京。略训的齐、黄、善服士卒，所向有功。人迎，天则引疾入见。太宗奏曰：臣兄天尼死世时，2子尚幼，臣受诏设行服事。今即已成人，岂解职受之？帝加叹曰：今之征官者多，让官者少，卿此举书可加上。朕自有官与之。即以即为真定兵。PG 2165马都总管，配金虎符。辛亥，
朝廷使珍包银，即请以银与物折。人减其元数，照从之者为令。各道以储币相贸易，不得出境。2-3岁折1亿，超本日号，商旅不通，即请立银钞相权法人，以为便。或请运沿岸及寄口，给民以食，即征其不可，曰：盐铁从民贸易，何可若差税利配之？亦遂请。原市民有素服，辽于达官者，执之无实，将抵之死，即立为营解。达官曰：是人陷辱备死地，而反救之，何耶？即曰：诛之故足以成。后谓若诱之以溃其心，况人命至重，岂宜以妄言之故而加以极刑？乃杖而遣之。中统元年，授真定路总管，同判本道，宣抚司事。真定表山代河，连属30余城，生杀尽退，咸以专绝。即景生率先，明正化，性赏罚，任贤良，太贪墨，蓄穷毒。民贤得之。所举州县左使有文学者30余人，后皆知名。会天，则言兵民之柄不可并居一门，行之请自成家史。及日，解受归。卒年59。子炫，常德管军总管，回知孟州，遂同知东昌府事，宣同官提举，杨迁广西按察司事。权字伯衡，勇而有谋。初，以权万户从天泽南征，遂壬子。天泽以万户改河南经略使，乃以权代其任。贾英屯军邓州，拜宋江高达于樊城。己未，世祖自江伐宋，权出营于淮西。是祖渡江，赐鄂州而献宗东。世祖北还，乃命权总兵镇江北岸之五稽山。中统元年，降诏蒋玉，赐金虎符，授真定河兼兵地形。明卫辉等州路并目列9军兼屯田州城明户沿边镇守诸军总管万户，其所属千户、万户，悉听号令。至元6年，诏至阙下。问以征南之策，对曰：襄阳乃江陵之藩壁，樊城乃襄阳之外。夫我军若先攻樊城，则襄阳不能之无，不战自降矣。然后注：兵嘉定，要五淮、泗，势必有计。帝善其计。7年，宋兵侵边，权引兵趋金子口，大破之，帝赐白金500两，权悉以分劳。士卒。宋江下跪以传万艘载壮士，欲夺江面，权进攻，破之。PG 2166。帝赐以伊壁、公使、安乐。继而转粮于隋，贵复引兵扼我前路。权战破之，赐白金700两。至授河南等路宣抚使，位上，赐金虎符，充江汉大都督，总治军马，总管屯田万户。会天则言一门不可兼掌兵民之柄，乃授权郑国上将军、真定等路总管兼府尹。喜东平，又喜河间。卒。书字子明。父天安，字全甫，秉直仲子也。岁癸酉，从丙。之将。
太师穆华里以其兄天尼为万户，而执天安军中。丁丑，从讨锦州叛人张志平之。己卯，从略的关右，生擒潞州骁将张资路号张铁枪者。乙酉，武先杀天尼于真定，天安律众来会。天泽并立公先，败走之。以公受行北京元帅府事，府至真定。庚寅，宋据兵行之西山，申言为先辕，遣其徒赵和行兼城中。乌族父李甲、刘清常书款为内应。守江谢两人送府，大帅去命。陆之、天安揣知其诈，请自居之，果得其情，遂斩和以训。人臣从伐京。师还讨拒道梁满、苏杰等，悉平之。甲午，宣全真定等路万户，赐金符。丙午，入境，赐黄金50两，白狐。求一聘马百。乙卯卒。书年20余，以勋臣子之中山府，有志基。甲寅，出吉星。君天则以长兄二子各有官位，而众兄之子卫士，乃奏书为真。行万户，配以真定、张德、魏州、怀孟新君、树堂等。乙卯，拜宋州师于汉水之鸳鸯滩，赐金虎符。戊午，宪宗伐宋，入自。属从天则一行在朝帝于大散关。帝劳之曰：清九镇东方，资复远来，情义至矣。书对曰：臣之祖父受国厚恩，今陛下亲谕六师，暴露万里之外，臣独不能出死力，以报万分之义邪？帝壮其言，命为前锋。宋立建州，乔治于苦竹崖。前祖绝剑，身数百尺，势险而不备，帝使书征之。书虑见卒数，时坠而下，得其所以至师处以闻，帝去书即取之，宋人惧，乃降。翌日，大宴，帝顾皇后，命饮书酒，且谕心腹渠帅曰：PG 2167。我国家自开创以来，未有皇后赐臣下酒者，特以书父子侍笃。忠贞，故宠以书礼。有能尽瘁事国者，礼亦如之。己未，从。天则即拜宋将吕文德于嘉陵江，追至重庆而还，赐黄金50两。白金200两，锦1匹。世祖即位，改赐金虎符。中统2年，从。天则护驾北征。3年，李坦叛据济南，复从天则往讨之。辰夕，南有大舰，更立山，书义军独当其险，加舰而成，数木栅于舰中。引雨暴涨，木栅尽坏，书曰：贼臣无隙，4夜必出。命作伪具数百至城上，逮3股，贼果至，非具直之，风怒火烈，弓弩齐发，贼众大溃，自相蹂躏，死者不可胜计。未几，坦就。秦至元4年，宋兵围开，达株洲，以书为左弼总帅，配虎符。凡河南、山东、怀孟、平阳、太原、京兆、延安等军悉统之。宋兵闻之，解去。6年，高丽人精通京剧征讨以叛，讨之，遂于不下。7年，
晋书昭勇大将军，奉州经略使。书至，谓诸将。左曰：贼势方张，魏义力胜，况言属海气真郁，功力迟弱，猝不可用。宜分军为三，多张其志以疑之。吾与诸军前师导齐，巢穴，破之必矣。与战，大破之，其地西平。12年，复矣。万户从丞相伯颜伐宋，赐锦衣以保安夷公仪10百，甲10。注：马12匹，人给天泽帐下士10人以从。宋平，属安及州安。副使。时兴复之初，民所在依贤祖自保，书以威信招怀之。复业为民者以千万计。14年，移吉海。19年，起为东京路总管，辞不复。23年，拜中奉大夫，山东东西道宣慰使，至济南，后又至益都。24年，卒，年67。子焕，昭勇大将军，后为清军都指挥使，配金虎符，回奉训大夫，秘书少。兼史天祥。史天祥，父怀德，尚书秉直之弟也。遂癸酉，太师、国王。穆华黎从太祖伐金，天祥随秉直迎将于涿。穆华黎命怀德就领。PG 2168。其黑军立帐下，属天祥都政府，选将卒长生武勇者200人，使领之。招来丁壮的众万余，从取霸州、文安、大陈、仓兵、常山等20余城，东下资、夷、密3州，所至皆先登，诏赐以营服。从大军攻燕，不克。贾诩略的高州、拔会河、金元、河仲、龙山、利、建、富数等15城，为大宁固守不下。天祥或今将完颜胡素，穆华黎欲杀之，天祥曰：杀一人无损于敌，是屈天下之人为无敌也。且其将时常许以不死，今杀之，无矣。取信于后，不若从而用之，乃以为千户。复合众攻其城怀，得先登、秦其2将，为刘使所中，没于军，乃以所统黑军命天祥领之。天祥愤痛其父之死，攻之越急，以害，与大帅乌野而将其。北京留守营达乎，同之乌古伦。进攻北京，傍晋诸寨，摩云山王。都统守义军门将，天祥命入列衙，秦都统布剌，是其父，人小，以大义，布剌感泣，愿效死。天祥察其臣，许与王都统往说将。臣子牙王家奴，乃命3人各将就卒，复空明告身，使御楼子牙等20余寨，西将的老幼数万，胜兵8000。西干河达鲁5。指山阳赵奴独固守不下，天祥击之，大小100余战，赵奴死，达鲁败走，得户2万。授西山总帅兵马。新州节度使赵守欲反，天祥与乌野儿分道讨平之。达鲁复聚众攻龙山，以槊刺乌野儿。中凶，遂堕马，天祥持救的免，复整阵出战，大败之，斩首8千级，达鲁战死。
进克中兴府。张志道据锦州，从木华黎讨平之。会契丹汉军秦关宿，复利州，杀刘禄于营至，斩首50级。尖山、香炉、红罗、塔山、大虫、骆驼、团牙诸寨西平、鲁深口万余的锦州就将渡劫，并黑军500人，即命统之。丙子春，晋太祖于而落，赐金符，授提控元帅。拔改金、苏、富等州，或金完颜奴、耶律神都马，迁镇国上将军。利州节度使，所部将民都总官，兼军兵马元帅。丁丑下，山贼。PG 2169。其和尚据武平，讨平之。复今江朝元帅。又灭众而盗众万人于新州之车河。己卯，全兵马都元帅，蒙古、汉军、黑军并听节。至下河东、平阳、河中、可兰、绛、石、袭、吉、阔等80余臣。庚辰，至真定，木华黎使天祥攻城，天祥因请曰：公知恐戮及无辜，不如先往御之。苟其不从，加兵未晚。木华黎许之。天祥往见守将武先，欲以祸福，先误，乃降无也儿，请留天祥守真定。木华黎曰：天下未定，至勇士可离左右乎？吾将别处之。乃以秉直之子天尼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，镇真定，以天祥为左副都元帅，于如故，引兵南屯行西瑶水山下。先兄贵以万人避于山上，复顾不下。天祥携完颜胡素及黑军100人，由鸟道班援而上，尽掩捕之。先惊曰：公若有羽翼者，不然，何其能也？遂下行，辞襄3州，从战黄龙冈，破丹、胜、兖3州。木华黎为东平，久不下，怒无也而不尽力，将手斩之。天祥请代公。木华黎喜，复披甲衣，又与己铁铠并备之。鏖战不已，木华黎使人止之曰：尔力竭矣，宜少休。复以金鞍名马与之。辛巳，从取绥德、陆、房等50余城。壬午，木华黎攻青龙，金胜珠宝，花茂军坚守不下，既破，欲屠之。天祥利剑而止，获壮士5000人。癸未春，海军河中，木华黎上其功，赐金虎符，授蒙古汉军兵马都元帅，总12万户，镇河中、东、浚西下，破贺兰山。还遇贼，射伤额，出血，目为之昏。甲申，归北京，授右副。北京等7路兵马都元帅。庚寅，朝太宗于卢渠河，起制事，不运。辛卯，太宗用兵河南，强之从行，转曹河上，给饷诸军。壬辰，命天祥领汴京百工数千，屯霸州之一京，行元帅府事。赐锦衣一袭。初，天祥夜中流矢，卒入甲骨，不能出，致仕。荆疮再发，卒自口出。睿宗闻而悯之，授海滨和众利州等处总管，兼领霸州御医局人将都达鲁花赤，行北京7路兵马都元帅。
PG 2170。府事。宪宗即位，鄙人就职。戊午秋9月，乙己卒，年68。天祥又有大志，长生偏邪，力绝人，性不嗜酒，喜驾色，好诗语，以为阔户，纵其奴千余口，彼为名。晚虽丧民，忧国，爱民之心，未尝忘也。子彬，江东提刑按察副使，淮袭霸州御医局人将都达鲁。花赤。PG 2171。列传第35。董俊子文卫文用文职文中。董俊，字用章，真定镐城人。少力田，常摄书史，善骑射。经征右监，边事方籍，镐城令吏的募兵，射上中者拔为将。种。莫能攻，独郡一发破的，遂将所募兵迎敌。遂乙亥，国王穆华离率兵南下，郡遂降。己卯，以劳擢之中山服饰，配金虎符。今将五先据真定，定五诸城皆应先。郡率众夜入真定，逐先走之，定五诸城复去先来复。庚辰春，今大发兵役先，至中礼泉，叛中山应之。郡军石屯曲阳，先锐气来战，败之黄山下，先脱走。现结于穆华黎，由是先以穷将。穆华黎臣至授郡龙虎卫上将军，行元帅服侍，驻镐城。郡常谒穆华黎曰：“吾先侠不可测，终不为我用，请备之。”穆华黎然其言，臣至授左副元帅。升镐城县为永安州，号其众为匡国君，是义伪郡。已有先过。沙都元帅史天尼，据真定以叛，庞郡县皆为先手。郡提孤军居。反侧间，战士不满1000人，据守永安。先公之积年，摩所立，乃纵兵柔和驾，郡呼与之曰：“汝欲得名，而夺之时，无盗贼不为也。”先残而去，郡出兵掩击之，先败走。久之，郡复夜入真定，先走死，乃纳使天尼弟天泽为帅。人臣会诸军为变。明年，金主弃便奔归德，追为之。金兵夜出，薄诸军于水郡，力战死焉。时年40有8。郡早丧父，弑母以孝文。遂食妙计，非疾病，跪拜必敬礼。子虽还辱，亦使之续拜，曰：“嗣以孝先也，礼仪如是。”呆。族亲故人，皆有恩义，礼夫家同，亦皆之有道。客便时，以是。PG 2172。其轴为贤，言归教诸子。常曰：“射，百日视耳，诗书。非积学不通。”吕介诸子曰：“吾以农夫耳，遭天下多故徒。以忠义示人，谨立门户。深愿汝曹立田读书，务求非望，为无累也。”郡忠实自诩，不为以显少疑，临阵勇气射中，历史时间怡然若无事，虽重伤亦不为动。每慕马原为人，曰：“马革裹尸，缘故可撞。故战必持矛先士卒，或见止之。”郡曰：“我人臣也，敌在前，不死，
乃屈安托为乎？先是，戊子岁，朝余行在诸江县户口，各增数要吏，吏请如众，郡曰：明。时少而期以数多，他日上需求无应，必众敛以成命，是我独立。而明日困也。行元帅府时，狂男子300余人，其日作乱，事绝。陆其渠魁于并视之，身既奸妖人惑众，图为不轨，连逮者数万人，有私议当族，郡吏请主者，但诸首恶。永安节度使刘臣叛将5先于威州，郡下令曰：逆者1人，余能去逆，即终。议事，与其家财，人奏观之。众果去臣将。沃州民寨天台为道，既破将之，他将立其子女，欲掠之。郡曰：臣将而服其家，仁者不为也。众亦不取。南征时，人多归郡院为奴者，既全其家，归西纵为民。邻近人有被掠卖者，亦与直属还之。其天性之美类如此。郡气度宏远，善战而不忘杀，故人乐为之。用大小百战，无不克节。为政宽明，见人善治田庐，必召语。欢语有惰者，则怒伐之，故其不完时，民为恐其去也。赠议运孝节功臣，太傅，开府仪同3司，上柱国，封授国公，侍中列。加赠推忠义运孝节功臣，太傅，开府仪同3司，上柱国，改封赵国公。子文炳、文卫、文用、文直、文忠、文炳字有传。文卫字彦华，郡之次子也。重厚寡言，不事嬉戏，立志勤苦，读书忘卷。极常，善骑射，履历绝人。弑母至孝，皆人谦。公凡所与交，贵贱长幼，待之无异，至于一一，必正容端礼。俯首己至于的，徐徐其拱，人所难能。兄文炳为稿陈令，历经 PG 2173。于正家务悉委之，凡供给祭祀宾客之事，无不尽心。辛丑，起民兵南征，文炳命文卫律时有7人，司整鞍马衣甲，自为一队，与众军渡淮。贾营世祖收大礼，还筑6盘山。文炳以闻，为孝景公勤，可委以事，解所配金服以让，帝加赏之，授稿臣等处行军千户。南镇邓州与今相接近，沿边城壁未筑。是年冬11月，修光化，乙卯，立皮阳、丙辰，筑枣阳。文卫西总之，制板干，据本差，储侯粮，运木石，成其功利，食其饥饱，药其疾病。见直义者，常以善言辅之，服饰威猛。众咸感，曰：他将领义，边追怒辱，不恤困苦。今董侯辞惠若此，我曹安忍负之，各尽力成之。丁巳，攻襄，樊城南据汉江，北阻湖水，猝不得渡。文卫夜领兵士于湖水狭隘之处，伐木拔根，立于水，时以新草为桥梁，请之即成。至晓，师西渡，为以河，
城中大惊异之。文为复统拔都军以当前行，夺其外城，论功居罪。己未，献宗伐。宋入川蜀，文卫奉诏，将邓之选兵西上，由包协力间隔，而见郎诸州，平地不能守，至州市于山。施行大祸，云顶、长宁、苦竹诸寨，长驱而前，至钓鱼山，崖壁缠峭，唯一径可登。是贤祖位即将，帝命攻之，文卫以次往攻，乃激励将士，协云梯冒飞石，履其躯以登，直抵其寨苦战，请之，兵士被伤，乃还。帝亲见之，加以赏赖。中统2年，世祖至武卫军，文卫以邓兵入为千户。帝北狩，留屯上都。3年，李坦反，据济南。文卫以麾下军为其南面，春秋力战，城破，坦诛，奏公还。至元5年7月17日，以急卒于上都之泰山。帝文中，实为枢密。迁院，起户丧南孩，帝甚悯之。太定中，赠明威将军，迁右卫使司事，上骑都尉，陇西郡伯。文用字彦才，郡之第3子也。生10岁，父死，长兄文秉教。诸弟有法。文用学问早成，若冠世词赋中选。时以真定稿成奉。PG 2174。庄圣太后汤沐，庚戌，太后命择义中子弟来上，文用使从文秉。叶太后于和陵城。世祖在前藩，命文用主文书，讲说帐中，常见许仲。癸丑，世祖受命宪宗自河西征云南大理。文用与帝文中从军，都粮械，赞军务。丁巳，世祖令授皇子京，是为北平王，云南王也。又命诏以老窦默、姚舒、李俊明、李治、魏凡于四方。己未，伐宋，文用发言边蒙古、汉人诸军，李军需将攻鄂州，宋甲4道，吕文德将兵来拒，水陆军容甚盛。9月，世祖临江越战，文秉求先进战，文用与文中故请协行，世祖亲料甲胄，则大箭受之，大破宋师。世祖即位，建元中统。文用持诏宣谕边郡，且责诸军充事。未7月还朝。中书左丞张文谦宣抚大名等录，奏文用为左右司郎中。2年8月，以兵部郎中参议都元帅府事。3年，李坦叛据济南，从元帅扩代统兵诛之，山东平。阿术奉诏伐宋，诏文用为其属，文用辞曰：兴至，诸侯总兵者，其子弟勿附。任兵事。今吾兄文秉以经略使总重兵镇山东，我不当行。阿术曰：前抵旧臣，不得引此为说。文用谢并不行。至元改元，诏为西夏中兴等录行省郎中。中兴自浑都海之乱，民间相恐动，窜逆山谷。文用至，政之以尽，乃为书至通。渠遇之，民乃安。使开唐来，汉延、秦家等渠，垦中兴、西凉、甘、
粟、瓜、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，于是民之归者户4、5万。悉授田种，颁农具。更造州至黄河中，授诸部落及溃叛之来将者。时诸王指蔽铁木而镇西方，其下纵横，虚所无算，省臣部能之。文用作幕府，折面者以法。其徒激愤，赠文用于王。王怒，召文用，使左右杂问之，亦叵测。文用曰：我天子命使，非汝等所当问，请得与天子所遣为王父者辩之。王即遣其父训文用，其父中朝旧臣，不肯顺王意。文用谓之曰：我汉人，生死不足计，所恨者仁慈宽厚如王，以重欺镇远方，而其下 PG 2175，毒虐百姓，凌暴官府，伤亡威名，于事体不便，因立止其部。法者数十世。其父惊起，去白王。王即召文用谢之曰：非郎中，我待不知。郎中持此心事朝廷，宜勿待。自是赠不行而省府事颇利。2年，入奏经略事宜骸，以上旨行之，中心遂定。8年，历司农司，授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。山东自更叛乱，也多旷土，文用巡行劝吏，无问忧辟。入登州境，见其垦辟有方，以郡守宜剌某为能，作诗表意之。于是列郡贤劝的立毕兴5年之间，政绩为天下劝农使之最。12年，丞相安同奏文用为工部侍郎，代歌十里。歌十里，阿合马斯人也。其徒骑禅监安同罢乡，即使阴间奏曰：自歌十里去，工部侍郎不给殷实，因且受死。帝怒，促诏治之，因即捕文用入见。帝望讲曰：董文用乃为尔治殷实者耶？治不问，别令取给。有司。13年，初文用为魏徽路总管，配金虎符，郡当充要。民为兵者10之9，余皆单弱贫病，不堪利益。会出的江南图及金玉财帛之运，日夜不绝于道，警卫疏晚，日益数千夫。文用忧之曰：无民必矣，而又重防耕作，殆不可。乃从转。运主者言：州县力促，足以备用，不必重凡无民也。主者曰：汝言诚然，万一有不虞，则罪将谁归？文用即手书具。官姓民保人之，民得以食耕，而运事亦不废。诸郡运江淮粟余。京师未当运15万石，文用曰：民即可益者无几，且江淮丰水，州不能以食治，而先为其会，是为运而民以困矣。乃及庞郡通义，立议治法，民力以疏。14年，议变曹司言事。是曹司议通庆水北东河流域河以变曹者，文用曰：未为郡的罪下，大禹实行，庆水折溢出110里间，雨更甚，水不得达。于河即晋营即位，今又引之使来，岂为无畏，将无大名，常如矣。会朝廷遣使相地行，上言：
为州城中浮屠最高者。才与庆水平，是不可开也。是遂请。PG 2176。16年，受带归田里，茅茨数传，紧避风雨，读书赋诗，怡然厌居。裕宗在东宫，数为台臣言，董文用勋就中良和，已不见用。18年，台臣奏起文用为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使，不复。19年，朝廷选用旧臣，召文用为兵部尚书。自是，朝廷有大义，未尝不与闻。20年，江淮省城有御专4而记廉察官，建议行台例行省，状上及朝臣议之。文用议曰：不可。御史台辟之卧虎，虽未是人，人犹谓其为虎也。今须明警存，既刚柔不正，一旦摧易之，则风采荣然，无可复望者矣。袭阿合马用事时，商贾建议，皆行贿入关，即事败，欲尽去其人，廷议以为不可，使阿合马受私恩，而朝廷骤敛怨也。乃是按察司何去其不可者，然后力有所惮，民有所复诉，则是按察司者，国家当敕立之，不可摧易也。昔从文用议，转礼部尚书，迁翰林，及咸2院学士，知秘书监，时中书。又承卢世荣以获利的性权要，为贵官，因结贪客之党，以资诸剖客为功，乃建议曰：我立法治财，是常岁当倍增，而民不扰也。召下会议，仍无敢言者。文用阳问曰：此钱取于右臣之家耶？将取之于民耶？取于右臣之家，则不敢之；若取诸民，则有说矣。牧羊者，岁长2剪其毛，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献之，则主者故越其的毛之多矣。然而羊无以避寒热，即死且尽毛，又可得哉？民财亦有限，取之以食，犹惧其伤残也。今进客包无疑，犹有百姓乎？世荣不能对。丞相安同谓作中曰：董尚书真不虚实俸禄者。议者出，皆谢文用曰：君以一言折据敛之臣而后邦本，真人人之言哉？世荣竟以是得罪。22年，拜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，文用立辞。帝曰：卿家事非他人比，朕所以任卿者，不在前古细物也，卿当察。其大者，事有不便，但言之。文用遂行。行省长官者，素贵多傲，同列莫敢仰视，贵起禀白，如小吏士上官。文用至，则 PG 2177。坐堂上，侃侃舆论是非可否，摩所迁就，虽数五之，不顾也。有以帝命建佛塔于宋故宫者，有司奉行甚急，天大雨雪，入山伐木，死者数百人，犹欲并建大寺。文用谓其人曰：非时矣。民不堪矣，少徐之如何？长官者曰：参政奈何阁上命耶？文用曰：非敢阁上命，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，岂上义耶？其人一举，
遂稍宽其旗。23年，朝廷将用滨海东征敛一级，有司大为监吏。文用请入奏事，大略言：皮国家可保之名利，取辟漏无用之小邦，列其条目甚稀。言上是岁罢。25年，拜御史中丞。文用曰：中丞不当理细务，吾当先举贤才。乃举胡之玉、王运、雷音、金佑纪、许吉、孔从道10余人为按察使。徐衍未出为行台中丞，当时以为己选。方士时，丧歌当国，恩宠方盛，自近妻贵人见之，皆屏息逊避，无敢谁贺。文用以就承任中丞，独不复之。丧歌令人封文用宋。己功于帝前，文用不答。丧歌又自谓文用曰：百司皆具10余，丞相复议。文用又不答。会朔方军心，良糗粗备，而诛求悦。即文用谓丧歌曰：民急矣，外难未解而内乏其根本，丞相宜思之。于是远而盗贼风起，文用持外郡所上盗贼之目，谓丧歌曰：百姓岂不欲生养安乐哉？即法暴敛始至此耳。御史台所以就政事之不及，丞相当助之，不当议之也。御史台不得行，则民魔所复诉，民魔所复诉而政日乱，将不止于台事之不行也。吾其意一生，乃直识台事百端。文用日与辩论，不为屈。于是具奏丧歌奸状，诏报文用，与密而外人不知也。丧歌日诬赠文用于帝曰：在朝为董文用傲不听令，举挠上书。审，请痛治其罪。帝曰：彼御史之职也，何罪之有？且动。文用端谨，朕所诉之，汝善视之。迁大司农，时欲夺民田为屯田，文用固执不可。迁为翰林学士承旨。PG 2178。27年，隆福太后在东宫，以文用就臣，御史文用授皇。孙经具奏上，以帝命之。文用每讲说经旨，必复以朝廷故事叮咛譬喻，反复开悟。皇孙亦特加敬礼。31年，帝命文用以其诸子入见。文用曰：臣蒙国厚恩，死无以报，臣之子何能为？命志再三，终不以见。是岁，世祖崩，臣宗将及。魏上都，太后命文用从行。既即位，巡狩3不剌之地。文用曰：先帝兴弃天下，陛下巡狩，不以食骸，吾以为安元宜去骸京师。且臣闻人均有北辰然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，不在秦远略也。帝悟，即日可其奏。是行也。帝每召入帐中，问先朝故事。文用亦甚言先帝须兴纳贤，开国经世之务，谈说或至。夜半，文用自先帝时，每试宴，与蒙古大臣同列，御宗常就榻，上赐酒，使无下拜跪饮，皆艺术也。帝在东宫时，正旦受贺，于众中见文用，诏使前曰：
无相见至尊，甚称汝贤。折卿取酒饮之。至是，倦赖役后。是年，诏修先帝实录，身资德大夫，知至告兼修国史。文用于祖宗世系功德，近期将相家世勋。基皆记忆贯穿，使管有所考究直问，文用应之无遗失。大德元年，上章请老，赐中统超万贯以归，官义子，襄郡侍养。6月戊寅，以及卒，年70有4，子8人，世真、世亨、世凯、世英、世昌、世恒、世廉、世方。赠迎亲荣禄大夫，少保、赵国公，世中牧。文直字彦正，郡之第4子也。刚毅庄立，简言孝，通经史、法律，为稿丞长官，配金符。初，兄文炳及继弟文忠去世世祖。赐文用义在朝，具有养于家，而食者100余口，文职勤俭，始终不替。内则养生送死之合理，外则钟表兵问之中度，奉上阶下，一敬一爱，蔼乎其目也。性好施而胜人，礼汉或贫不自立，美应济其疾，不使之恩所从来。为治同病，必守与周要。或止之曰：不忍以其见的为无爱心。即弃官，辅审理社，任 PG 2179。真是义，轻兵过从，尊酒相劳。家门日以选赫，几独恬然，不见诸辞色。以病卒，年50有2。文忠字彦成，郡第8子也。遂壬子，入仕世祖前邸。王耳。常言诗，因问文忠能之乎？文忠曰：吾少读书，为之入则孝，于亲，出则忠于君而已。诗非所学也。癸丑，从征南诏。乙未，伐宋，与兄文炳、文用拜宋兵于阳罗堡，的蒙冲100艘，尽为恶。世祖即位，置府保局，以文忠为郎，授奉训大夫，居以静谧，常呼董巴而不明。文忠不为荣悦，随侍献纳，中进士密，外多不闻。至元2年，安童以右丞相入领中书，见臣实事，言勿止。文忠曰：丞相素有贤名，今秉政之始，人方倾听，所请不得，后何以为？遂从旁带队，恳捆详切，如生条事书者，使得允可。8年，是讲学士图丹公吕欲奏行贡举，知地于世众教而亲禅，乃言如亦有之，科举类教，道学类禅。帝怒，诏尧书，许衡与载臣廷变。文忠自外入，帝曰：汝日诵四书，亦道学者。文忠对曰：陛下美言，是不至今讲孔孟之道而为。师父何官修身，何以治国？由是海内之事，稍知从事实学。臣今所诵，皆孔孟之言，焉知所谓道学？而俗如守亡国于席，欲行其说，故以世上或甚听，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国之意也。是岁止。11年，伐宋，民困攻溃，文忠奏免长岁恒征，从之。
帝常见宋降将，从容问宋所以亡者，皆曰：贾似道当国。保5人而众文儒，将士怨之，莫有斗志。故大军既至，真解甲，归命也。帝问文中，此言何如？文中因诘之曰：似道。保汝矣，而君则贵汝以官，富汝以禄，未尝保汝也。今又怨于乡，而疑于君，不肯一战，坐视国亡，如臣结合。然则似道保汝者，岂非欲知汝曹不足视乎？帝深善之，有志徙大都猎户。于尹中，文中奏止之，又请罢官御田契之税，听民自为。PG 2180。时多盗，召犯者皆杀无赦。在处系囚满狱。文中言：杀人取货，与妾一钱者均死，惨毒莫甚，恐乖陛下好生之德。敕革之。或告汉人殴伤国人，及太府监属卢贾盗检官部。帝怒，命杀以沉重。文中言：今行曹于求罪当死者，亦有服辞，由必详验，是其可因人一言，俱加之重点。宜复有司月时，以祀。后命。乃遣文中及近臣突满分合之，皆得其诬状，遂诏援之。帝因责侍臣曰：方震怒时，清曹皆不敢言。非董文中开物证，兴则杀2无辜之人，必取一中外矣。因赐文中金尊，曰：用金亲职。豫宗亦与功臣曰：方天威之政，董文中从容。见证时人臣难能者。太府监属奉务议文中泣谢曰：彼人赖公复生。文中曰：吾素非之子，所以相救于危急者，盖为国平行，其望子见报哉？却其物不受。自安同北伐，阿合马独当国秉，大力清党，据连西县复入为乡，害其私计，奏西县以右丞行省江陵。文中言：西县国家名臣，今宰相虚位，不可使久居外，以孤人望，以早召还。从之。16年10月，奏曰：陛下使以燕王为中书令、枢密使，才移至中书。自册为太子，类使民袭军国之事，然时有余年，终守谦退，不肯事事者，非不奉明诏也，盖朝廷处之未尽，其道耳。夫事以奏决，而使其太子，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，故唯有为莫必训而已。以臣所知，不若令有司先起而后闻，其有未安者，则以诏敕断之，庶几理顺而分不虞，太子必不敢辞。其则矣。帝即日召大臣，面谕其意，使行之。复与太子曰：董八重立国本者，其勿忘之。礼部尚书谢昌元请立门下省，封伯至敕，以绝中书封小径。悉奏请之毕。帝锐意欲行之，召廷臣杂议，且怒翰林学士臣旨。王盘曰：如是有益之事，汝不入告，而使南方后至之臣言之，汝用学问何为？必今日开示审。3日，廷臣奏以文中为侍中。PG 2181。
及其属数十人。晋臣陈辩言曰：陛下将别治省，此时其时。然得人则可以宽慎心，心明听。今闻盗诈之臣与居其间，不可。其言多指文中。文中愤辩曰：上每称臣不盗不诈，今汝故。臣而言，亦实在臣。其显言臣盗诈何事？帝令言者出，文中犹诉不止，且攻其害国之奸。帝曰：朕自知之，彼不言汝也。其人既文中，欲中害之，然以文中轻胜无过，乃奉超万民为受，求交欢，文中却之。文炳为中书左丞，卒，太傅伯言乃表。文中可相，帝使记其官。文中辞曰：臣兄有平定南方之劳，可居侍卫。臣常给事居中，所宣何力，敢冒居众直乎？18年，升典锐局为监，郎为卿，人以文中为之，受正议大夫，而受资德大夫，签书枢密院事，亲如故。车驾行幸，诏文中无护从，留居大都，凡宫院、城门、职舍、角道、环卫、营屯、禁兵、太府、少府、军器、上臣诸监，皆领焉。兵马司就立中书，并附文中。时权臣类请夺还中书，不报。是冬10月20有5日，鸡鸣，将入朝，忽病仆，帝遣中使持药投救，不及，遂卒，甚道袭之，付钱数10万。后至赠光禄大夫、司徒，封授国公，谥忠贞。延时子中继中嗣。延时，字武叔，泰安长清人。略知书，志气豪放，不治身。产，喜交结诗语，落魄礼射间。屡以事细遇，狭少被为出死力，乃得脱去。癸酉秋，太祖率兵自紫金口入，分略山东、河北、河东而归。今东平行台调民为兵，以食为众所服，命为百户。甲戌春，泰安张汝及据临岩，遣别将攻长清，识破走之。以攻，受长清尉。务营，全长清令。宋取益都，乘胜而西，行台袭时，被除梁为守御记。时出都租，彼还，而长清破，而以兵复之。有赠于行台者，谓时与宋有谋，行台以兵为之，时窃加必清衙。宋因以时为济南治中，奋兵四出，所至无部下，于是太行之东。PG 2182，接受时节制。庚辰3月，今河南军攻张德，守江丹众力不支，数求救。时请于主将张陵，陵斗6不行，时独以兵复之，彼至，而众被擒。时知宋不足事。7月，叶太师穆华离于军门，窃所部张德、大名、慈、明、恩、伯、华、郡等州户30万来归。穆华离陈至拜石金子光禄大夫，行尚书省事。进攻曹、蒲、丹3州，皆下之。偏将李信、刘镇清衙，常有罪，具诛，臣食之。初，杀其家属，降于宋。辛巳，时以兵赴清衙，秦信诛之。晋攻东平，
今守江河立刚弃陈顿，时入居之。壬午，宋江彭义兵。律师取今东州县，时江潮海以清牙将，尽掠10家，义兵军西下。郡县多归之。已有4月，遂为东平。时前约大将被李海合兵攻之，兵久不至，城中时且进，乃与义兵联合。义兵亦欲及时取，何硕而后屠之，请以凶事时。时麾下众上数千，义兵听其字，领，而清牙所掠者则留不遣。7年，义兵下真定，到西山，与被李海等军相望，分时以帐下兵，佯助而因四之，时之势破。即复被李海军与之合，遂与义兵战，宋兵溃，秦义兵不寻越。今东州县复为时有。是东，穆华黎之弟代孙取张德，明年取蒲。东平，又明年，穆华黎之子被掳取益州，时皆有功焉。庚寅4月，朝太宗于牛兴之卧殿，帝赐之作，宴享终日。赐以虎符。数故时谓侍臣曰：“言时真服人也。”甲午，朝于和陵，授东平路行军万户，偏必赐金符者8人。先是，时之所统，凡50余臣，致仕为德、演、纪，单立东平。丁酉9月，赵时无事征伐。初，张德既下，又破水栅，待孙怒其反复，屈老幼数万余。屠之。时曰：“此国家救民，无兵力不能及，为所胁从，果何罪耶？”待孙从之。既破蒲州，复欲屠之。时言百姓未尝敌我，岂可与执兵刃者同路？不若留之，以攻除没。仆人免者有数万。其后于曹、楚丘、定陶、上党皆然。时兵有5关出。PG 2183。襄、邓时在徐，披坚，以为河南破，屠戮必多，乃载金增往。熟之，且约束诸将，无敢妄有杀掠。灵璧一县，当诛者5万人。时悉救之。会大饥，民北徙者多饿死。又法藏匿逃者，保赦。皆作。逃亡魔所托，将失必也，时命作迷州，甚至盗棒，全活者众。时不屈有逃归益州者数十人，益州破，皆获之，以为必杀，时至不问。亡益生者，益兵之别将，闻益兵败，将奔河南。时族属在东平者，皆为所害。河南破，时获益生妻子，后周续之，送还乡里，终不以旧怨为嫌。其宽厚长者类若此。庚子卒，年59。远近悲悼，野哭相继，寻阅不已。中统2年，追封。时为鲁国公，是武会。子忠贞，今子光禄大夫，中纪、中嗣、中范、中节、中裕、中佑。中纪，亦名中汉。字子之，时之第2子也。仪冠雄伟，善骑射。辛丑，从其父入见太宗，命配虎符，袭东平路行军万户。管民长官，开府布政，议法其父。养老尊贤，至为诸道第一。
领兵略的淮汉，偏避不屈，戮力用命。定宗、宪宗即位之时，皆加褒宠。中纪初统千户时有7，乙卯，朝命扩兴军山东，以兵2万有奇。中纪帝中嗣，中范为万户，以赐朱棣继勋将之子，为千户，陈戍宿州、祁县，而中纪皆统之。己未，世祖南伐，赵律师由监道会恶，亲律勇士，踢冲登城。师还，中纪选勇敢，2000，别命千户将之，甲仗精锐，所向无前。大臣有言其威权。太甚者，中统2年，召还京师，命中范代之。中纪至东平日，借贷于人，贷不明纳不付，遂9月多。即谢氏债加职文劝来征。帝闻之，悉命发内藏代偿。东平庙学，故爱陋，改补高爽的于城东，教养诸生，后多显者。幕僚如宋、子珍、刘肃、李昶、徐世龙俱为名臣。至元23年，特授资德大夫、中书左丞、行江浙省事，以老辞。29年，赐超15000名，宅一区，召其子于入仕。30年，卒。中纪同理方。PG 2184。郡凡11年，爵人命官，生杀予夺，皆自己出。即卸去大权。贵而能平，安于义命，是以事多之。后世庄孝。中嗣，时之第3子也。少从张承、商挺、李真学，略知经。是大义。辛亥，其兄中纪授以东平人将总管，遥领儋州防御使。是。乙卯，充东平路管军万户。丁巳，从中纪略的扬州，取绍、博代，首立战功。己未南征，从中纪渡淮，奋兵出挂车岭，与宋兵相距3昼夜，杀获甚众，使达齐州。即渡江抵鄂，分部攻。臣90余日，战胜利。师还，受京虎符。中统3年，李谈判。宋兵攻祁县，是张胜、徐州总管李杲割将于宋，其鲁山寨为宋兵所据。中嗣从大帅按托救祁县，赴徐州，执李杲割杀之。攻邹之一山，腾之崖山，多所杀获。按托论功以闻，赐银200两。毕50端。4年，朝廷陈清齐之乱，居大藩者，子弟不得亲政，于是罢官家居。至元10年，卒。PG 2185。列传第36。耶律刘哥。耶律刘哥，契丹人，是今为北边千户。太祖起兵朔方，今人夷辽移民有他志，下令辽民一户以2女真户家居防之。刘哥不自安，遂人参，遁至隆安、韩州，纠壮士剽掠其地。州发卒，追捕，刘哥皆即走之。因与耶的何氏募兵，数月众至10余万。推刘哥为都元帅，耶的复之，营帐100里，威震辽东。太祖命案。陈纳衍，浑都谷行军至辽，遇之，问所从来。刘哥对曰：我契丹军也，
往复大国，道阻马匹，故斗六于此。暗臣曰：我奉旨讨女真，是与尔会，庸非天乎？然尔欲孝顺，何以为？幸刘哥乃律所部会暗臣于金山，行白马、白牛，登高北望，折使以盟。暗臣曰：吾还奏，当以真辽之责属耳。今人遣胡沙率军60万，号100万，来攻刘哥，申言有得留。割谷1两者，赏金1两；肉1两者，赏银1如之。人士袭1000户。刘哥度不能敌，即持表文。帝命暗臣贝都欢、阿鲁都罕引迁。其会刘哥，与金兵对阵于敌及脑儿。刘哥以直安奴为先锋，横冲胡沙军，大败之，以所服辎重献。帝诏暗臣还，而以可特歌。复刘哥屯其地。众以辽东未定，癸酉3月，推刘哥为王，立妻姚李氏为妃，以其属耶思部为郡王，颇杀僧迦奴、耶的、李迦奴等为丞相、元帅、尚书、统古语者，波行元帅服侍，国号辽。贾诩今遣使卿苟又以众戮使将，不从。卿苟度其事不可，反臣之。今主怒，复遣宣抚万奴领军40余万攻之。刘哥逆战，于归仁县北河上，金兵大溃，万奴收散猝奔东京。安东同之阿 PG 2186。连据遣使求复。于是竟有辽东州郡，遂都咸平，号为中京。今左副元帅宜剌都以兵10万攻刘哥，拒战，败之。乙亥，刘哥破东京，可特割取万奴之妻李仙娥，刘哥不执之，有隙。继而耶思部等劝刘哥称帝，刘哥曰：相者无与案。臣纳衍盟，愿复大蒙古国，削平疆域。倘失其言而自为东帝，是逆天也。逆天者必有大咎。众请阅历，不获矣，称疾不出。前与其子薛蛇奉金币90车，金银牌500，至暗坦贝都罕入境。帝曰：汉人先纳款者，先引荐。太傅阿海奏曰：刘伯陵纳款最先。帝曰：伯陵虽先，然迫于重围而来，未若刘哥。仗义孝顺也，其先刘哥。既见，帝大悦，谓左右曰：凡刘哥所献，白之于天，乃可受。遂以白毡陈于前，7日而后纳。诸库因问就何官，对曰：辽王。帝命赐金虎符，人辽王。又问户籍几何，对曰：60余万。帝曰：可发3000人为职，朕遣蒙古300人往取之，汝亦遣人携往。刘哥遣大夫起奴安抚突哥与拒。且命解可特歌曰：尔妻万奴之妻，被法尤甚。其居直以来，可特歌惧，与耶思部等待其众曰：刘哥已死。遂以其众叛，杀所遣300人，为3人逃归。是闻。帝谕刘哥曰：尔吾以失众为忧，朕被此数封汝无令也。草青马肥资尔甲兵，往取家奴。丙子，其奴金山、青狗、
统古禹等推耶思部建帝号于陈州，国号辽，改元天威，以刘哥兄独剌为平章，置百官。方月，其元帅亲狗叛归于今，耶思部为其下所杀，推其丞相其奴。监国，与其行元帅押而分兵名为左右翼，屯开、保州关。今改。州守将众家奴引兵攻败之。刘哥引蒙古军数千士至，的兄独剌，并妻姚李氏，户2000。押而引败军东走，刘哥追击之，还渡辽河，招抚益州、广宁，徙居临黄府。其奴走高丽，为金山所杀。金山又自称国王，改元天德。统古禹复杀金山而自立，罕赦右。PG 2187。杀之，亦自立。戊寅，刘哥引蒙古、契丹军及东夏国元帅胡适，兵10万，为罕赦。高丽驻兵40万，克之，罕赦自京死。喜其名于西楼。自乙亥岁，刘哥北进，辽东反复，耶思部建号70余日。金山2年，统古禹，罕赦义晋2年，至己卯春，刘哥复定之。庚辰，刘哥卒，年56。妻姚李氏入奏，惠帝征西域。皇太帝陈制以姚李氏配虎符，权领其众者7年。丙戌，帝还。姚李氏携次子善哥、铁哥、永安及从子塔塔儿，孙收国奴，见帝于河西阿里丘城。帝曰：见因非不道之地，尔妇人乃能来。耶，赐之酒，慰劳甚至。姚李氏奏曰：刘哥既没，官民伐主，其长子薛舌护从有年，愿以次子善哥代之，使归袭爵。帝曰：薛舌今为蒙古人矣，其从政之征西域也，回为太子。于河迷城，薛舌引千军救出之，身中硕，又于蒲华寻死干城。与回革战，伤于流矢。以是积功为拔都鲁，不可遣，当令善哥袭其父爵。姚李氏败且泣曰：薛舌者，刘哥前妻所出，嫡子也，宜立。善哥者，婢子所出，若立之，是思己而灭天伦。婢子妾以为不可。帝叹其贤，给役其40，从征河西，4河西服人9口，马9匹，白金9锭，币器皆以9计，许以薛舌袭爵，而留善哥、塔塔儿，收国奴于朝，为遣其继子永安从姚李氏东归。丁亥，帝诏薛舌谓曰：其女真猖獗，尔复起兵，自辽东会政师，又能歌爱，以尔示正，其情真确可上。继而奸人耶思不等叛，人民离散。欲食尔父子之肉者，今岂无人乎？正义兄。帝视尔父，则尔犹无子。尔父亡矣，尔其与吴地被掳古台并辖。军马为第3000户。薛舌受命。己丑，从太宗南征，有功。赐马400，牛600，羊200。庚寅，帝命与撒儿台东征，收其父遗民，移镇广宁府，行广宁路都元帅府事。自庚寅至丁酉。PG 2188。
连征高丽，东下万奴国，复户6000有其。戊戌，薛蛇卒，年4。16。子收国奴袭爵，行广宁府路总管军名万户府事，艺名石剌。征高丽，有功。辛亥，睿宗以石剌为国宣历者3代，命役精艮。造所佩虎符赐之，左诸王也苦及扎剌台控制高丽。己未卒，年45。长子谷乃嗣。中统元年，征河西，3年，征李坦，破义山，以功皆受赏。至元6年，朝廷并广宁于东京，去职，谥。岁卒，年36。子推歌。薛蛇帝善歌，赐名蒙古代，命从亲王口温不花。己丑，从。攻破天城堡，凤翔府，以攻袭冲拔都鲁。壬辰，引兵3000渡河。会大军平津。后伐宋，拔光州、枣阳，由千户迁广宁尹。至元年卒，年52。子天佑，袭广宁千户，改广宁县尹。刘伯陵。刘伯陵，济南人，好任侠，善骑射，今末为威宁防城千户。人深邃，太祖为威宁，伯陵之不能敌，乃坠城邑军门请将。太祖许之，遣突鲁花等与协入城，遂以城将。帝问伯陵，在金国为何官？对曰：都提控。即以原职授之，命选士卒为义军。与太傅耶律突怀同征讨，招降山后诸州。太祖北还，留伯陵屯。天城，扼金兵，前后数10战。进攻西京，陆公，赐金虎符，以本职充西京留守，兼兵马副元帅。癸酉，从征山东，攻梁门。遂城，下之。乙亥，同国王穆华黎攻破燕京。丁丑，复从大军，攻下山东诸州。穆华黎上其功，赐名马20匹，锦衣一袭。戊寅，同攻下太原、平阳。己卯，破路，降及火山，闻喜诸州县。时论欲喜闻喜明时天成，柏林以北的丧乱，人间于时，力争而止之。不屈所获俘虏万计，悉纵之。在威宁10余年，务农积谷，与民休息，邻近雕寨，而威宁独为乐土。常曰：吾闻活千人，者后必封，吾之所活，何赤万余人，子孙必有心者乎？辛巳。PG 2189。乙己卒，年72。累赠太师，封秦国公，谥忠顺。子黑马。黑马名仪，字孟方，始生时家有白马产黑驹，故以为小。自后遂以小字行。骁勇有志略，年纪弱冠，随父征伐，大小数百战，出入行阵，略无惧色。常独行，御精兵为本部13人。即奋剑入围，手杀精兵数人，13人皆得脱。遂壬午，袭复职，为万户，配虎符，兼都元帅。癸未，从国王穆华黎攻凤翔，不克，回屯绛州。又从贝罗攻西夏唐兀。甲申，从暗征纳言攻破东平、大名。乙酉，
今降将5先据真定以叛，从贝罗讨之，破。真定5先遁去。今将呼查虎以兵40万赴取山后诸州，黑马逆战爱虎岭，大破之，斩呼查虎。遂己丑，太宗即位，使吏3万户，以黑马为首，重喜，使天泽赐之，授金虎符，充管把平阳、宣德等路管军万户，人迁太傅府事，总管汉军。从征回河西诸国，即破凤翔、西河、缅州诸城堡。庚寅，睿宗入自大散关，假道于宋以伐金，命黑马先由兴元今防东下，至三峰山，遇金大将何达，与战，大破之，虏何达，斩首数万级。陈胜攻破香山寨及军州，赐西锦、良马、雕鼠衣，以经其功。会增吏7万户，仍以黑马为首。重喜，使天泽、延时等赐之。癸巳，从破南京，赐绣衣、玉带。甲午，从破蔡州，灭金。乙未，痛都元帅打海干部征西川。辛丑，改授都总管万户，统西京、河东、陕西诸军万户，加谷芒、顾代、田雄等并听节制。入境，帝位劳之，赐银鼠皮300为职。孙一寻命巡抚天下，查民利病。应州郭志全反，胁从挂物者500余人，有司亦尽录之。黑马只诛其为首者数人，余悉从轻。典癸丑，从宪宗至六盘山。商州与宋接近，数为所侵，命黑马守之，宋人敛兵不敢犯。丁巳，入境，请立成都以图权属。帝从之。成都既立，就命管领新旧军民小大诸务，赐号也可突。PG 2190。历中统元年，连西县商挺宣抚川、陕、实密立火者握重兵，居成都。西县与挺律其为变，以黑马有胆志，使臣一角召进诛之。其子宿于朝，世祖谕之曰：“兹正命也，其勿复言。”3年，命兼成都路军民经略使。泸州被围，黑马以属籍，由清都。转书不辍。左右见其少休，黑马曰：“国事方急，以此死无汉。”岁卒，年63。累赠太傅，封秦国公，侍中会。子时二人，元正、元礼显。元正字仲举，黑马长子也。随父入蜀，立成都。会商、等兼有景，命黑马往镇商、邓，以元正设万户，10年方20。既立事，号令严明，赏罚不忘，麾下宿将皆尽服之。宪宗伐宋，筑义钓鱼山，以元正与钮灵为先锋。中统元年，世祖即位，连西县商挺奏以为成都经略使，总管万户。宋泸州守将刘整密宋，款求将，黑马遣元正往受之。诸将皆曰：“刘整无故而降，不可信也。”元正曰：“宋权臣当国，赏罚无章，有功者往往矣。既除之，是以将士离心。且整本非南人，而居庐南重地，世事
与礼全合意，枕此举无可疑者，遂行。黑马戒之曰：刘枕。宋之名将，卢乃属之冲要，今枕俱以卢将，秦伪不可知，汝无。为一生虑，事成则为国家之利，不成则当效死，乃其分也。元正至卢，枕开门出迎。元正器重而先下马，与枕相见，是矣。不疑。明日，请入城。元正饰戎服，从束旗，与枕连辔而入。饮宴至醉，枕心服焉。现金6000两，男女500人。元正以金分，赐将士，而归还其男女。宋泸州主帅于新率兵为泸州，昼夜急攻，自正月至5月，成己县。左右劝元正曰：世事如此，宜思变通。枕本非无人，与俱死，无益也。元正曰：人已成，归我，既受其将，岂可以急而弃之？且卢之得失，关国家利害，吾有死而已。时将尽，杀所乘马靠将士，目善游者击蜡书至。成都求援，又全造金银牌，分赏有功。未几，元兵至，元正与 PG 2191。枕出城河及新兵，大败之，斩其都统一人，心退走。节文且自陈善造金银牌罪，帝加其通于权变，赐锦衣一袭，白金500两。入朝，又赐黄金50两，公使安沛。黑马卒，元正居丧，起授成都军民经略使。至元7年10，亦以勋就之家事权太重，宜稍才艺，遂降为成都副万户。11年，命兼铜川路副招讨使。12年卒，年51。子为庶从，复行军。元正卒，委袭职，配虎符，为万户。守铜川，创立岁。宁诸处山寨，从为钓鱼山，数战有功。攻河州，受铜川路副招讨，迁副都元帅，复授管军万户，迁同知四川西道宣慰司事。入朝，进四川西道宣慰使，拜陕西行省参知政事，卒。元礼，黑马第5子也。幸省后有谋，常从父在军中。遂甲寅，授金符，为京兆路奥鲁万户。中统4年，迁兴元、成都等路兵马左副元帅。至元元年，迁铜川路汉军都元帅。2年9月，宋至下贵率军5万犯铜川，元礼所领财数千，众寡不敌，诛。将登城望贵军，有惧色。元礼曰：料敌至胜，在智不在力。乃出战，屡破之。复大战彭溪，自营至魏，胜负不决，激励。将士曰：此去城百里，为敌所城，则城不可得入，铜川非国。家又矣。丈夫当以死战取功名，实不可失也。即持长刀，大忽突入阵，所向披靡，将士咸愤，无不一当百，大败贵兵，斩首万余级，生擒1000余人。节奏，赐锦衣2袭，白金3锭，名马1匹，经安沛。公使召入朝，命复还铜川，立彭溪寨。元礼又奏，
嘉定去成都360里，其间就有梅州城，可修复之。屯兵以扼嘉定往来之路，世祖从之。4年，命平章赵保成往，是可否？或以为梅州荒废已久，荔之无官利害，徒费财力。元，李立真之，保成视其言，遂心意，7日而毕。宋人害其粟。元，李镇守梅州5年，赵入朝，起解关养母，从之。9年，起受怀。远大将军，延安路总管，卒。PG 2192。郭宝玉，郭宝玉，字玉成，华州镇县人，唐中书令子仪之义也。通天文、兵法，善骑射。金末，封汾阳郡公，兼蒙安，引军屯定州。岁庚午，同尧曰：“尧尧谷谷，至河南，拜2世。”继而太白今天，宝玉叹曰：“北军南，汴梁即将，天改幸矣。今人以独及司中，蒲散魁行中书省，领兵驻乌沙堡，会太师穆华。离军忽至，败骑兵30余万，司中等走，宝玉举军将。穆华离，引见太祖，问取中原之策。宝玉对曰：“中原势大，不可忽也。西南诸藩勇悍可用，宜先取之，借以图今，必得至焉。”又言：“建国之初，宜颁新令。”帝从之。于是颁条画5章，如出。君不得妄杀，刑狱为重罪处死，其余杂犯量刑吃绝。军户、蒙古、色目人每丁起1军，汉人有田4顷，人3丁者迁1军，年15以上成丁，60破老，战户与军户同，名将县的1顷，僧道无益于国，有损于民者，悉行禁止之类，皆宝玉所成也。帝将伐西藩，患其城多依山险，问宝玉攻取之策，对曰：“使其城在天上，则不可取；如不在天上，至则取矣。”帝状之，授超马都政府。癸酉，从穆华离取永清，破高州，降北京。龙山，复率超马从锦州出雁南，破太原、平阳诸州县。甲戌，从地讨契丹彝族，立古徐鬼国俄夷朵等城，破骑兵30余万。宝玉胸中流矢，帝命剖牛腹至其中，少顷，乃苏寻复战，收别师8里、别师兰等城。次呼张合、西人列2阵营聚，战方酣。宝玉望其众，即呼曰：“西阵走矣！”其兵果走，追杀几近。进兵下咸思干城。次按木河，敌驻10余垒，乘船河中，俄风涛暴起，宝玉令发火箭射其船，一时延烧，乘胜直前，破户按兵5万，斩大将左李，遂屠诸垒，收马里4城。辛巳，可服插国。惟算端罕破乃满国，引兵据咸思干，闻帝将至，弃城南走，入铁门，屯大雪山，宝玉追之，遂奔印度。帝驻大雪山前，石鼓。PG 2193。中雪深2丈，宝玉请封山川神。壬午3月，封昆仑山为玄极王，大延池为会稽王。从这伯，
速不台二先锋收契丹、渤海等诸国，有功，累千段士官，卒于贺兰山。子德海、德山。德山以万户，破陕州，攻潼关，卒。德海字大阳，姿貌奇伟，亦通天文、兵法。金末为谋客。及宋江彭义兵于山东，败之。知父宝玉北将，遁入太行山，大军至，乃出将，为超马弹压。从先锋浙博西征，渡起则里八海，攻铁山，依至与敌军不相便，乃焚蒿为号，烟焰漫野，敌军动。乘之，斩首3万级。于雪岭西北万里，晋军刺达李国，西平之。已有，还至真山，吐蕃率尼伦、回纥率阿必丁反，复破斩之。戊子春，从元帅阔出游骑入关中，今人闭关据守，德海引枭。其500，斩关入，杀守者300人，直捣枫林渡寨，后兵不至。引还。己丑秋，破南山83寨，陕西平。德海岛大将魁玉纳。拔都，假到汉中，历经襄而东，与今将武先军10万遇于白河。德海提孤军转战，先败走，斩首2万余级，复破金夷剌年歌军。余等。冬11月，至均州。辛卯春正月，睿宗军由洛阳来会于三峰山，今人勾的立军为之。睿宗令军中起雪，又烧羊甲骨，补的急兆。夜大雪，深3尺，沟中军将立，刀槊动不能举。我军冲围而出，今人死者30余万，其帅完颜哈达、夷剌仆误走。逆浮屠上，德海命绝浮屠机，出其柱而焚之，完颜协列单其盾。还洛阳。又破荆江河洗兵于中牟。完颜协列复率军10万来拒。战于阵，先登破之，杀其都尉左崇，以攻迁右监军。壬辰正月，破荆帅于黄龙冈。癸巳，取生，唐2州。甲午，河南复叛，德海往讨之，炮伤其卒，以疾归，卒。先是，太宗召大臣呼都虎等侍天下僧尼道士，选精通经文者1000人，有能工艺者，则命小通事何柱等领之，余皆为民。又召天下治学领，育人才，立科目，选之入仕，皆从德海之请也。PG 2194。字侃。侃字仲和，又为丞相史天泽所器重，留于家而教养之。若官为百户，智勇有谋略。壬辰，今将伯撒复取魏州，侃拒之，破其兵4万于新魏州。遂渡河，袭荆主，至归德，败其兵于博台，即从速不台攻汴西门，今元帅崔立将，以攻受总把。从天泽屯太康，复以下得安宫为千户。壬子，送兵杖至河陵，改超马纳言。从宗王序列务西征。癸丑，至木乃西。齐国欠道。至毒水中，砍破其兵5万，下128城，斩其将呼都达儿。误诛算贪。算贪，华严王也。丙辰，至启都波。
其城在丹寒山上，悬梯上下，手以精兵悍卒，乃筑家城为之，莫能克。砍甲炮攻之，守将火者纳师而开门将。序列勿遣砍往说勿虏勿乃算。贪来将，其父阿力据西城，砍攻破之，走据东城，复攻破杀之。丁巳正月，至兀里而成，伏兵，下令闻真声则起。敌兵果来，伏发，尽杀之，海牙算贪将。又西至阿剌厅，破其游兵3万。骂扎达而算贪将。至起10弥部，忽里算贪将。西戎大国也，的方8000里，父子相传42世，胜兵数10万。砍兵至，又破其兵7万，屠西城，破其东城，东城殿宇，皆构以沈檀木，举火焚之，相闻百里。的72弦琵琶，5尺珊瑚灯琴，2城兼有大河，砍欲造浮梁以防其盾。城破，合理法算贪登州，堵河有浮梁遏之，乃自负一军门将。其将骤达而遁去，砍追之，至暮。诸军欲遁舍，砍不听，又行10余里，乃止。夜暴雨，先所欲舍，触水深数尺。明日，或骤达而斩之，拔300余城。又西行3000里，至天房，其将筑石至书请将，左右以筑石。知请为信然，亦知不违背。砍曰：欺敌者亡，军机多诈，若中笔记，齿莫大焉。乃言备以待。筑石果来邀我师，砍与战，大败之，巴而算贪将，下其城185。又西行40里，至密席而会日暮，以休，复驱兵起，流数并促，西行10余里遁。PG 2195。军下令军中衔枚转见，敌不知也。前兵夜来袭，杀并卒。可乃算贪大惊曰：东天将军，神人也。遂将戊午序列。戊命砍西渡海，收复浪。砍欲以祸福，戊都算贪曰：无左所。孟神人，乃将军也。即来将。师还，西南至石罗子，敌人来。据砍直出略阵，一鼓败之，换司干阿达必算贪将。至兵帖，砍以骑兵掩击，大败之，家业算贪将。己未，破兀陵游兵4万。阿必丁算贪大聚，来将，得城120。西南至起里湾，忽都。马丁算贪来将。西玉平。砍以节告至钓鱼山，会献宗崩，乃还。邓开屯田，立保障。世祖即位，砍上书陈建国号，筑都城，立省台、新学校等。25世，即平宋之策，其略曰：宋据东南，以吴越为家。其要地则今襄而已。今日之计，当先取襄阳。既克襄阳，比阳、卢诸城，但完得耳，置之勿顾，而直趋临安，及雷不及掩耳。江淮、巴蜀不攻自平，后皆如其策。中统2年，擢江汉大都督府理问官。3年2月，益都理坦。及徐州总管李杲割据反，
送下贵妇来犯边。使天则见砍，召入。见世祖问计所出，曰：群盗窃发，游峡中虎，内无资粮，外无救援，筑城还之，坐待其困，即日可擒也。帝然之。4. 上衣公使，持秩徐，斩杲歌。下贵焚庐舍，徙军民南去，砍追。贵过宿千县，夺军民万余人而还。赐金符，为徐，披2州总管。杲歌之地吕马，复与下贵以兵3万来扰边境，砍出战，斩首1000余级，夺战舰200。至元2年，有言当解使天泽兵权者，天泽遂迁他官，砍役，调同知滕州。3年，砍上言，宋人激流我使，疑兴师问罪。淮北可立屯田360所，每屯置牛360具，计一屯所也。卒攻军旅1日之需。4年，徙高唐令，兼治下京、武城等5县。5年，一人吴起耳，济南道士胡往返，讨平之。7年，改。PG 2196。白马令，僧臧罗汉与张德肇当旅反，又平之。帝亦砍袭于军务，擢为万户，从军下襄阳，由阳罗上流渡江。江南平，迁之宁海。周居1年卒。砍行军有纪律，也窜露宿，虽风雨不入民舍，所治新学客。农，立名卫福。字秉仁，秉义。时天应。时天应，字瑞之，心中永德人。善骑射，豪爽不羁，颇之。读书，乡里人多归之。太祖时，太师、国王穆华黎南下，天应。律众营业军门。穆华黎即乘至寿兴中府尹，兵马都提控，彼从。南征。天应造战功之具，灵机应变，杰出如神，以功败龙虎卫。上将军、元帅右监军数验。天应旌旗色用黑，人目之曰黑军。屡从穆华黎，大小200余战，常以身先士卒，累功千又复元帅。辛巳秋8月，从穆华黎征陕右，甲到西夏，自东胜济河，南攻嘉州，拔之。天应因说太师曰：西戎虽将，实未可信。此州当今夏之冲，居人见勇，仓库丰实，加以长河为限，托为敌。军所梗，缓急非变，一命将守之，多造舟楫，以备不虞。此万事计也。穆华黎然之，表授金子光禄大夫，陕西河东路行台。兵马都元帅，以进兵5000留守嘉卢。遂造舟楫，建浮桥。珠江多盐水涨波恶，恐劳费无功，天应下令曰：有举无事者，断其舌。乔城，珠江乐府。先时，嘉守王公左收河于境，攻韩。古关将图复故地，即见乔城，遂溃去。于是奋兵四出，西定嘉随之地。1日，夜穆华黎于汾水东，穆华黎欲以进取之策。天应还。朕诏将左卫曰：吴类卿等留屯于此，今闻河中东西皆平川，广也，可以驻军，归取关陕，
诸君以为如何？或见曰：何？中虽用武之地，南有潼关，西有京兆，皆今君所屯，且民心复。其心未一，守之恐一是其之毁。天应曰：嘉州镇通路言。PG 2197。今路已平，言不孤立，若发国书，令下人取之，有掌中物耳。且国家之急，本在河南，此州路险的僻，转向甚难，河中虽破，余二镇实用武立功之地，北接汾晋，西连同华的5000余里，户数10万。若起漕运以通馈饷，则关内可克其而定。关内既定，长河以南，在无目中矣。吾年垂60，老耄将至。但卧病床子，闻后生被立功名，死不瞑目矣。男儿要当死战阵，以报国，是无志也。秋9月，遂移军河中。继而金军果潜入中条，袭河中。天应知之，先遣骁将吴则伏兵要路，则勇而逝。9. 是系方醉卧林中，金兵由间道以直抵城下。时兵尽后，守据未完，心腹者争坠而去，敌乘隙入。天应见火举，知敌矣。入，奋身角战，左右从者40余骑，皆曰：吾则误我。或劝西渡河，天应曰：先时人见我南迁，吾为众而来此，是急。弃去，是不武也。纵太师不罪我，何面目以见同列乎？今日为死而已，汝等免之。少顷，敌兵四合，天应饮血力战，至日午，死之。穆华黎闻而痛惜焉。子焕中，知兴中府事，执中，行军千户，授中，兴中府乡。副官。初，天应死事时，帝天与子左中在军中。四敌少谢，道抽其父，反啄之，突城而出，驱穆华黎行营，求得蒙古军数千，回与敌战，败之。穆华黎加其勇，奏授金符，行元帅，巡赵江。官各就本城，授兴中府千户。子安宛袭职，佩金符，从征大李、讨李坦，皆有功。13年，隆兴之分宁叛，行省袭安宛讨之。贼背山而阵，安宛引兵出阵后，贼惊溃，退而据守。安宛挥兵直抵垒门，贼扬言曰：愿少容行伍而战，死且不憾。安宛从之。贼果出阵，安宛突阵而入，大呼曰：吾止诛贼首，拥簇非我敌也。首任中贼备，生擒之。累公至右卫清军副都指挥使，进阶怀远大将军，赐金虎符，后授大同等处万户领。PG 2198。江左兴复卒万人，屯田洪城。大德3年，李万户当戍河宁，清老且病，安宛请代其行，即还，以病卒。子居迁袭职，后改中义侍卫清军都指挥使。宜剌捏儿。宜剌捏儿，契丹人也。又有大志，履历过人，审议多谋略。辽王今以为参议、留守等官，皆辞不受。闻太祖举兵，
私语。所亲曰：为国复仇，此其实也。虑其党100余人议军门县时，策帝召见，与其之，赐名塞因避蛇翅。又问尔生何的？对曰：霸州。因号为霸州元帅。乙亥，拜兵马都元帅。左太师穆华黎取北京、夏高、利、兴、松、义、景等26城，破54寨，平利州贼刘4路。及锦州贼张志兵势方炽，且到。名号穆华黎命捏儿与大将乌野儿、纣沃儿合兵讨之。至巨战，捏儿出骑兵掩击，斩至。穆华黎帝公以闻，迁龙虎卫上将军，兵马都提控元帅。既取辽东西广宁、京、富、海、盖等15城。新州兼州众而返，复与乌野儿讨平之。帝遣使者召之曰：自汝孝顺，战功日多，今赐汝金虎符，居则李明，有事则将其。勿替正义。戊寅，从攻东平。辛巳，从攻延安。壬午，从围。凤翔、先登首杀数十人，左臂中流矢，创胜，果创进攻丹。言穆华黎止之，对曰：创未致死，敢自爱耶？穆华黎状之，与所乘白马。明日借其马，是以诸鹰，减骁卫700人。与金兵战，穆华黎乘高，见其持突万众中，曰：此霸州元帅也。诸军既尽，金兵败走，丹、延10余城皆降，千军民都达。鲁花赤都提控元帅，兼兴胜府尹。癸未，从帝征河西，取甘、河、兴、佘等州。师还，复从穆华黎攻益都、下来、交、资等32城。戊子，得即归高州。卒，赠推中宣力保德功臣。太尉，开府仪同3司，上柱国，追封新国公，是武义。子买奴。买奴早从父袭战阵，出入见太祖，问曰：汝年小，能袭？PG 2199。父绝乎？对曰：臣年虽小，国法不小。帝议其对，故左。又曰：此儿甚嚣乃父。以为高州等处打鲁花赤，兼征行万户。庚寅，命攻高丽花良城，监军张毅、刘霸都允于敌，买奴。怒曰：两江陷贼，亦不独身。驱出战，破之，诛守江府。安其名。进攻开州，州将金沙密逆战，擒之。城中人出童男女。及金玉器已现，却不受。遂下龙、宣、云、泰等14城。癸巳，从诸王暗斥台真女执万奴部，有功。为己赵还。新州赵作反。土豪杨买驴等附之。帝命从亲王察合台率师讨之，斩贼将董蛮等，为买驴于险数寨，3月不能下。买奴令见卒留5儿，及寨。北小径上大树，以绳前引100人登寨，执前截之，买驴头牙死。余党西平。太宗即位，陆公，赐金鞍良马。以为从征高丽。入王京，取其西京而还，
赐金锁甲，加正国上将军，征东大元帅，佩金符。复命出师高丽，将行，以急卒，年40。赠推臣，孝义功臣，荣禄大夫，平章政事，追封兴国公，世显义。子元臣，元臣，别名哈拉哈孙，年16入宿卫，应对禁止有度，是。祖谓丞相何鲁火孙曰：“此勋臣子，非凡器也。”以为妾薛弼。蛇赤，袭千户，将其父军。从伐宋，攻淮西，戍青口，取瓜州。夏通、泰、类有功。至元12年，从丞相伯颜平宋，尽皆无益。将军、中尉亲军总管，佩金虎符。14年，止尔瓦台叛，为应。昌府，时皇女鲁国公主在为中。元臣以所部军持疾，止尔瓦台，败走，追至于尔洛，擒之。公主赐赖甚厚，奏请暂留元臣镇应。昌以安反侧，居1岁，召至京师，迁名威将军，后为清军副都指挥使，还镇应昌。又3岁，召还，加昭勇大将军。19年，帝以所及入权臣家父赐之，元臣辞曰：“臣家世清肃，不敢自污。”帝加叹不已。22年，晋昭义大将军，同迁江淮行书。密院事，行院罢，归高州。帝亲征乃言，元臣律家同50人见。PG 2200，行在所，院校前驱。8年，移迁湖广行书密院，时西洞师、荣等州蛮辽作乱，元臣侵入其境，欲以祸福，贼首虏万丑将。10年，卒于官。赠安远功臣，龙虎卫上将军，同知枢密院事。追封兴国公，侍中进。子弟，中奉大夫，湖广宣慰使都元帅。耶律突花突满达儿莽古代。耶律突花，契丹人。世居环州，太祖时，率众来归。大军入京境，为向导，获所牧马甚众。后世太祖，统引班戍河水，从伐金，大破呼察虎军。又从木华黎收山东、河北，有功，拜太傅，总领也可纳言，封蒲国公，赐虎符、银印，遂给锦币360匹。统万户扎剌儿，留黑马，使天泽伐金，卒于西河州。子朱哥嗣，人统留黑马等7万户，与都元帅塔海干部同征。四川，卒于军。子宝同嗣，以及不任事，朱哥弟买助嗣而已。宝同充随陆兴军总管。买助言于宪宗曰：“今欲略定西川下流，诸臣当先定成都，以为根本。臣请往相其地。”帝从之，遂率诸军往成都，攻嘉定，未下而卒。子呼林代嗣，总诸军，立成都府，卒于军。以兄百家奴嗣。自朱哥至百家奴，并袭太傅。总领也可纳言。突满达儿者，百家奴之弟，呼林代之兄也，常留中宿卫。后百家奴解兵丙为他官，乃授成都管军万户，代将其军。至元11年，
从呼敦公嘉定，修平康寨以守之。12年，从汪田歌攻九鼎山，破之，杀都统一人，嘉定将。从呼敦训下卢、叙诸陈为重庆，守河江口，又以州师塞龙门豪，扼其援兵。13年，泸州叛，从汪田歌攻之。重庆遣兵援卢，邀击破之，获妻10人。卢坚守不下，突满达而夜率兵攻夺水城以进，黎明先登入卢城，克之，斩其将望世昌、李都统。复从步花为重庆。守将张觉搏战，败之城下，重庆将。赐虎符，授夔禄招讨使。迁四川东道宣慰使，人兼夔禄招讨，改同迁四川等处行枢密院。PG 2201。是迁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左丞。尚书省吏，改行尚书省左丞。晋右丞卒。莽古代，宝同之子也。世祖时，赐金符，袭父职，为随路新军总管，统领山西两路新军。从行省也速代而征属及司、拨。建都诸蛮夷，有功，升万户。从攻罗毕店，至云南，诏以其众。入缅，迎云南王。金尺、白衣，达奔诸蛮，往往伏险要违背。莽古代奋击破之，凡10余战，至缅境，开金尺道，奉王以还。迁赴都元帅。从诸王阿台真交趾，至白鹤江，与交趾伪昭文王战，夺其战舰87艘。又从云南王攻罗毕店，破之。29年，入晋。成宗即位，授乌撒、乌蒙等处宣慰使，监管军万户。迁大理、金尺等处宣慰使都元帅。大德6年，乌撒、罗斯叛。云南行省命律师讨平之。是文，赐钞3000贯，银50两，金安。配及公使，以经其功。9年，讨蒲安罗荣州叛贼阿田，其杀之。晋骠骑卫上将军，遥授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，行大理、金尺等处宣慰使都元帅，卒于军。至大4年，赠龙虎卫上将军，平章。正是人追封蒲国公，是威敏。子火拟赤，袭万户。王辟子祖。王寻，字君宝，本晋耶律氏，是为辽大族。今镇龙漠，契丹倭沃叛，祖臣从母氏避难辽西，更姓王氏，遂为益州开邑人。父伯俊，伯父伯亨无子，以荀为后。荀武力绝人，善骑射，游。常于集居。年30余，遇道士，谓荀曰：“君之相甚奇。”他日，因一轻马而贵。荀谓之。居岁余，有客以轻马来，荀思。喜曰：“道士之言或验乎？”乃备价买之。臣以战，其进退周旋，无不如意。又常行临水兵，得一鼓，其被名曰举。无不克，劝必成功。常佩之，每有进，必先明，故所向皆捷。初，河朔兵动，
豪强各拥众惧的。荀慨然曰：是故如此。大丈夫当自正拔，否则为人所制。乃召诸乡人，欲以保亲族。PG 2202。之计，众从之，推荀为常。荀月之间，召集移民至10余万。遂乙亥，太师穆华黎略的西，荀律吏民出营，陈至荀为元帅，兼领邑、川2州事。丙子春，张至建号锦州，因节开邑阳伯节。等来越一州，荀出战，伯节隐去。会至兄子牵其来冲，荀选时，八旗突其前，复令左右几剿之。一卒以枪刺荀，荀挥刀杀之。其众溃走，获其马己尽。时心中意叛，穆华黎为之，召荀以权。君来会，至窥参其墟，夜袭之，家人皆遇害。及心中平，荀无所归，穆华黎留之心中，遣其子荣祖持奏其事。帝谕之曰：汝父子宣立我家，不亦为张至所袭？归与汝父，善抚其君，自今以往，当忍持序锐，肆意党平，彼之族属、臣邑、人民，以复汝，无不令也。人免徭赋5年，使汝父子视为大官。荀以穆华黎兵复开邑，擒伯节等，杀之。进攻锦州，部将高邑。复置妻子及其党1000余人以县。穆华黎悉以复荀，荀但诛至家，其余皆视之，使还益州。丁丑，入朝，帝加其功，赐金虎符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、兵马都元帅，镇辽东便宜行事，兼益、川等州节度使。荀茂黑，人呼为哈剌元帅。哈剌，中国颜黑也。从穆华黎兵略山东，至满城，令还镇，戒之曰：彼心腹之民，是山海之险，反复不常，非进坑之，终必为变。对曰：国朝经略中下，以恩。信节人，若降者则杀，后宁复有志者乎？遂还以子荣祖代，领其众。甲申春正月卒，年48。荀为正简易，赏罚明信。诸强扶弱，毫发无训。子4人，荣祖袭。荣祖字敬先，荀长子也。姓沈后，语音如钟，勇力绝人。荀出附于穆华黎，以荣祖为职，稍见任用。荀卒，袭荣禄大夫，从义军节度使、益州管内观察使。从4国王被掳入朝，帝闻其勇，选吏士3人迭与之搏，皆应手而到。欲留至宿卫会金平。张正是革不割行省于辽东，咸平路宣抚使蒲仙万奴建号于开。PG 2203。元，遂命荣祖还，复撒李台进讨之。拔盖州、宣城等10余城。革不割走死。今帅郭琛、完颜叶鲁马、赵遵、李高奴等犹惧时。臣复攻拔之，叶鲁马战死，遵与高奴出将。鲁牲口1000余，撒。李台欲散于麾下，荣祖屡请，皆放为民。方城未下时，荣祖遣步卒甲石血其城，城崩被压，众谓已死，弗故也。
荣祖曰：是望生死国，安忍弃去？发时取之，由生，义君感激，乐为。笑死。有言一人怀反侧者，撒里台将屠之。荣祖持意奏辩，是。乃止。己丑，授北京等路征行万户，换金虎符，伐高丽，为齐。王经、高丽王力屈遣其兄淮安公奉表纳贡，进讨万奴，擒之。赵其以新州叛，从诸王暗指台平之。其党游飘掠境，既奸复。从大将唐务来讨之，将行。荣祖曰：臣诏讨逆人耳，岂可录？及无辜，宜为抗我者诛。大将然之，由是免死者众。再从征。高丽破10余城，高丽遣子准入职。帝赐锦衣，旌其功。又从。诸王也忽略第三韩，将天龙珠宝，皆尽暴掠，明月服之。破5。李山城，请于主将，全其名，遂下瓮子城、竹林寨、苦山树岛。帝加其功，赐以金币，观其子兴千户，人赏其不屈。仪正高丽。平壤，帝遣使谕之曰：彼小国父显自守，府中之余，非久自死，缓急可否？卿当熟思。荣祖乃慕名屯戍，辟得千里近的诸岛屿城垒。高丽遣其世子舔出将，遂以舔入朝。中统元年夏，召荣祖议阙，帝抚慰之曰：卿父子勤劳于国，臣节如一。进言边招讨使，兼北京等路征行万户，赐保安公使。还政以病卒，年65。子13人，者7人。通兴中府尹、太全之邑、景、川等州总管，兴、征东千户。豫、襄阳路管军万户，达、东京5处征行万户，廷、郑国上将。军、中尉亲军都指挥使，对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使。PG 2204。列传第37。石抹野仙。石抹野仙者，辽人也。其先常从萧后举族入突厥，及后还而族流。至辽为数律氏，号称后族。辽王改数律氏为石抹氏。其祖库列儿，是不识经路，律部落远徙。年90，夜得疾命。家人后日出则以报，及旦沐浴拜日而卒。复托罗茶而亦不是。有子5人，也先其众子也。年10岁，从其父问宗国之所。以亡，即大愤曰：而能复之。及长，勇力过人，善骑射，多智略，豪服诸部。今人闻其名，真为西部长，即让其兄善德。纳曰：兄姑受之，为保宗族祭。遂身自藏匿，居北野山，射狐鼠而食。闻太祖起朔方，匹马来归。首言东京为今开，击之意，当其根本，中原可承袭而定也。太祖曰：命从太师。国王穆华离取东京。师过临黄，赐高州。穆华离令野仙律千骑，为先锋。野仙曰：兵贵其胜，何以多为？迭知今人心易东。今留守将至，
也先独与束其腰而杀之，怀其所受告命，至东京。谓守门者曰：“我心留守也。”入据府中，问历列兵于城何谓？历以边背对，也先曰：“吾自朝廷来，中外亦然，奈何欲陈兵？以动摇人心乎？”即命撤守备，曰：“寇志在我，无劳而备。”是夜，下令抑制其江左部伍。3日，穆华离至，入东京，不费一矢，得的数千里，户108000，兵10万，资粮器械山积。将守陈营打虎等47人，城邑32。今人丧其根本之地，使役迁河南。遂以害，移师为北京。陈久不下，即城破，将屠之。也先曰：“王师整人水火，彼既降而复屠之，则未下者。” PG 2205。人将死守，天下何时定乎？因以上文赦之。授御史大夫，领北京打鲁花赤。时天应与豪酋数十据京中府，也先分兵将之，奏以为心中引。又命也先复托呼兰舍李弼、兼张京等军。征燕南魏下州郡，至平州，今称疾不尽。也先执京送行在所。帝责之曰：“郑贺复汝。”京对曰：“臣实病，非敢叛。”帝曰：“今呼汝帝至为职，当活汝。”京诺而萧顿，也先追录之。至以杀使者应其凶矣。至季伏诛，也先及其私养敢死之至12000人号黑军者，上于朝。赐虎符，进上将军，以御史大夫提控。诸路元帅府事，举辽水之西，滦水之东，悉以复之。后从国王。穆华离攻黎州北城，先登，终时死，时年41。子4人，曰察剌，曰贤熙，曰伯罗，曰侃。察剌，亦善射，袭御史大夫，领黑军。务营，从穆华离攻。平阳、太原、袭、吉、可兰、关西诸郡，下之。遂攻益都、九。不下，即将，众欲屠其城。察剌曰：“杀将不降，且得控城。将安用之？”由是遂免。己卯，诏以黑军分屯真定、固安、太原、平阳、袭、吉、可兰诸郡。及南征，竟以黑军为前列，败。今将白撒，关奴于河。渡河再战，尽杀之，长驱破汴京，入自仁和门，收屠疾而还。帝悉以诸军俘获赐黑军。癸巳，从国王。塔斯真经率宣抚万奴于辽东之南京，先登，众军乘之而进，遂克之。王解锦衣以赐。辛丑，太宗加其功，授真定、北京2路。打鲁花赤。癸卯，卒于柳城，年44。子库禄满，袭职。中统3年，从征礼坦，中流矢卒。子梁辅，袭黑军总管，至元时。7年，以内升昭义大将军，沿海副都元帅。21年，改沿海上副万户。大德11年，告老。子祭祖，袭万户。贤熙之子。
杜拉，攻樊城，战死。善德纳后亦弃京官来归，为别巴里鲁花赤卒。其孙亦喇马丹，仕至辽阳省左丞。亦喇马丹子仓，赤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。PG 2206。何伯祥子卫。何伯祥，益州易县人，又从军于今，从张柔来归。太祖定。何硕为保定王子昌，姓安，张敬坚守不下。子昌，今骁将也。柔命伯祥取之，兵逼其城，子昌出斗，追击之，伯祥执枪持马。子昌反射之，中手而贯枪，伯祥拔使弃枪，策马直前，徒手搏之，擒子昌。晋闻之，亦遁去。伯祥遂攻西山诸寨，西平之。后攻汴梁，拔洛阳，为归德，破蔡州，论功居多，授益州等处。军民总管。丁酉，从主帅察罕伐宋，伯祥拔30余栅，获战舰1000余艘，又破芭蕉、望乡、大洪、张家等寨，俘获甚众，器械。山鸡。察罕以其公文，赐锦衣、金甲。壬子，诸军入宋境，察罕自他道拒还，诸军仓皇失措。伯祥曰：“此必为敌所扼，不若出其不意，而遂深入其地，彼不我策，乃可出也。”遂率兵突战，直抵司空寨，殊不营垒，临高伐木，围攻取势。继业，命为5营，营火10炬，伏精锐于营侧险要之地。天将明，令士卒速行，而鸣鼓其后。宋兵果来追，伏发，惊骇溃去，追击。大破之，转战100余里，他军不能归者，皆赖已出。帝闻之，赐金200两。士卒南伐，伯祥参与军事，多所献纳，卒于军。赠仪同3司、太保、上柱国，追封邑国公，是武昌。子卫，韦氏袭父职，知益州。兄行军千户卒，韦复袭之，镇亳州。从为襄樊，宋江下桂绿州师来救，韦时建营于城东北，当其冲。贵兵纵火焚北关，遂进逼韦。万户托英不花等呼韦入城，韦曰：“建功立业，此其时也，何必焉？”乃虑其众，是以死战。开营门，以身先之，跪拜走。至元11年，向伯颜受命伐宋，辟韦为帐前都政府。师赐杨罗宝，下桂绿战舰列江上下，韦从。元帅阿术、率众先渡，诸军继之，贵复败走。宋丞相贾似盗律州师据于丁家州，韦将勇敢士出战，夺州1000余艘，四道遁去。授武德将军、管军总管，配金虎符。宋继平，晋怀远大将军。PG 2207。太平路军名达鲁花赤，俄升昭勇大将军，行户部尚书，两淮都转运使。至元18年，擢参议中书省事。20年，擢为江浙按察使。22年，改大明路总管。28年，迁湖南宣慰使。31年，拜中书参知政事。
师载之凡11人，谓曰：古者一乡，专任闲也。今载职员多，政出多门，转乡一计，请损之。不从，遂起代。大德4年，授侍御史，以母病辞。7年，授御史中丞，丞当世要务10条，承宗加纳之。京师孔子庙丞，为延、唐、虞3代国都，闾巷莫不有学。今孔庙继承，宜建国学于其侧，从之。赛典赤、巴都马兴等还自法所，复乡。谓言奸党不可复用，宜选正人以居庙堂。帝深然之。监察御史郭彰和郎中哈拉哈孙受赃，拒服，而哈拉哈孙密结权，要以往问乌章。伪律台臣入奏，辩论凯切、张遂的事。9年冬，将有事于南郊，亦配享，谓曰：言复配天，万事不易，不果行。陈宗崩，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，即停陈义父庙用舍。正是伪难之，阿忽台变色曰：忠臣谓不可行，独不畏死耶？众皆为惧，伪从容曰：死未不义耳，苟死于义，夫复何谓？未己，以及去位。武宗即位于上都，授太子副詹事，遣使促使。就职，复遥授平章政事，商议中书省事。武宗至自上都，临朝，问曰：孰为河中丞？伪出拜，帝曰：朕知卿能以忠直为国，朕有不逮，卿当免府。至大元年，迁太子詹事，兼卫律使。俄拜中书左丞，任平章政事，商议中书省事。未己，着河南行省平章政事，配金虎符，提调屯田事。帝诏至榻前，面谕曰：便省事重，屯田久，废，卿当为国竭力。赐黑貂裘以锦衣2袭。伪质变，见诸葛亮祠，立书院，以地3000亩禅之。3年，改河南行尚书省平章政事，卒。赠太傅，开府仪同3司，上柱国，追封梁国公。是文正。PG 2208。李守贤。李守贤，字才叔，大宁益州人也。祖小字放君，常从荆江。公宋淮南，非时商毕，陆公，赏牲口70。主将分命将校杀所。略服，苟有失亡者，罪死。放君当杀500人，皆纵之去。今大安初，守贤继兄廷直，帝守正、守中，从兄伯通、伯温归款。于太师，国王穆华黎入朝，太祖于行在所，即命廷直为龙虎卫上将军，右副元帅，崇义军节度使，守贤授锦州临海军节度官。察使，帝守中为都元帅，守河东。朝廷以全境为要害之地，人心为疑未定，非守贤政府之不可，乃自锦州迁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。既至，河东人皆曰：吾等可是以身矣。遂戊子，朝于河陵，加金子光禄大夫，知平阳府事，兼本路兵马都总管。庚寅，太宗南伐，到平阳，见田野不治，以问守贤。
对曰：民贫窘，伐根据自然。道给牛万头，人喜观。中真口垦地河东。辛卯，平阳当一粟万石书云中，首贤奏矣。百姓疲弊，不任晚载，帝加纳之。时河中未下，首贤谏言，以为将士斗流举挠，多所伤逆，臣请自北面凿成仙灯。如其言，成果下，遂构浮桥。明年，蒲京南冀潼关。2月，大破赵雄兵于芮城。十方会师为变，留守咸屯松汝。精兵10余万，保少士安。太平寨守咸以3000人借其中，度其帅完颜寿无守御之才。癸巳正月望系，延寿急求为西，守咸前遣清节者数十人，援牙。以复以登，杀其首卒，遂大纵兵入，破之，下令尽无超略，西收余众已归。不2旬，连天、焦崖、兰若、香炉诸寨皆望风。据下，守咸未尝妄杀一人。及攻河南，其渠魁强元帅者，以其众出奔，守咸追击，将之。其兰帅王右，聚众数万，据国之南。山守咸使人则右速但守咸威略，即以所部来赴关东。洛西遂定。甲午冬10月卒，年46。PG 2209。子构嗣。岁丁酉，从太师塔干部真蜀汉，有功。明年，攻雕门。又明年，下万州，会战于渠塘，获战舰千余艘。辛丑，朝在所，授河东道行军万户，兼总管。己巳，进兵攻成都。由广元出加盟，渡木瓜坡。蜀之余孽团聚为梗，闻构至，前为服以待。构迭之，令众贤梅急进，出其不意，贼兵败走，常驱至成都，破之。壬子，袭嘉定。戊午秋，宪宗南伐。己未，入凉州，师赐江上，造州为梁，以通援兵，且断宋人往来之路。会江长，梁中绝，宋将绿州之万艘逆战，构以一旅先犯之，诸军既尽，遂破之。明日，帝诏谓诸将曰：汝辈平日自负智勇，及临夷，不能为政立尺寸功。独李构身犯史时，摧锋陷阵，是敌灭如。言勇者，如构乃可耳。赐白金250两。中统3年，改河东路总管，配金虎符，移京兆路，加昭勇大将军，位即转名慈路。至元7年正月卒，年49。子11人。伯温。见忠义传。耶律阿海。耶律阿海，辽之故族也。今环州尹撒巴儿之孙，尚书奏事。官托迭儿之子也。阿海天资雄毅，勇略过人，尤善骑射，通诸国语。经济，选使王可汗，见太祖姿貌异常，因进言，经国不至容备，俗日耻肆，王可以呆。帝喜曰：汝肯成我，以何为信？阿海对曰：愿以子弟为职。明年，复出使，与
帝突花俱往，为劳加后，遂以突花为职，直宿卫。阿海德参与计谋，出入战阵，常在左右。遂壬戌，王可汗叛蒙，谋袭太祖。太祖与宗亲大臣同休戚者，引汴屯河水为盟，阿海兄弟皆遇焉。帝拜王可汗，今人亚其使久不还，居家属于营。阿海殊不介意，攻占乐利。帝闻之，妻以贵臣之女，给户，彼时其父。癸亥冬，进攻西夏诸国，类有功。丙寅，帝建龙旗及大卫，敕左帅蛇。别月的汉南，阿海为先锋。辛未，破乌沙堡，鏖战宣平，大捷。PG 2210。快和，遂出居雍，要兵燕北。癸酉，拔宣德、德兴、陈胜次北。寇，蛇别攻下紫荆关。阿海奏曰：好生乃圣人之大德也。辛，创之始，愿止杀掠，以应天心。帝加纳焉，遂分兵略燕南。山东诸郡还驻燕之近郊。今主据，请和，欲其使曰：阿海妻子何故居系浮潜？即送来归。师还，出塞。甲戌，金人。走遍，阿海以功拜太师，行中书省事，封突花为太傅、蒲国公。每宴享，以赐座，命突花从木华里取中原。阿海从攻西域。伏其酋长指蓝突、夏蒲华、荀思干等臣，留兼荀思干，专任府。遂之责。魏己以及薨于魏，年73。至元10年，追封中武公。子3人，常芒古台，次年思歌，次捏儿歌。芒古台在太祖时为御史大夫，配虎符，兼占左副元帅官，今紫光禄大夫。管领契丹汉军，守中都、招安水泊等处，卒，无子。捏阿在太祖时，配虎符，为右丞，行省辽东。万奴叛，举家遇害，免。思歌袭太师，兼荀思干臣，久之，请海内郡，守中都路也可达。鲁花赤，配虎符，卒。子2人，买歌，通国语，太祖时为奉。欲赐子孙服，袭其父中都之职。时公义好繁，屡待于民，买。歌西以私躺长之，是闻，赐银万两。戊午，从公署，师赐钓鱼。山，卒于军。妻宜剌氏，以哀悔卒，特赠真镜。子7人，老歌。历提刑按察使，入为中书左丞。吕马，被宿卫，为避蛇役是。至右卫清军都指挥使。至元24年，世祖宴于柳林，命吕马居其父位次，赐子孙服。25年，戍哈丹突，有战功，已老。起骸骨。子6人，五台奴，袭职，拔都儿，中书右丞，文谦。新国路总管，不花，早卒，蒙古不花，今湖北道宣慰使，湖都。不花，艺名文炳，湖都同知，万奴，为人将副总管。何时，字承清，其先北京人，曾祖团萧，雄于资，好诗语。
PG 2211。乡里以善人称，祖定敬。父道中，是今为北京留守。时少孤，依书复居，气节不凡。家人常入卧内，见一青蛇蜿蜒衣被中，骇而视之，乃石也。及常通诸国异语，骁勇善骑射，倜傥不羁，远近之民，慕其雄略，咸归心焉。遂以害中原道起。锦州张经自立为临海郡王，遣使纳款于太祖，寻以叛伏诛。今帝至，初以叛谋于时，时申斥曰：天之隶属在双，汝等自为不轨，徒自毙耳。乃集户口1万，募兵3000，丙子春来归。大将穆华黎与论兵事，其变。百出，辅弼新月，大加称赏，遂引荐太祖，献军民之术。帝大悦，赐翘剑一命，从穆华黎选充前锋。时张志复据锦州，时雨。贼欲于神水县，挺身陷阵，殊死战，杀300余人，获战马兵械甚众。穆华黎奏赐鞍马弓使以利之，以弓为帐前军马都弹压。诏封穆华黎太师、国王，下其数郡。使时率师4000，取雁南。其西之地，守及行州，训赵郡，取魏业，下博关，袭曹、蒲、恩、德、泰安、济宁，势如破竹。保维州，与穆华黎会，迁兵。马都政府从取大同、雁门、石、袭等州，西平之。引兵略太原、平阳、河中，京兆诸城，所向款赋。穆华黎录其功，表实。为元帅左监军。癸未，穆华黎卒，子被掳4。武先复叛，举行。时率师5000为之，立云梯，先士卒登叠，横槊突之，城破，武先走，逐北40里，大破之，斩首200余级。是夜，先党遁举。时下令，敢有善剽掠者斩，军中肃然，市民暗睹。被掳命数余行，多者善政，行民敬之如神明。甲申，被掳征西夏，以10份兵攻汴。陈、蔡、唐、邓、许、君、睢、郑、伯、尹所至有功，既消。守1500余级，吴工将700余人。被掳复命驻兵行州，分之。将500户，置局克之。丁亥，赐金虎符，便宜行元帅服饰。行。因武先之乱，遂屡击，请一将局于伯，被掳从之，免其劳瘁。PG 2212。使务出征，更袭东平岩石，与之分治军民事。伯执兵火后，或不通，时以私术应智惠子，权行一方，民或冒迁之力。庚寅，有旨收诸将金服，以为被掳以10子重则为质子。丁酉，太宗数诏入见，时共金币文起3费。赐灵州、御寇。时与左右射之，毙20余人，身获10余人。朝于卧殿，帝欢甚。问御道之故，命所获寇勿杀，人以赐食。是日，赐坐与论军。
中固使良久，曰：思卿效力有年，朕欲授以征行元帅，后当重任。时叩头谢曰：小臣被监执锐，从事封地20余年，身被10余枪，右臂不能举，已为废人矣。臣不敢辱命，愿辞监。君之职，幸得原配金服，都治工匠，遂献之弊，悠游以终其身。于臣足矣。帝默然不悦，令设以观其强弱，实不能设。命入。宿卫密使人搀之，时必果不能举，故辞10余，始可其奏。遂西宴，取金服亲赐之，授以汉字宣命，充御用举人将打虏花赤。子孙视其爵。更赐白貂帽，剪铁细腰，貂衣一袭，弓夷10百。遣归。丁巳，卒于伯。子9人，孙17人。子崇礼，授应奉翰林文字，从侍郎。同知至告监国史院编修官。好和尚拔兜。好和尚拔兜，太原人，以小字行，又为蒙古兵所掠，在郡。王气推麾下，常通一语，善骑射。太祖遣使送，往返数4矣。便称。遂戊子，以为9原府主帅，配金服。庚寅，率兵南伐，略得同、陕有功。辛卯，授行军1000户。乙未，从皇子南伐，至襄阳，宋兵40万逆战汉水上，领先锋数百人，直前冲其阵。宋兵大溃。丙申，从都元帅塔海征蜀，下兴元。宋将望言以重，兵守剑阁，乃木敢死士12人，趁夜破关，入蜀，诸城西下。明年，取夔府，抵大江，宋兵30万军于南岸。好和尚拔兜选。骁勇9人，陈清葛先登，横持阵中，既出复入，宋兵不能支。PG 2213。由是以善战名。庚子岁，宗于行在左命解衣束其疮痕21。加其劳，进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5路万户，亦配金虎符。以兵2万属之，复赐马6骑，金锦弓铠有差。甲辰，朝定宗于肃欧之行宫，赐银万挺，此以赏过后，臣不应独受，臣的校为劳，皆将校协力之功，遂奏将校刘天禄等11人，皆赐之金银服。戊申，奉诏还至太原，请凡远道租税兼课过重者，悉捐除之。遂积出白金60挺，粟10石，羊数千，以助国用。己酉，升万户府为河东北路行省，得以便宜从事，凡4年人。子3月，卒。追赠太保，仪同3司，记国公，侍中定。子12人，常天意，配金服，太原路军民万户都总管。4. 仲威，袭5路万户，扎剌布花，镇蛮都元帅，军民宣慰使，天举，大都路总管，兼府尹，天佑，陕西奥鲁万户，天泽、夔州路总管，天陵、京兆等路诸军奥鲁万户，天挺、河南江北行中。书省平章政事。赵进。赵进，云中卫州人。傅坤，世今为帅府平事。
兄归1万，护守飞狐城。岁庚午，昆卒，归辇其母如黎州，流尽于飞狐。晋自幼不羁，贤习武事。癸酉，太祖南伐，先锋至飞狐城中，不知所为。晋议献曰：“大兵压境，部将何待？”众从之。丁丑，太师国王穆华黎驻兵环州，属为百户，从攻黎州。金兵，必城据守，国王皮将石抹也先战死，王怒，将屠其城。晋泣曰：“母与兄在城中，岂以一生赎一城之命？哀恳切至。”国王议而许之。从攻襄州，抵其门，死士突出，晋直前击之，流矢中鼻侧，卒出脑后，拔矢再战，7日破其城。论功，授冀州行，军都元帅，佩金虎符。晋让其兄归，朝廷从之，改授晋军民总管，稍迁益州达鲁花赤，佩金符。太宗下河南，晋自益州持邑。书使20余万至行在，帝大喜，命全中都省事。癸巳，赵阳据。PG 2214。新州叛，晋进军平之，迁中山，征定2路达鲁花赤。中统元年，诏立石道宣慰司，以晋为顺天宣慰使。至元元年，转资来路总管。6年，改太原路总管。12年，升雁南道提刑按察使。14年，迁河南道。16年，致仕。明年卒，年80。皇庆元年，赠仪同3司、太保、上柱国，追封定国公，谥襄牧。子丙温。丙温是世祖前帝，命受学于太保刘秉忠，从征吐蕃、云南大理。中统初，诏行有3部事。至元7年，创袭朝仪乐使，称旨，授尚书礼部侍郎，知事宜司事。明年，授秘书少监，苟求天下秘书。19年，迁昭文馆大学士，知太史院士宜司事。授时历，臣，赐超200锭，进阶中奉大夫。29年，编朝集礼，臣，帝特命其子会习事宜使。皇庆元年，赠金子光。陆大夫、司徒、云国公，是文昭。子惠，后世至昭文馆大学士。石抹明安。石抹明安，环州人，性宽厚，不拘小节。为童子时，常骑杖为马，经群而前导，行列整肃，无敢喧哗者。父老见而异之，曰：“是儿体貌不凡，进退有度，他日必贵。”季常叹曰：“士生于世，当立功名，书竹帛，以传无穷，宁肯碌碌无闻，与草木同腐邪？”遂人生，太祖律师攻破京之福州，将遂南向。金主命招讨各10列9金来援，时明安在其麾下，9金谓之曰：“汝常使北方，素食蒙古国主，其往临阵，问以举兵之由，不。然即构之。”明安出如所教，而策马来将，帝命复以4战必问之。既败金兵，道明安诘之曰：“尔何以立我而后将也？”
对。曰：臣素有规制，相为久经所使，恐其见疑，故如所言。不。二，何由瞻奉天言？帝善其言，视之，命令蒙古军抚定云。中东西两路。继而帝欲修兵于北，民安谏曰：今有天下17路，今我所得为云中东西两路而已。若日不问，待彼成谋，并立而。PG 2215。来，则难敌矣。且山前民数，久不知兵，今以重兵临之，传习。可定兵贵神速，起疑虑。帝从之，即命民安引兵南进。所至，民皆据丹泗湖江以迎，竟有河北诸郡而还。帝复命民安，及三河拔都，将兵由古北口训进，冀、谭、顺诸州。都将遇，图之。民安奏曰：此辈当死，今若生之，则彼之未复者，皆闻风而自治矣。帝从之。以亥春正月，取通州，今又复元帅。蒲察期经以其众将，民安命复其职，置之麾下，遂驻军于荆南。建春宫。今御史中丞李英、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，领兵护军。时以元中都。帝遣右副元帅神撒将400骑迎战，民安将500。其继之，欲于永清。将战，命士卒佯败，金兵来追，回击，大破之，死及溺水者甚众，获李英及所配虎符的2000余车。遂招遇永清，部将拔而屠之。未几，今将完颜何助监军阿兴。松歌复以步兵12000人，粮车500两援中都。民安复将3000。其往及之，欲于涿州宣封寨，或松歌、何助遁去，尽得其辎重。还屯建春宫。4月，攻万宁宫，克之。取富昌，封夷2官，攻拔固安县。初，顺州之破，兵士复密云主簿完颜寿孙以献，民安氏而用之。不久，亦去复来，问其故，对曰：有老妇在城中，恐不能存，谋归，欲得侍养，今已没，故复来。民安议而视之。5月，民安将攻中都，今襄完颜复兴引要死。辛酉，城中官署。父老资粟，开门引将，民安谕之曰：父故不服，以致此疾。非汝等罪，守者之责也。悉令安业，人以肃正之，众皆感悦。民安早从军旅，料敌至胜，算无一策，虽其寒甚暑，未尝不与士卒军劳役，同甘苦。其的金府库珠玉锦旗，民安悉聚齐。数上进，未尝以先豪为己有。中都记下，嘉太傅、少国公兼管蒙古汉军兵马都元帅。尹子以及卒于雁城，年53。子2人，常贤的部，其职为燕京行省。赐呼独华，太宗时。PG 2216。为今紫光禄大夫、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，兼蒙古汉军兵马都元帅。张荣。张荣，字士威，济南历城人，状貌奇伟，常从军，为留使。
冠资，拔之不出，令人以足抵其额而拔之，神色自若。经济。山东群盗风起，荣绿乡民聚济南红塘岭，众烧甚，遂掠章丘、邹平、济阳、常山、新市、蒲台、新城及资州之地而有之。兵至，则清野入山，遂丙戌、东平、顺天皆内属，荣遂举其兵与的。纳款于暗斥台纳眼，引见太祖，问以孤军数载，独抗王之之故。对曰：山东地广人稠，西为地有。臣若但有以事，亦不款服。太祖壮之，抚其背曰：真塞因八都而也。受金子光禄大夫，山东行尚书省，兼兵马都元帅，知济南府事。时贸易用银，明征发募截取，荣下令禁绝。庚寅，朝廷及诸侯议取变，荣请。先六军以清必道，帝加之，赐衣3袭，诏谓诸侯上。辛卯，军至河上，荣虑死事消寂，守者会。结旦，敌兵整阵至，荣持之。望风披靡，夺战船50艘，挥抵北岸，既失，众军既进，乘胜。破张、盘二山寨，俘获万余。大将阿术鲁恐生变，欲尽杀之。荣力争而止。癸巳，便梁下，从阿术鲁为先锋，攻睢阳、益豫，杀俘虏，烹其油以灌城，又力止之。继而城下，荣单骑入城府。其名甲午，公沛，沛据守稍延，其将缩额夜来导营，荣绝之。缩额反走，虑壮士追杀之，乘胜急攻，城破。就攻徐州，守江。国用安引兵突出，荣逆击之，亦破其城，用安覆水死。以为拔邳州。丙申，从诸王扩端破宋枣阳、仇城等3县。时河南民北徙至济南，荣下令民间分屋宇的居之，彼的数处，且克其奠罪，旷野辟为乐土。是岁，中书考绩，为天下第一。李坦据益都，司馈以马蹄经，荣曰：生计许国，何可善交邻近？却之。年61，起致仕。19年，世祖即位，封济南公。PG 2217。致仕，卒，年83。子7人，常邦节，袭爵，先卒，邦直，行军万户，邦彦。全济南行省，邦允，知资州，邦福，大都督府郎中，邦昌、敖鲁总管，邦宪，淮安路总管。孙40人，弘，袭邦节爵，改真定路总管。刘亨安，刘亨安，其先犯阳人，后迁辽东川州。初，国王穆华离京，略辽东，凶士因律宗族乡人力麾下，奋兵收燕、赵、云、朔。河东，以攻冲行军副总管。庚辰，平阳诸郡被兵之余，民悟空。节，是因言于王曰：自古建国，以民为本，今河东杀掠殆尽。翌日我师父来，属给转书，收存续王，此其实也。王善之。以绛州边地，南齐人，奏授是因绛州节度使，兼行帅府事。卒。于师，五子，
国王被掳，命其族兄得人袭职。丙戌岁，今江宜剌。复书攻绛州，陈宪死之。穆华离陈致命亨安领其众，奏赐金。虎符，授郑国上将军、绛州节度使、行元帅府事，兼观察使。庚寅冬，从王师渡河入关。辛卯春，克凤翔、历秦、陇、屯卫。阳秋，出皆城，沿汉抵邓。壬辰，会大军于均州，拜金人于三峰山。甲午，平蔡。继而宋兵20万攻汴，将驱落，都元帅塔察尔比亨安往拒之。与宋军遇龙门北，遂横槊跃马，奋突而前，众因乘之，宋师崩溃，追及100余里。塔察尔抚其背曰：“骁将也。”言作诸将之右，劳赐甚厚。丙申，都元帅塔海真。巴蜀，攻散关，破剑门，出奇制胜，战功居多。晋为成都，安为先锋，大破之于城西，生擒宋江陈侍郎。有乔长官与亨安争功，未己攻城，乔为炮所伤，亨安复之已出，乔赶溃。亨安从军10年，累者勋罚，所获金帛，击推于江左，故士卒咸乐。为用。癸卯冬12月卒。子真，嗣侄。孙3人，弘、强、雕。PG 2218。列传第38。薛塔拉海。薛塔拉海，燕人也，刚勇有志。遂甲戍，太祖引兵至北口。塔拉海率所部300余人来归，帝命配金服，为炮水手元帅，吕有功，进京紫光禄大夫，配虎符，为炮水手军民诸色人将都元帅，言一事。从征回回，河西、金察、魏吴儿、康里、乃蛮、阿鲁虎、呼禅、铁里麻、塞兰诸国，俱以炮立功。太宗3年，睿宗引兵自洛阳渡河，塔拉海游陇右甲到金、商，遂会师于军。周三峰山，拜京师。4年，破南京及唐、邓、军，许诸州，取鄢陵、扶沟。4月卒。子铎师剌，袭为都元帅，南攻江淮，有功。遂庚戌，卒。帝军甚袭，宪宗8年，洪世宗钓鱼山、苦竹崖、大梁平、清居山，破重庆、马湖、天水，赐以白金、鞍马等物。中统3年，李坦叛济南，又以炮破其城。至元5年，从为襄阳。3月卒。丞相阿术欲以千户刘天喜摄帅府事，子嗣家奴，年方16，请从军自校，帝状而与之。8年，使袭复爵。10年冬12月，乡樊未下，4家奴立炮攻之。明年正月，襄阳守吕文焕将既从。丞相伯颜南伐，10月，至颍州，先登。师继渡江，4家奴自镇。州下沿海诸城堡，至建康。12年，授武节将军。6月，与宋江夏贵战于玉溪口，夺其船200余艘。11月，
屠常州。12月，取苏州。13年，攻郑朝。7月，为扬州，守城李廷之器。臣走，追获之。9月，进接怀远将军，将兵平浙东诸郡。从征。福建滦江，与宋兵力战，破之，获战舰1000余艘。16年，进接。PG 2219。郑国将军，镇扬州。22年，改为万户。高闹儿。高闹儿，女直人，是太祖，从征西域。父从扩出太子察。罕纳衍，连岁出征，累有功。授金符，总管，管领山前10路将军。遂即位，宪宗敏其老，命其子元长袭其职，从事祖度江公。还镇随州。至元2年，移镇济阳。5年，从元帅阿术修立白河口、新城、鹿门山等处城堡，为襄樊。7年，充济阳军马总管。10年，从攻樊城、先登。11年，从渡江、古战舰上流，与宋人战，杀300余人，夺其船及铠杖，以功赐胡服，升宣武将军。进兵丁家州，与宋丞孙虎城等大战，杀500余人，夺其船及铠杖无算，败下跪于礁湖。从征常州，先登。又攻杭州。宋平，护送宋太后至京师，以功晋怀远大将军，万户。21年，领军2000，从太子托欢征交趾，追袭交趾士子于大海口，夺其战舰以还。22年，升安远大将军，济阳万户府万户。是年夏，复以兵追袭交趾士子于海之三叉口，与敌军合战，中毒死而死。子灭李干，出直宿卫，袭复职，领兵镇广东，巡夷戍惠州。平道谭大辽、朱桢等。元贞元年，夷戍元州，到沱头以众犯境，西剿除之。寻广之南恩道起，复领兵平之。还没于元州。赠怀远大将军，济阳万户府万户，轻车都尉，渤海郡侯。王毅。王毅，字宜之，真定宁晋人，家世业农。亦有胆志，审默寡言，读书之大义。今人千变，何硕道起，现人惧而谋曰：时事如此，无柴欲保全家事，已有所统属。乃相与推议为常。设行县事，巡号为都统。太师、国王穆华离兵至城下，亦虑众，以宁晋归焉。入晋太祖，赐骏马2匹，授宁晋令，兼赵州以南。招抚使。是时兵乱，民废农耕，所在人相食，宁晋东有守则。PG 2220。周回100余里，中有小堡曰历城，亦曰历城虽小而完，且有于偶临堑之力，不可失也。刘偏将领直守宁晋，深虑众保利。臣由是全活者众。遂以害，今将李伯祥据赵州，穆华离潜意，捣其城。会天大风雨，亦率壮士，携长梯、疾驱，夜四鼓，面旗灯，
杀首皮者。城中乱，伯祥挺身走天坛寨，益州遂定。穆华离陈至授益赵州太守，赵济2州招抚使。丁丑，大军南取。巨鹿、明州2城，海军至唐阳西9门，豫津监军纳兰律冀州节。杜使柴茂等将兵万余北行。亦伏兵桑林，先以百骑挑之。纳兰驱来迎战，因烧却，又知进桑林，伏起，金兵大乱，奔还。获纳兰2弟及万户李虎。戊寅，拔数路，进攻深州，首率已成。将顺天都元帅张柔上齐攻，升深州节度使，升冀赵3州招抚使。今将武先以兵4万来攻数路，先谕军士曰：数路兵少无粮，城无楼橹，1日可拔也。晋锐来攻，亦随机应拒，击3、10日不能下，大小数10战皆捷。一夕，亦召将佐曰：今城守虽有余，然外无援兵，粮食将尽，岂可坐而待毙？追牛响事，率精锐3000，衔枚夜出，直捣先营。先军乱，城暗攻之，杀数千人。先率余众盾还真定，悉获其军资器仗。穆华离闻之，遣使送银牌时，命亦赐有功者。庚辰，拔冀州，获柴茂，谢宋军。前穆华离、张柔复上齐攻，授龙虎卫上将军，安武军节度使。行升冀2州元帅服侍，赐金虎符。辛巳，先复遣骑将卢秀、李伯祥率兵谋袭赵州，并取历城，率战舰数百艘，沿江而下。亦据州籍于冀家庄，截其下流，邀击之，亦士卒皆水乡人，善水战，回旋开河，往来如风雨，船皆则跃登彼船，奋戈急急。敌莫能当，杀1000余人，禽秀。伯祥退保历城，亦引兵拔之，伯祥西走，2子死焉。行州道号赵大王，聚众数千，据任县故城。水寨，真定使天泽及诸道兵攻之不能下。甲午，亦引兵薄其城。PG 2221。一鼓下之，获赵大王、侯县令等数人杀之，余党西平。亦乃部教令，召集散亡，劝虑种义，生计之间，遂为乐土云。王玉臣父。王玉，赵州宁晋人，长身偏斜，多力，经济为万户，镇赵州太师。国王穆华离下中原，欲率众来赴，领本部军，从攻。行、明、慈3州，济南诸郡，号长汉万户。从攻则陆诸州。独陆州坚壁不下，欲力战，刘使中左目，尽拔其城。又破平阳、下太原、汾、代等州。师还，属元帅府监军，以赵州40寨立焉。先是，今将武先计将复叛，杀元帅史天尼。宋江彭义兵在。大明，因与先和，欲从效乃代，史天泽攻败武先，生擒义兵。驻军宁晋东里寨。先遣人击告命，又欲妻惧曰：妾岂可使夫怀2心于国家耶？先为之数匝，
杀其子宁寿。欲闻之，领数其突其围，斩获数百人而还。先遣人追之，不敢进，皆曰：王将军胆气枭雄，我辈非敌也。先乃进发御先士27种，气还满道。欲从使天泽诸将及先于赵州，先粮绝，走双门寨，为之。会大风，先独脱走，斩其将43人，征定遂平。嘉定远将军全征定5路万户，假赵州庆元军节度副使，有名。复西域古人营，备其母，不能偿，欲出银5000两代偿之。又出家奴200余口为良民。中统元年2月卒，年70。子陈。陈字允中，又读书，明敏有才识。平章赵必引荐豫宗前邸，禹称旨，命宿卫掌前古迹部，授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司副使。驸马伯忽礼数持列柔明田，臣以法审之。县吏耿西严征北京宣，为司机年不复，即可得超20万锭。帝遣使核实，悉具事漏。善增治语，有并打算大小一切诸衙门等事，凡12字，追系。官吏至数百人。陈彦问，知其诈，悉乃款服。豫宗薨于前邸。陈谏言，陛下春秋高，当早见处嗣。平章不忽目以闻，帝加纳焉，改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副使。臣以江南人欲子北方。PG 2222，名为养子，实为奴也，岂敬之？右审部以镇军于田出调发。臣言士卒充冒寒暑，远涉江海，宜家忧绪，皆从之。颍州朱熹常服于兵，既自赎，主家立其资，复欲以为奴。又有乌袭州汪钦为奴，杀而夺其妻子及田宅者，欲久不决，臣皆正之。河坝镇南帅唐务台，唐务台结元大臣，诬奏于帝，系臣至京师。的面陈其事，世祖大悟，抵唐务台罪。按察司改廉访司，启臣。为雁南河北道肃镇廉访副使，累迁岭南广西、河东山西两道肃镇廉访使，江陵、汴梁两路总管。至大元年，拜中奉大夫，云南行省参知政事，未行，卒。赵棣。赵棣，征定镐城人也。幼孤，是母校，多力善骑射。精卫。为义军万户。郡将出6军强弩，力赏目能挽者，敌能之，即属。征定尉，迁镐城尉，升为臣。太祖兵至镐城，敌虑众营将，遂壬午，改镐城为永安州，以敌同知节度使事。常从弟西征，他将校豪横弗略，独敌治军严，所过无犯。先是，征定既破，敌即入所镐城人在城中者，的男女1000余人。诸将欲分取之，敌曰：是皆我所掠，当以归我。诸将许诺。敌乃召其人谓曰：吾惧若属为他将所得，则分奴之矣，故所以归之我。今纵汝往，一个遂生产，为良民。
众感泣而去。时兵荒之余，骸骨毕也。敌为大种收益。人子岁卒，年70。子7人，春陵、真定路转。运使抵顺。抵顺，保定行唐人，战籍于曲阳县。今末道起，顺会诸族。及乡人豪壮数百人，与其弟常驻两寨于石城、玄宝，分据以守。遂甲戌，率众来归，太祖授行唐令。丙子，真定基，群盗俱城。叛，民皆血的以避之，盗发的而啖其人，顺秦数百人杀之。朝廷升曲阳为衡州，以顺为安抚使。今将武先据真定，率众来攻。PG 2223。顺与战，大败之，赐金虎符，加镇国上将军、衡州等处都元帅。庚辰，武先屯兵于黄、姚两山，顺及地长又击败之。时西京好。道章因结武先，超略州县，顺秦道章杀之，先退真定以自保。顺从穆华离攻之，败之于王柳口，先遂弃真定南走。以攻次。顺明察纳河儿，升骠骑卫上将军，冲山前都元帅，地长赐名。今纳河儿。辛卯春，从太宗攻河南诸郡，招降民10余万，以顺之中山府。己亥，配金符，为行军万户，管领诸路原差军5000人。从大军破归德府，刘顺数之。丁未，驻师五河口，送兵业。袭营，顺掩杀其众，身获15人。癸丑，攻涟水。甲寅，举步。属萧彻八，耨陵之功已奏，上赐萧彻八，耨陵金银符，人力徽。夏丙辰春，顺卒，年74。子嘉，袭职。己未，从世祖渡江，为鄂州，有战功。中统元年，世祖即位，加以所部张轩等12人奏闻于朝，遂以金银符赐之。3年，为礼坦，还守袭州。至元11年，赐虎符，授荆州招讨副使，后又迁怀远大将军、荆州万户。13年，改乡阳管军万户。3月，以枢密院奏，行淮西总管万户服侍，守泸州。14年，移龙兴，任管领本邑军人。15年，复为管军万户，攻赣州崖石寨，太平沿贼有功。17年，升正国上将军、都元帅，镇龙兴诸路，监管本万户服侍，赐银印。即赣道起，行省迁元帅府以镇之。21年，元帅府罢，复为万户。23年，配元将虎符，为归德万户，镇守吉安。未己，统领江西各万户，及兵7000戍广东，凡2载。大德3年卒，年77。赠辅国上将军、北庭元帅府都元帅、护军，追封高阳郡公，是乡命。子荣人，袭配骑虎符，为宣武将军，归德万户，镇广东。惠州，感杖籍，不任事。子冠袭。冠卒，子世忠袭。世忠卒。子文袭。
顺族弟从。从，太祖时从族兄行唐元帅常来将，遂亦有。PG 2224。今降将武先父据真定叛，从拜之于黄台。癸巳，从元帅奔斩灭。今于蔡有功，真定5路万户选充总管府推官，巡奉旨，赐金符，授管军总押，管领7路兵马，镇徐州。宋兵入境，从战却之。己亥，从大将察罕攻滁州，力战，留使中期，明年卒。子则袭，移镇颍州。宋兵攻颍，则战败之。至元4年，从元帅阿术克平塞寨及老鸦山。11年，从杀杨夺6件，皆论功受赏有差。12年，授武德将军、管军总管，从攻潭州及晋江，累官。怀远大将军，管军万户，郴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。22年，改授泸州蒙古汉军万户，巡迁颍州邑。会徽州鸡西县道起，则讨平之。28年，移镇杭州，卒。子元谦，袭为颍州万户。元谦卒，子齐袭。齐卒，子忠袭。王善子庆端父。王善，字子善，真定镐城人。父曾，兼本县酒务，以孝行。称善资仪雄伟，其音若钟，多智略，尤精其社。今征又播迁。田畴荒芜，人无所得食，善求食以奉母。乙亥，群盗风起，众推善为常。善约束有法，备御有方，盗不能犯，着本县主簿。戊寅，全中山府治中。15先正真定，因蓄意志，既善威名。密令知府李继，府判郭安图之。己卯秋，季安张燕伏兵，赵善济事。善爵，即还至众仓卒的80人，慷慨与盟，人真字愤，遂诛季安。乃谕其党曰：造信者李、郭尔于魔所。问善业卧北城上，借麾下曰：勿以我类儒家，当取吾首。献帅府。众曰：公何为出此言？我辈唯有效死而已。遂律众来归，授金符，同知中山府事。是年冬，以兵300攻武先。先遣将律精锐2000拒战，善擒斩之。先走祸路，委其左段称臣。首复战拔之，入据其城，军事大振，自中山以南，绛州郡4。12庚辰，迁中山真定等路招讨使，寻嘉右副元帅，骠骑大将军，屯镐城。壬午，升镐城为匡国君，以善行帅府事。癸未。PG 2225。晋今无畏大将军，左副元帅。先穷迫请将，诏命复就镇。善奏。先郎子野心，终必反复，请修城隍备之。未几，先果叛。律众来攻，火急西门，善出战，却之。先使其部下送元服老幼4000人南奔，善追夺之，彼复故业。先自是不敢复入真定，其部驱多来将。丙戌，以弓赐金虎符，
任行帅府事。壬辰，从征河南，至郑州。州将马伯坚素闻善民，登皮大呼曰：“皋成王，元帅在军中否？愿以臣降之。”善之前，免骤雨，伯坚果虑。众出将，善令军中秋毫无犯，民皆暗笃，愿从善北渡者以万计，授之土田，以安吉之。丙申，兼河北西路兵马副都总管。辛丑，授之中山府事。属县新乐的居冲要，迎送供给，备于他县，皆取于民。善均其劳役，所征或未给，折出家资代书，民得之。又放家童500人为民，咸怀其恩。癸卯卒，年61。黄庆元年，赠迎亲荣禄大夫、司徒，追封济国公，谥武进。子庆渊，为行军千户，征淮南死，赐庆端。庆端自政府，初为郡管库，进水军提领，训练士卒，常如临敌。拜礼坦于老僧口，以供佩金服，为千户。兼驻大都城。一戍清口，宋兵来攻，守江战死，陈玉县，庆端拔刀示众，果创立战，陈得以全。群盗四起，复即走之。晋武节将军、管军总管，领左右中卫兵。从事祖北征，还迁右卫清军副都指挥使，进士卫军都指挥使，建威武营，以处卫兵，经化田卢使。各安业。别立神锋军，亲教以绝章弩计，坐枕霞堂，西立局。郡渠构事，如治家事。至元19年，改詹事臣。时有私欲救危，五代粟数万石，既饥民。豫宗在东宫，以问庆端，庆端对曰：“兵民等耳，何奸焉？”即命与之。帝常遣进士夜出伺察，为罗卒所执。进士以实告，卒曰：“军中为之将军令，不知其他。”进士以闻，帝赏以黑貂裘。及亲征乃言，命庆端以所不从。时年60余，与士卒同甘苦，昼则换甲执兵迎敌，夜卧不解衣。PG 2226。暇则比士卒为军士，自相冒迁。征东之功，庆端赞化居多。臣宗即位，论议代公，拜金吾卫上将军，中书右丞，行徽正副使，兼龙福宫左都尉卫使，进阶资德大夫。大德2年，加荣禄大夫。平章政事，签书枢密院事，监使如故。以及卒。杜峰，字唐臣，汾州西河人。复归，以积德好诗，相称善人。封少有大志，倜傥不群，通兵法。至今为平遥义军谋克。配营服。太祖取太原，封律所部来将。黄就按敕纳延寿兵马都提控。从国王按察而攻平阳，先登。克绛州，解州珠宝，召集流民3万余家，以功赐金虎符，升征行元帅左监军。今人南遁，遂以封守河北。庚辰，上党公张开以万众寇汾州，封律金骑武。
谦拜之。从国王阿察儿、下怀梦、破温谷、木剑等寨，折仙登，攻洪洞西山，斩首600余级。攻松平山，破之，贼坠崖死1万。计获牲口甚众。今将武仙等往来超略平阳、太原间，行路梗塞。壬午，受封龙虎卫上将军，河东南北路兵马都元帅，便宜行事。遂破玉女、歌渠等寨，俘获1000余人。丙戌，从按敕纳言，攻益都，今守江突围出，封战恶之，斩首1000级，捕虏20人。益都下，遂掠得登来，将岛民万余。己丑，以本部取庆州。由是同堤、武乡、襄垣、绵上、庆元诸县皆下。辛卯，命封府。定平阳、太原、真定及辽、庆卫将山寨，皆平之。以为申庆。州长官，长官者，国初高爵也。在庆10余年，宽徭薄赋，劝客农桑，民以富足。丁未，请老。丙辰，即卒于家，年60有7。庆人立祠，岁14焉。子3人，司明、司中、司敬。司敬是世祖前邸，由平阳路。同知类迁至书侍御史。阿合马败，台臣皆罢去，司敬以地所眷之，独留。初为安西路总管，迁陕西行省事，历汴梁总管，在入中台为侍御史。时桑歌以罪诛，封纪为之正肃。未几，拜参。PG 2227。知政事，改四川行省左丞，不复，升中书左丞。致仕，年80。6卒，谥文定。时抹背牒儿。时抹背牒儿，契丹人。父陶业儿，喜霸州。背牒儿是今。为霸州平曲水寨管民官。太师、国王穆华黎律师至霸州，被牒。而营将穆华黎察其智勇，其之擢为千户。遂甲戌，从穆华黎晋太祖于雄州，配以营服，充汉军都统。帝赐牛栏山、玉镜。陆汉军，穆华黎以被牒而可用，奏事之，因请立麾下，从平高州。乙亥，授左监军，配金符，与北京都元帅吴也儿分领警。州红罗山，北京东路汉军2万。又从夺呼兰舍李必逊的山东。大名。比至明州，城守甚坚，师不得进，被牒而不避使时，虑众先登，遂拔之。丁丑，从平益都、宜、密、来、资、务营。从定太原、新、代、平阳、吉、习、可兰、汾、石、绛州、和中、陆、泽、辽、庆。辛巳，穆华黎陈至深被牒而为龙虎卫上将军、霸州等路元帅，配金虎符，以黑军镇守固安水寨。既至，令兵士屯田，且耕且战，披荆棘，立庐舍，数年之间，陈氏西完，为燕京外壁。庚寅，朝太宗于行在所，赐金符。辛卯，从国王塔斯征河南。癸巳，从讨万奴于辽东，平之。被牒而使从。
征伐，及后为将，大小百战，所至有功，年70，以及卒于官。字九察剌，察剌，贾塔剌浑。贾塔剌浑，冀州人。太祖用兵中原，目能用炮者即为兵。授塔剌浑4路总押，配金符以降之。即攻益都，下之，加龙虎。为上将军，行元帅左监军，便宜行事。师还，驻迁州，即古乌孙国也。岁己丑，将所部及契丹、女直、唐兀、汉兵攻沃托拉而成。塔剌浑都诸军，血陈先入，破之，及军中败元帅。改迎亲荣禄大夫。从睿宗入散关，略关外4州，经兴元、渡汉。PG 2228。将略唐、邓、申、豫诸州，古行而东，河南平。升经紫光禄大夫，总领都元帅。从大帅太赤公徐丕平之。16年卒。子超而赤袭，从诸王爷孙哥、塔察而南征。戊午，卒于军。子季驴袭，卒。第68袭。至元5年，诸军为襄樊。9年，68率所部数骆驼岭夷自城，力炮樊城南，不发，以待敌心。俄率锐卒突出，攻其城西，破之。以弓刺营壁，鞍马，弓矢。11年，诸军南征，渡江。明年，加宣武将军。宋常州守陈瑶。坚守不下，68发炮摧其城壁，以纳诸军。宋援兵突至，力战却之。常州季克率府令总心腹炮守军。临安将，加怀远。大将军，从诸军追宋2王至海，下30余城。14年，加昭勇大将军。15年，领南军精锐者入卫，加辅国上将军。18年，论功，受奉国上将军，管领炮守军都元帅。20年，巴都元帅。更授炮守军将万户，配3诸虎符。26年，卒。奥敦世英。奥敦世英，女真人也。其先世世经，为资州剌史。遂癸酉，太祖兵下山东，资州民奉世英及地保和营将，皆授以万户。是因倜傥有武略，由万户迁得新府尹。时经经略使苗道润律重狱。赴山西，是因与战，克之，将尽杀所俘。其母责之曰：“汝华卒也，未死而降，此卒吾耳，屈之死战，何忍杀之耶？”遂止。是因从数骑巡部定襄，卒于军。保和由万户升昭勇大将军，得新府元帅，西湖府，改雄州总管。寻以元帅领真定、保定、顺德诸道农事，凡辟田20余万亩。改真定路劝农事，兼领诸属，赐居地、容器、裘马，给户，食其租。年56，致仕。保和4子：西凯、西元、西鲁、西尹。西凯袭劝农事，皇太后西以景服，曰：“吾坠汝事也。郡县有水旱，必力请捐租调，民赖之。南征时，
至军储仓于汴。PG 2229。魏遂书河北诸路粟以食之，分东越3县，失中县者死，力争。敛五法，民甚苦之。奚凯知其弊，捐凡苛而民不扰。寻以劝农。始兼之冀州。奚凯至，为数曰：见宋之俗为变。蒙古军取民田。穆久不归，奚凯悉夺归之，均无怨言。至元2年，迁顺天治。中3月，改顺德。又于月，升之河中府，至满归调。时阿和、马专政，官以会陈，奚凯不往见之，降武德将军，知锦州。数月卒。奚元，张德漕运使。奚鲁，礼州路总管。奚颖，中统3年，李坦叛济南，世祖命丞相使天泽讨之。奚颖夜天泽，免臣。厉害，愿及贼自效。是其射，壮之，命冲真定路行军1000户。与贼战，使无虚发，贼败走入城中，诸王哈必敕赏银50两。奚颖请驻外城为之，深沟高垒，肆其粮绝，不战而坐待其困。天泽从之。坦既就秦，至元11年，书密录其功，自幼未经历。6迁至同知广东道宣慰司事，卒。田雄。田雄，字义英，北京人也。幼孤，能数力，以骁勇善骑射。知名，今莫属军都统。遂兴魏，太祖军至北京，雄率众出将。太祖以雄立太师，国王穆华黎麾下，从征兴中、广宁诸郡，定抚州县20有9，平锦州张金兄弟之乱，从攻博乡、行、象。兴4，从攻陆、房、绥、嘉诸州有功，穆华黎城至受雄袭，及州剌史，兼镇戎军节度使，行都元帅府事，平汾西霍山诸诈。壬午，以穆华黎命，授河中帅，听时天应节制。太宗时，从攻西河、兴元诸州，又从攻夔、万诸州。论功尤罪，赐金符，授行军1000户，召为御前先锋。请之，使攻破真州雷家堡。奉旨招纳河南将赋的户137000有奇，民皆暗睹。而别部将效纵，兵掳掠，民惶惧毁将，雄立为救护，致出己财与之，民得免于害。癸巳，授政府陕西总管京兆等路事。时关中苦于兵革，郡县萧然。雄披荆棘，立官府，开城祸福，招来4山堡寨之卫将。PG 2230者，或其人，皆未遣之，由是来复者日众。雄乃教民立田、京赵大治。是闻，赐金符。定宗时，入境于和陵。以及卒，年5。18，后追封西秦王。子8人，大名袭职，知京兆等路都总管府事。张拔都。张拔都，昌平人。遂兴魏，太祖南征，拔都率众来赴，愿为前驱，遂刘备宿魏。从晋城汉都虎溪征回纥，河西诸藩，到陇属入洛，屡战，流矢中夹，不少却。
帝闻而壮之，赐名拔都，自是汉都虎一专任之。甲午，金王以汉都虎为炮手诸色。军名人将都元帅，守真定。汉都虎卒，无子，以拔都代之。即汉都虎兄子善舌少长，拔都请于朝，归其政而终老焉。子芒古台，从宪宗公属钓鱼山，苦竹2垒，冒犯史实，屡错而不举，遂以勇敢闻。中统元年，赐银符，御役炮手军服饰。巡役金符，为行军千户，从征相反有功，卒。子氏则袭，从臣。相伯言南征，大小10余战，皆有功。又从平广西。明年，收穷。万株洲，拜宣武将军、行军总管。未几，千户万户，加名威将军。从镇南王托欢伐交趾，既还，即再举，将校就常往者，许留续之。有托欢者，当行，是病，不能起，是则曰：吾祖父以武勇称，吾蒙其余则，何国厚恩，当书中王室，增光前人。其可苟为自安济耶？立请代之。凯还，人服其意云。张荣，青州人，后徙鄢陵。遂甲戌，从太保名安将，太祖赐虎符，授怀远大将军、元帅左都监。乙亥正月，奉旨略东平，益都诸郡。戊寅，领军将，从太祖征西域诸国。庚辰8月，至西域莫兰河，不能涉。太祖诏问济河之策，容请造舟。太祖复问舟卒难成，济师当在何时？容请以1月为期，乃督工匠造船100艘，遂济河。太祖嘉其能而赏其功，赐名务素赤。PG 2231。癸未7月，升正国上将军、炮水手元帅。甲申7月，从征河西。乙酉，从征关西5路。10月，攻凤翔，炮伤右臂，帝命赐银3。时定，养病于云内州。庚寅7月卒，年73。子奴婢，袭佩虎符，炮水手元帅，领诸色军将。太宗伐金，命由关西小口赴今昌州等郡，以为金王。戊戌，授怀远大将军。癸卯3月，升辅国大将军。甲辰2月，领蒙古、汉军，守军州。戊申9月，宋兵袭军州，奴婢拒战，大败宋师。己酉时，1月，复与宋兵战，留使中右臂。中统3年卒，年75。子军佐，袭佩虎符，炮水手元帅，戍蔡州。5年，都元帅阿术命将炮手兵攻襄阳。至元8年，调守襄阳一自城、沱驼岭，攻南门牛角堡，破之。攻樊城，亲力炮摧其角楼，樊城破。10年，襄阳将参政阿鲁海牙以宋降将吕文焕入朝，奉旨召蒙古、汉人万户凡20人必见，各以功受赐。帝亲谕之，令还政。11年，从军下汉江，至沙阳。
丞相伯颜命绿炮守军攻其北面，火炮焚城中民舍己尽，遂破之，赐以良马、金鞍、金缎。又以火炮攻杨罗堡，破之。12年，从大军与宋江、孙虎城战于丁家州。复从丞相阿术攻扬州，是年冬，又从诸军破常州。13年，升怀远大将军，人炮水手元帅。秋，军左屯军征杨坚，绝宋粮。道宋至李廷之，都统将财弃城走，扬州平，以军左为安庆。抚安抚司军名达鲁花赤。14年春，安庆野人原及司空山天堂。贼将攻安庆，军左密察知之。时城中军仅数百人，军左命一贼出没要道，贼不敢入，乃寇黄州。行省命军左律众赴黄州，因以为黄州达鲁花赤。15年，加正国上将军，人炮水手元帅。19年，命律兴复汉军万人，修胶西闸坝，以通漕运。21年，兼海盗运粮食，是年卒。赵天锡奔亨。赵天锡，字寿之，官士人，属经济兵器，其祖以才雄乡里。PG 2232，为众所归。征右之乱，复灵宝官士有功，授官士臣，而升为令。大安末，天锡入宿左军，补修武校尉，兼明水县酒。太祖遣兵南下，防御使苏振以为官士令，乃窃县人避桃园、天平诸山。遂兴四春，归行台东平岩石。时素知天锡明，遂着力帐下，从征上党，以功授官士令，而迁元帅左都监，监令如故。甲申，宋江彭义兵据大名，官士元帅李全将之，人心颇摇。天锡令众孤少避其锋，以图后举，乃律江左往一大将备理海军。未几，破义兵于真定，授左副元帅，同知大名路兵马都总管事。李全在大名，结其帅苏春，纳今河南从义正替，日以取官士为事。天锡每战折胜。一日，替自将万人来攻，天锡虑死势沉沉，力战3昼夜，替渡不能下，乘风埋遁去。己丑，朝行在所，上便。名士幽诏从之。戊戌，征宋，驻兵旗，黄坚，被并还，卒于。官士，年50。子6人，奔亨嗣。奔亨字文甫，袭行军千户。己未，从国兵渡江攻鄂，有功。至元5年，总管山东诸义军，征宋，攻襄樊。奔亨出超齐、黄，以500人把野人援写山寨，修白河新城。7年，携元帅刘枕朝。京师，命为征行千户，赐金符及1代鞍马。攻樊城，冒矢石。拥遁先登，破之。11年，修东西镇阳城。3月，败下桂鱼。淮亦以济南、汴梁2路新军。12年正月，从攻镇江，与宋江孙虎城、张世杰大战于焦山，杀掠甚众。13年，江南平。
以功升宣武将军。14年，授虎符、怀远大将军、处州路总管，辅达鲁花赤。魏行是道发感浦，行省袭为招讨使，率兵平之。魏己，处州青田县纪文龙、张燕杀赵知府以叛，奔亨获其党，使之期县拒反。纪文龙自属为两浙安抚使，据处州天庆关。奔亨率众围之，将其士300阵于下河门。贼出战，以旌旗蹂之，遂弃城突围散走，斩首3级。奔亨入城，乃召散王，立官府。张燕复合2万众来攻，镇扼西南。奔亨奋兵据守，自将精锐乱。PG 2233。刘冲急，蜀万户忽都台以援兵至，自巳至亥，贼方退，文龙逆死。忽都台以处及乱山为州，无城壁可视，且反侧，欲屠之。奔亨曰：我受命来监此郡，贼故可杀，良民何辜？不从。将士掳掠子女金帛，奔亨捕的唱律者杖之，人各求所失还之。州民乐服。15年，龙泉县张三八合众2万，杀庆元县达鲁花赤也宿台儿，且屠其家。奔亨将其士500往讨，与贼将阵先锋。陈寿山3000余人战于浮云乡，斩首300余级。38军于县西，贼3战俱败。军还，贼众水陆俱设伏，奔亨则不促骁悍者使前，贼不敢进。继而衢州贼陈12聚2万人，遂昌业丙6邑聚3000人助之。奔亨前后斩首3000余级，悉平之。17年，改处州路，管军万户。22年，还官事，卒，年57。PG 2234。列传第39。张敬亨好故。张敬亨，字敬清，冀州南宫人也。其兄同知安武军节度使，是领早强令号，以冀州数道之众，复延时于青崖，后从时来。归，晋号安武军节度使，西征，战梅。遂务营、太师、国王墓。华黎城治属敬亨袭号爵。敬亨涉猎书史，小心未甚，临事周密。时弃之，以女妻焉。时真则陆偏将李信，朝海相继降于宋。敬亨拔涉险阻，昼伏夜行，仅免于难。时遣子忠贞入职，命敬亨与拒。丁亥，从国王被罗征一都，以功迁昭义大将军，领恩州剌史，兼行台马步军都总领，再迁郑国大将军。时征淮楚、河南，敬亨皆从。甲午，从时入晋，命为东平路行军千户。为安庆，其首将走，邀击之，斩首100级，俘获无算。公光之定城，俘其将士时有5人。略信阳，直赴州将军之才。攻六安，拔之。大小数十战，侧攻居多。时卒，其子忠继奏敬亨权之东平府事。东平共赋律备他道。迎宋公议，不书欲送，日不暇给，历7年，立位而民安之。辛亥，宪宗即位，
从中计入境。10包银制行，朝议户赋银6两。诸道常例有折请示行于民者，敬亨面责之曰：诸君职在亲，民之利病，且不知乎？今天言咫尺，知而不言，罪也。臣命而归，是不克己，罪当何如？且五方土产各异，随其产为赋，则民变而易足，必则输赢，虽破民之产，有不能办者。大臣已闻，明日召见，如其言以对。帝视之，乃得捐户额3之1。人听民书他物，遂为定制。欲赐敬亨金虎符，辞曰：虎符。PG 2235。国之名器，常遗道者所佩，臣立中继麾下，复佩虎符，非制也。臣不敢受。帝亦喜，改赐玺书、金符，恩州管民万户。中统3年，李坦判，敬亨从严中犯战于姚强洛，胜之，改本道奥鲁。万户4年，授金虎符，分江本道兵，冲万户，戍宿州。守严，遍堤南北，沃壤闲旷，宜屯田以资军食。乃分兵列营，以食众议，选千夫常都劝之，事臣积年皆获其利。至元8年，改怀远大将军，资来路总管，巡监军事。11年，诏伐宋、晋。亨在选中，闻命就道，曰：此报效之秋也。分道由安庆度。将丞相伯颜留之戍镇江，兼与民政，一以镇境为务，占焦山、瓜州，皆有功。13年，卒于官。字好古。好古字幸甫，少读书，善属文，气识宏远，勇而有谋。父敬亨权之东平府事，言中继承制以好古权其父君，戍宿州。5奏征授行军千户，攻樊城，升中流使，战不少却，主将金。其功，赏银100两。略阳，巡太兴，海门而还。及少伯代，拔之。从大军攻鄂。中统元年，还宿州，中继命兼恩州剌史，访明末。革利弊，立为条约。未几，移戍祁县。李坦判，据济南，宋人。攻齐，好古率兵迎击，力不敌，死之。时敬亨在济南军中，闻之，哭曰：吾儿死得其所矣。帝好一袭，下江淮有功。王真，字国宝，大名南乐人，世为农家。真慷慨有大志。经末丧乱，所在盗起，南乐人杨铁枪聚众宝乡里。太祖遣兵攻，破河朔，铁枪以兵应之，行营率按指属真军前都弹压。铁枪语，金军战死，众推苏春带领其众。宋江彭义兵率师侵大名，春战不利，降之，义兵遂据大名。真弃其家，兼盗走还军中，按指加其臣，待遇义后，以为甲子。复从宿鲁忽急走义兵，苏春矣。大名将真妻子故在，真与之曰：吾非弃汝辈，臣不以私爱，夺无报国之心耳。闻者称叹。授郑国上将军，大名陆志忠。
PG 2236。军前行元帅府事，俄以取宁海，作成功，迁辅国上将军，复授。统摄开曹华郡等处行元帅府事，兼大明路安抚使。苏春复预判，归京，真觉之与元帅梁仲先发兵攻春，春开南门而遁。国王沃真受重行省，征骠骑卫上将军，同知大名府事，兼兵马都元帅。从速部台经略河南，破荆江5先于郑州，复与金人战于萧县，斩其将，请之，众死。国王命仲期染守真权行省事，征为大明路尚书省下都元帅，将其军。国用安据徐丕，征从太赤。及阿术鲁公拔之，受同迁大明行省事。从军伐宋，破光州、枣阳、卢、寿、滁州，征长生先诸将，屡有功。宋城五河口，征率死士20人夺之，宋人遁，陈胜尽失，连破壕、泗、倭口。遂庚子，入见太宗，授总帅本路军马管名次官，配金符。真言。余帝曰：大明困于复调，待借西域古人营80挺，及不良武万斛，若复征之，民无生者矣。赵官场所借营，复尽捐其不良，已而朝廷亦分蒙古、汉军戍河南，以征戍睢州，修城隍。明赤后，宋兵不敢犯。己酉，入朝定宗，进本路征行万户，加京户服。在正9年卒，年65。子文干，善骑射，其为行军万户。己未，从事祖公鄂州。先登中流使，赐以良马、金帛。李坦叛，从哈必赤讨平之。哈必赤论功，予以观赏。文干对曰：曾至则荣及一身，赐金，则恩逮麾下，乃以白金2000两，器皿百事，杂彩数百间赏之。文干西班之军中。中统3年，至，父兄弟子并仕同途者，罢其弟子。文干弟文礼为千户，文干自陈，愿解己官而留文礼。赵从之，改同知大明路总管府事，累迁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。晋臣言其鄂州之功，升迁东川行枢密院事，历泉州、卫徽东平总管，改江东健康道提刑按察使，卒于官，年58。发其妾中，前景7名，平不能归葬，人以此称之。杨节止歌。PG 2237。杨节止歌，燕京宝地人，家世业农。节止歌少有勇略，太祖略的燕、赵、律族属将父。从公辽左，即从元帅阿术鲁定西。下诸部，有功。己丑，睿宗赐以金币，命从阿术鲁公信安。阿术鲁知其才略出诸江右，命裁决军务。信安承四面阻水，其帅张进数月部将，节止歌曰：彼事俱尽，我师进不得力，退步得归，不若往说之。进见其来，怒曰：吾以斩2使，汝不惧死耶？节止歌无惧色，从容言曰：今齐、鲁、燕、赵
地方数千里，郡邑闻风纳降，独军视此一城，内无君处，外无兵源，王可立呆。为君计者，不如请将，可以保富贵而免死亡。晋默然曰：孤呆之。凡3往，乃降。辛卯，大明守苏春。叛，讨获之，众议屠城。桀止歌曰：怒一人而族万家，非招来之道也。众视其言。由是华、郡等州闻风纳款。人臣师赐徐州，组合不得计。桀止歌叹之有贼兵操舟及浮草泽中。虑尽卒数人，平和及之，悉夺舟籍，众遂得渡，获河南诸郡将，人3万余户。进攻徐州，今将国用安拒战，桀止歌率100余骑突，入阵中，迎击于后，大败之，秦亦将而还。皇太帝国王驻兵河上，见之，赐名拔都，授金符，命总管心腹军民，以为太宗。特赐桀止歌种田民户租赋。丁酉，从阿术鲁公归德，桀止歌徽。诸将覆草作伐杜豪抵城下，踢城先登，拔之。由是进攻，得5州10县4保2寨。己亥，宋兵至，以登归德城，桀止歌率众拒战，败之。虑州师追击，转战中流，溺死，年40。子孝先，孝友。孝先，迁江北淮东道肃镇廉访司事。孝友，镇江路总管。刘通，刘通，字仲达，东平齐河人也。初从岩石来归，即从收仆。曹、相、陆、定陶、楚丘，时见于太师穆华黎，以通为齐河总管，巡授郑国上将军、左副都元帅、济南知府、德州总管，行。PG 2238，军千户。太宗西金符，升上千户。宋江彭义兵攻齐河城，率众夜登，通与6、7人鼓噪而进，宋人惊惧，坠溺死者甚众。明日复河，围城3匝，通令守皮者直槊如炙，而从撤去。宋人惧其相己也，大溃。义兵仅以数其免。遂丁酉，迁德州等处2万户，军民总管。遂并陈卒。子傅亨，其为行军千户，从岩石略安丰、通、泰、淮、亳、泗、齐、黄、安庆诸州。宪宗西征，傅亨设万户，统东平军马。公调于山苦竹寨，有功，师还，兼德州军民总管。中统元年，奉旨戍河陵，还授虎符，进5位军副都指挥使。李坦叛，遣使招傅亨，傅亨力斩之。时遣兵讨贼，及济南，伐时，傅亨进。初其思绪以济师，世祖加之，赐白金5000两，傅亨故辞。至元2年，晋左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。4年，迁右翼。9年，加昭永大将军、凤州等处经略使。10年，迁征东左副都元帅，统军4万，战船900，征日本，与倭兵10万余，战败之。还招降。淮南诸郡邑。12年，
授昭信路总管。14年，迁黄州宣慰使。15年，改太平路总管，而授镇国上将军，为淮西道宣慰使都元帅。20年，加奉国上将军。3月，卒。子5人，号泽、李、渊、怀。号中统4年袭千户，至元8年没于兵。则由进士出为今湖北道宣慰使。李之长闵。周据早卒。渊至元11年，配金服，受进义副尉，为徐邳屯田总管下丁庄千户。9月，领兵巡逻四州，至淮河9里湾。遇宋军，战胜，夺其船30余艘。12年3月，与宋安抚朱焕，战于清河，败之，擒14人，夺其辎重。9月，从右丞别起礼，迷失攻淮安。13年，与宋人战昭信军南进平山，具有功。14年，北进，进武略将军、管军总管。15年，从元帅张弘范、甄敏、广、张、韶诸州，以功授武德将军。16年，从攻崖山。弘范命渊领后义军，水战有功。17年，晋安远大将军，为副。PG 2239。招讨。21年，迁颍州副万户。24年，从征交趾、镇南。王托欢命领水部军2万攻万节江，擒16人。济攻灵山城，贼众迎敌，大败之，失骸。28年，捕寇浙东，获其酋长3人。31年，兼领绍兴浙江武义军，守杭州，既以急促，大得11年卒。子吴惠，至大元年，袭授昭信校尉，颍州副万户，晋武德将军。延佑5年，以病免。6年，改河南江北行省都镇府。太定4年，加宣武将军。岳存。岳存，字彦成，大名官士人。初归东平盐时，承制授存武德将军，率府都总领，保官士。会经从以正替父据大名，据官。市井30里，遣兵来攻。替不得志，复自将万人合围，其势甚。张存率死士100余，突出西门，勇气10倍。今人退走，存追之。越境乃还。遂己丑，从延时及武先战于张德熙，败之，迁名威将军，行官士主簿。明年，存率骑兵200，步卒300，自张德北还，至开州南，与今江张开遇。开众万余，存军依大陵，解。其军曰：彼众我寡，不可轻动，当听五鼓声为节。乃命其士居前，步卒次之，与敌相去仅20步，一鼓作气，无不一当。百开众大溃，追20余里，不损一卒而还。破河南，攻淮汉，无益不语。辛丑，升本县丞。庚戌，移至楚丘，数年，有会政。乙卯，告老退休田里。中统3年，以急卒，年69。子天真，
袭副职官侍县军民弹压，从为襄樊，率府城至寿。管军百户，修立百丈山、鹿门等宝。天真律锐士，冒矢石，从樊城东北先登，为雷木所伤，堕的，复蹑梯以登，手刃数人。驻镇阳东西城，及于镇江造战船，天真贤懂其意。战焦山、平。奉化贼，陆公升管军千户。江南平，从元帅张弘范进地于柳林。赐金锦，迎安乐。受昭勇大将军，福州路总管，平游西贼。至满，改吉州，平永兴贼，后迁赣州。7年，迁建康，守定救荒。PG 2240。知政，名利碑以记遗爱焉。至大2年，卒于建康，年72。子过，会昌州同知。张子良茂。张子良，字汉成，涿州范阳人。金末四方兵起，所在募兵。自保。子良率1000余人入燕，既坚，根甲已绝，遂据州人，阻水。至州伐，取仆于自己，从之者众，志不能容。子良不乐定心。新城数万口，就食东平，东平守纳之。久之，守弃东平还变。袭子良南屯宿州，又南屯寿州。夏全节其民出击口，李敏据州。子良虑麾下造闽，闽欲害之，走归宿，因以宿率之众夺权所劫。老幼数万已骸。权怒，连徐披之军来攻。子良与宿率着其营。权失其军服，走死扬州。时经受重围于汴，声援尽绝，有国用。安者，徒以连水之众人援，道阻，游兵不能进。子良与一偏将，昼伏夜行，得入汴，达用安邑。今君臣以为自天降也，屈赐劳。来，凡所欲，皆如用安请，因以徐速受子良。明年，子良进。米510余汴，受荣禄大夫，总管陕西东路兵马，人至宿州。当世时，令以步行于陕，而用安邑猝不得志。徐、宿之间，明。无使者，出城时鲁遂已时，子良严兵护之，以防超略。卒狱。敌子良被重伤，乃率其众救14州。四守越兵，将屠之。子良与麾下10数人及军中身负其手。民不欲北归者，欲走蚌郡。子良资以州籍，无敢掠其财物。遂务虚，律4州西城25县，军民108000余口，因援。率阿术来归。太宗命为东路都总帅，授迎亲荣禄大夫，升京东路行尚书省兼都总帅，管领原附军民，进京紫光禄大夫。庚子，赐金符。自宾兴以来，子良转袭南北，依之以权活者，不可胜。忌癸丑，宪宗命为归德府总管，管领原附军民。中统2年夏4月，世祖命为归德4州总管，将虎符，仍管领4州军民总管。7年，罢原管户，立诸郡县，改授昭勇大将军、大名录总。PG 2241。管兼府尹。8年，卒，
年78，赠昭勇大将军，签书密院。是上清车都尉，追封清河郡侯，是义敏。子二人，长茂，赐亨。亨配金虎符，为管军千户。子羽，立袭，卒。子建袭，茂字之美，为弱冠，以有父封。世子良官。今冬，故茂领其众，从丞相阿术军，立归德府，以其军镇之。宜镇下邳，知归德府事。李坦叛济南，以其兵戍蔡州。中统元年，宣授4州军总把，配金符。至元7年，着济南诸路新军签。虎9年，从破襄樊有功。11年，丞相伯颜南征，其行正矣。华车弩为先，而众军继之。茂以勇志，将弩前行，反所过山川。道路险狭，通粮乏，平堑井，安营设伏，出纳其计，伯颜信用之，擢为省都政府，水陆并进，其任甚重。施压临安，灭宋。以其主及母后群臣北还。驻瓜州，伯颜命茂往豫淮西下桂，复以2界，将其士直趋合肥。桂出营，设兵礼。茂士以逆顺祸福。此指雄立，桂受命顿首，上地图，降书，持还报，伯颜大喜。复令行训镇朝、安丰、寿春、怀远、淮安、亳等州郡，皆下。复使之便欲列陈军名，使之地之得意。13年，茂持议至上都。伯颜上其功，宣授茂名威将军、4州安抚司达鲁花赤。14年，改安抚司为总管府，至宣慰使以统之，拜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。16年，改授怀远大将军及州路总管。茂恶依历时，虑之以简，盛行平正，处之以公，兴辅治。设义仓，虽能力不过也。不识者刘宣委之，凡有所成至，朝至。细报，豪强悚然。郡万户苏粮，世事为报，为之役者有10户。之木，民甚苦之。乃上其10余县府，尽诸10户者，夺2户服而处之，民大悦。群盗有虑众将白昼结成者，茂闻之，虑从其道。其血，复其酋长以归。明知流亡与远郡之来归者数千家，相虑。为生祠以祀之。17年2月卒，年63。赠昭勇大将军，龙新路总管，上清车都尉，追封清河郡侯，是宣敏。子二人，文。PG 2242。焕以复印，任乘务郎，江州路瑞昌县尹。文炳，三岔河巡检。文焕子归，初为高安县尹，有议政，由是擢为江西检校，拜南台御史，即为淮西、江西2道连访佥事，用能事其家云。唐庆，唐庆，不知何许人，是太祖，为管军万户。太祖伐金，以庆全元帅左监军。岁丁亥，赐虎符，授龙虎卫上将军，使金人臣。太宗复以庆为国信使，取金质子，都岁毕，以金曹王来见地于关山。7月，
使庆再往，令金主处帝号称臣。金主不听，庆者以与亲之，金君臣遂谋害庆。夜半，令兵入馆舍，杀庆籍。其弟山路、新路并从行者17人。既灭金，构求庆师不得，后续其家，赐金50斤，诏观其子，人计其家人口，给粮以养焉。其荣显，字仁卿，聊城人。父望，今同知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。荣显又聪悟，总角与群儿戏，画的为战阵，端坐指挥，各就行列。9岁，代父任为千户，配金服，从外就延时来归。屡立战功，攻亳州，宋兵备城为阵，荣显薄之，所向披靡。其蜀王孝忠力战，中勾戟，荣显断戟拔孝忠出，复逐北，入其府。而还主帅察罕壮之，赐马铠银器。兵趋五河口，抵大堤，荣显携数骑前行参敌，直罗其数十，从者将退走。荣显曰：彼众我寡，若是以怯，必为所成。元公策马，射杀2人，乃还。进拔五河口，身全行军万户，守宿州。堕马伤骨，不能复从军。改提领本路课税，又改本路诸军政府，兼提控经吏司。知段事。官勾效诸路缉捕，官吏往往遭构辱，荣显从容办理，悉为捐代。从时入朝，授东平路总管府参议，兼领亳州防御使。时投下，亦各分所属，不立东平。荣显力辩于朝，遂止。即攻淮南，道出东平，民间供给，费银2万锭。荣显亦段事官运之，得折冲。赋税，民赖以不困。中统元年，夜告世卿，闲居10年，卒。PG 2243。石天禄，复归，山东诸路都元帅，现今死节建忠义。传天禄袭爵，被鲁城至授龙虎卫上将军，东平路元帅，配金虎符。时宋江彭义兵取大名及中山，天禄于备里海率兵败之，获义兵。又拜金江武仙，屡立战功。丙戌，被鲁以功奏千金。子光禄大夫，都元帅，镇戍边隅，数与金人战，未尝败北。人臣皇太帝托雷南渡河，天禄为前锋，战退金兵，夺战船数艘。夜至归德城下，袭其营，杀300余人。今江城防御出兵追为天禄溃为复战，金兵退走。提兵掠伯及徐，所过望风复降。癸巳秋9月，破考城，复为归德。冬12月，归德降。甲午，入晋，改授征行千户，冀、兖、丹3州管民总管。以为从扎剌温火而赤渡淮，攻随州，至襄阳嘉禾寨，战退宋兵，扎剌温火而赤赏以战马。又从攻齐、黄，攻居其首。时诏天禄扩户东平，军民赋税并依天禄以扩及策，延时不得科收。天禄以并部任职，以子兴祖袭。明年，
天禄卒，年54。子时人，新祖袭千户，官武略将军。即位，从伐宋，攻鄂州。至元4年，由肃州率兵超沿淮诸郡，获宋参祀者10余倍。统军司赏马20匹，银500两，锦20端。12年，攻常州，为先锋，功在珠江上。宋王帝公，升宣武将军，管军总管。戍温州，土贼林大年等构乱，出兵围之，斩首1000余级，召集南西山寨归农者3万余户。16年，升显武将军，配金虎符。19年7月，卒于军。字金嗣。石抹阿兴。石抹阿兴，狄烈歌氏。遂以害，率北京等路民12000余。户来归，太师、国王穆华黎奏授郑国上将军、御史大夫。从疾。黎州，死焉。子察剌，仍以御史大夫领黑军。初，其父阿兴所将军，皆 PG 2244。猛士，依黑为号，故曰黑军。遂己卯，召黑军分屯征定、固安、太原、平阳、袭、及可兰间，请之南征，以黑军为前列。豫南兵遇于河，察剌大呼持之，陷其阵，渡河再战，尽一之所。豫陈义真先款赋，长驱导汴州，入自仁河门，收屠籍，镇吕儿。还论功，黑军为最。即从国王军征万奴，为南京，城坚如砾。帖察剌命偏将先警其东北，亲奋长硕大呼，登西南角，摧其飞虏，首战疲卒数十人，大军乘之，遂克南京。结旦，穆华黎解禁衣赏之，累授真定路达鲁花赤，卒于柳城。子库路满袭职。从公相反，与从弟杜剌立云梯冲其谍，杜剌死焉。中统3年，库路满从真理坦，先登，非始终俄而卒。刘彬思进。刘彬，济南历城县人，少孤，居于大富。有永历，从济南。张荣起兵，为管军千户。遂壬辰，攻河南，以攻受忠义都统。公虽阳军，军信堆，距陈州70里。文成整军于近郊，兵虑众，夜破之。又即走太康守兵，秦其江。3日，太康县。容言于帅。阿术鲁曰：太康之平，摧其锋者，兵也。夷屯襄阳，军伐。兵之轻陵多击鼓，前阻大泽，水深不可涉，城可取壮。众南之，兵斥之曰：彼势险，不我于，取可避也。乃率百骑。夜发，获敌人，使到之前。行乌泽中50余里，遇敌兵，兵舍。马挥槊突敌，败之，得其粮数千斛。迁官之中外诸军事，从攻。六安，先登，破其城。癸卯，捉济南推官。辛亥，授本道左副元帅。乙卯，升济南新旧军万户，移镇邳州，宋江旦之。己未，并谓其子曰：居官当廉政自守，无独或以丧身败家。
与弼儿氏，年60有2。赠中奉大夫，参知政事，护军，彭城郡公，侍武装。字思敬。思敬，赐名哈巴尔都，袭父职，为征行千户。世祖南征，从董文炳攻台山寨，先登，中流矢，伤甚，帝亲劳赐酒，一斤。PG 2245。服。中统2年，授武卫军千户，从讨利坦，赐银60锭。4年，授济南武卫军总管，补道有功，又赐银1000两。至元3年，授淮远大将军，侍卫清军左翼副都指挥使。4年，命驻京城。8年，授广威将军，西川副统军，配金虎符。9年，宋嘉定守城暂万，授城虚攻成都，哈巴尔都邀集，败之。战于青城，宋兵大败，夺所俘2000人骸。12年，转同迁行枢密院事，复攻嘉定，取之。卢、叙、中、福诸部及8县仇胜，归云、石笋等寨19。卒，及西南夷56部，西来将。13年，为重庆，拜宋江张万，得其州100余。6月，泸州复叛，哈巴尔都妻子梅焉，乃率兵讨秦齐将仁庆，攻破盘山寨，俘9000余户，又获齐将刘雄吉、王世昌等。夜入东门，巷战，杀王安福等，遂克泸州。复攻仲庆，齐将赵牛子将，秦守城张觉。16年，蜀平，拜中奉大夫，四川行省参知政事。行省罢，改四川北道宣慰使。17年，授正奉大夫，江西行省参知政事，至吉，干道，民赖以安。20年卒，年53。赠推中宣立果义功臣，平章政事，柱国，封兵国公，侍中肃。子思公，字安道，累官昭义大将军，右卫青军都指挥使。思义，宣武将军，昌国州军民达鲁花赤。赵柔，赵柔，涞水人，有胆略，善骑射，好诗语。今末避兵西山，诈险以保乡井。时刘伯元、蔡有资、李纯等亦各聚众数千，闻柔信义，共推为常。柔名号令，言约束，重赏罚，为众所服。遂癸酉，太祖遣兵破紫荆关，柔以其众将，行省巴札奏闻，以柔为捉，议2州长官，配金符。丙戌，群盗并起，柔单骑便入。朱诈说将其众，以攻迁龙虎卫上将军、甄定捉等路兵马都援。帅，配金胡服，兼营野总管。庚寅，太宗命监管诸处打捕总管。丙申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卒。至顺元年，追封天水郡公，侍庄。景，曾孙世安，荣禄大夫，江西行省左丞。PG 2246。列传第40。刘敏，刘敏，字有功，宣德清鲁里人。岁壬申，太祖师赐山西。敏10年12，从父母避的德兴禅房山。
兵至，父母弃敏走，大将怜而收养之。一日，帝宴诸将于行营，敏随之入，帝见其貌，谓异之。诏问所自，彼留宿卫。袭国语，约2岁，能通诸部。禹，帝加之，赐名誉出干，出入境榻，出为奉御。帝征西辽诸国，破之，又征回国，破其军20万，悉收其地，敏皆从行。癸未，授安抚使，便宜行事，兼燕京路征收税客，漕运、盐场。僧道、司天等事，给以西域工匠1000余户，及山东、山西兵士，立2军数验。至2总管府，以敏从子2人配金服，为2府长。命敏总其役，赐玉印，配金虎符。奏左立宋元为安抚副使，高冯成为安抚佥事，各赐银章，配金符。李征为参谋。初，耶律楚才总裁都邑，契丹人居多，其徒往往中夜挟公使掠民财官，不能进，敏录其渠魁，令诸事。又豪民冒及良民为奴者众，敏悉归之。选民习新立者，为司天太史事，新学校，进民士为之师。己丑，太宗即位，改造行宫卧殿，以为成和陵，建万安宫，设宫为司局，立驿传，以便供书。既成，宴赐甚渥。辛丑，春，授行尚书省。诏曰：卿之所行，有司不得与闻。而雅鲁瓦赤自西域回，奏与敏同治汉民，帝允其请。雅鲁瓦赤素刚上气，齿不得自专，遂比其属芒戈而诬敏以流言，敏出手诏，视之，乃已。帝闻之，命汉察火而赤。中书左丞相年和崇山 ，PG 2247。奉御礼简节问得时，罢雅鲁瓦赤，仍令敏独任。复辟李征为左右司郎中，征在幕府20年，参赞之力居多。丙午，定宗即位，诏敏与奥都剌同行省事。辛亥夏6月。宪宗即位，诏复行在所，任命与雅鲁瓦赤同政。贾因请义子世亨自代，帝许之，赐世亨银章，配金虎符，赐名塔而台。帝欲世亨以不从命者处之，又赐其子世纪名散筑台，为避蛇翅。入宿卫，帝伐宋。幸闪佑，敏于急请见，帝曰：卿有疾，不召而来，将有言乎？敏曰：臣闻天子出巡，亦当护从，敢辞疾乎？但中原土旷民贫，劳师远伐，恐非计也。帝弗纳。敏还，退居年丰。世祖南征，过年丰。敏入见，谕之曰：我太祖励精图治，见而知者为亲耳。汝春秋高，其会赐以为后法。未几，病归于燕，夏4月卒，年59。王吉，字巨川，凤翔国县人。父庭，今武节将军，临有主。不即性倜傥，若冠举进士部第，乃入终南山读书，涉猎孙。5. 太和中，复下帝，亦阙上书，欲当世及物，今主笔给事晋。山元帅府。
寻用元帅高旗舰，特赐进士出身，授副统军，守捉陆隘。太祖将兵南下，即鏖战3日，兵败见直，将戮之，神色不变。太祖问曰：汝何敢抗我师，独不惧死乎？对曰：臣以布衣受恩，是捐躯报国，今既奋君，得死为幸。帝义儿视之，授都统，配以金服，令召集山西溃兵，从大军破紫荆关，取涿、益、保州、中山，均赐雄州。节度使孙吴坚守不下，即入城欲以祸福，吴遂以臣将贾诩授宣抚使，兼行尚书6部事，从三河拔都。太傅猛安率兵南征，下谷北口、攻济、云、顺等州，所过营将的汉军数万，遂为中都。以害中都将即进言曰：国家以仁义取天下，不可失信于民，宜尽掳掠，以为民望。时城中决力。PG 2248。人相识，乃许军士给粮，入城转跳，故事得金帛，而民获利时。又益田野久荒，而兵后无牛，宜岔关卢沟桥所军回所驱牛，时取其一，以给农民，用其说，得数千头，分给进县，民大悦，副业者众。三河、蒙安比及昭裕、保定、新城、信安、雄霸、文安、清、沧诸城，皆望封款赋，乃至行司于沧州以赈之。遂从蒙安入境，授迎亲荣禄大夫，任前职，兼御史大夫，世袭千户。时河间、清、沧复叛，帝命即讨之，复命驸马被突分盟。古军及久，汉军3000属籍，遂复河间，得军民万口。被突恶其反复，欲尽诛之，即解之曰：驱群羊使东袭者，牧人也，羊何之哉？兼其渠魁足矣。是此辈迁之进县，强者使从军，弱者使为农，此天之所以避我也，何以杀为？被突曰：汝能保此辈不复反耶？即曰：可。即以文保人之，俱得全活。帝命舍礼毕与皇太帝国王分拨诸侯王臣议，欲舍礼毕曰：汉人中若王宣抚者，可任使之。遂以前职兼判三司副使。后又命省城总括归附工匠之数，将彼大臣分掌之。太师阿海据列诸大臣名以闻。帝曰：朕有其人，偶忘姓名耳。良久曰：得之矣，旧人王宣抚可任是职。遂命即掌之。时都城庙学既毁于兵，即取旧枢密院的复创立之。春秋律诸生行事蔡礼，仍取旧祁阳石鼓列五下。丙戍，从征西夏，及秦州，夏人尽撤桥梁为备，军阻不得。前帝问诸将，皆不知计所出。及邺都士卒运木时，彼小乔臣均乃得进。戊子，奉监国公主命，领省中都。蜀道起信安，结北山道李密，转略进县，即曰：都城根本之地，何可无备？引水还城，调度经费，即自为劝，假之古人，
而敛不及民，人心稍安。遣南守谦率军讨诸道，平之。庚寅，从征关中，长驱入京兆，进客凤翔，请于太宗曰：“此城乡邦也，愿入城访，求亲族。”果的族人数10口已归。壬辰，从公汴京。癸巳，奉 PG 2249。命持国书使宋，以务鲁剌复之。至宋，宋人甚礼重之，即遣使以金币入贡。前后反5往，以和议未决，隐忧至极，卒于南。宋人重奉之，仍遣使归其旧，葬于堰。字六人。王守道。王守道，字仲履，其先真定平山人。今王群盗并起，州县吏多城乱贪暴不法，民往往杀令臣及属吏。宣抚司属守道为县尉，众阅之，因转赦令，改真定主簿，使天尼为河北西路兵。马都元帅，镇真定，既收大名，则陆、淮、孟城邑之未附者，以为辅经历。及今衡山公武先将，属为使天尼副帅，守道为天。尼曰：“世人位居宫下，亦有不平，安能郁郁于此？宜先是为备。”天尼不以为然，未己，果为所害。即先以臣反为京，使士之人与属县旁近豪杰，纳天尼之地天泽为主帅，攻先使使。天安在白，闻变，率兵易至，遂复真定。先走保西山诸寨，执守道家人，以重庇佑之。守道不顾，日与使事部屈昆地征发，调度以复仇，促逐先遁去。后擢庆元军节度使，天泽为5路万户，属守道行军参谋，兼检察使。庄圣太后以真定为汤沐邑。守道在镇，以幕僚平岁致敬，夫对称旨，的赐金服、锦衣、金钱。中统3年，天泽入拜左丞相，即授真定等路万户府参谋。至元7年卒。至大元年，以子于贵，特赠迎亲荣禄大夫、大司徒，追封授国公，侍中会。仁宗即位，复加推中协力秉义功臣。今子光禄大夫、大司徒、上柱国。高轩。高轩，辽阳人。太宗元年，赵宣为元帅，赐金服，统兵从。睿宗公大明，宣进曰：“今奉命出师，伐罪吊民，愿勿弑杀。”以称上义。睿宗召元帅数乃谕之，下令军中如宣言。即城破，兵不血刃，民心悦服。4年正月，从破金兵3峰山，将宣者2,000余户，即以县力打补阴防都总管府统之，以宣为都总管。PG 2250。赐金服，仍令子孙世其职。卒。皇庆2年，赠宣立功臣，迎亲。荣禄大夫、大司徒，追封迎国公，是简溪。子天熙，是世祖前邸，为避蛇赤，入宿卫，甚见亲信。中统2年，授以其副官，为阴防都总管。4年，改燕京诸路奥鲁总管，迁按察副使，仍兼阴防都总管。
天溪与丞相贝罗，左丞张文谦曰：农桑者，衣食之本，不务本，则民衣食不足，教化不可兴。古之王政，莫先于此，愿留意焉。丞相以闻，帝曰：命吏司农司，以天溪为中都山北道巡行劝农使，兼司农丞。巡迁司农少卿，巡行劝农使，又迁户部侍郎，进嘉义大夫，兵部尚书，卒后赠推中保义功臣。太保仪同三司，上柱国，追封营国公，谥庄义。子亮，豫宗初封燕王，以亮为辅保郎，而命袭其副官，为阴防都总管。豫宗甚爱之，谓辅保郎董文忠曰：汝为我奏请，以亮所管民户利于我，庶得亮尽力为我用。文忠入奏，帝从之。未几，授亮嘉义大夫，迁兵部尚书。卒，仁宗时，赠推臣。保德赞至功臣，太师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上柱国，追封营国公。谥宣敬。子塔师不花，成宗命弑其祖父官，以居丧祠。大德元年，受奉议大夫，张佩监丞。4年，改朝列大夫，利用监丞。8年，升少监。武宗即位，授忠义大夫、秘书监丞。仁宗居东宫，诏入宿卫。至大3年冬，迁少中大夫，纳免府达鲁花赤，且谕之，曰：此先世所守旧职也。皇庆元年春，改授嘉义大夫，同知崇祥院士。冬，晋资德大夫，为院士。延佑4年夏4月，帝谓塔师不花曰：汝祖常为司农，今复以受汝，遂迁荣禄大夫、大司农。因宗居东宫，塔师不花传及前代家言善行，名曰《承华事略》，并画兵风图以进。帝览之，讲谕曰：汝能辅太子以政，朕甚嘉之。命制图书东宫，比太子时时观审。PG 2251。6年，改即喜院士，退居于家。卒。王玉汝。王玉汝，字君章，运人，少习历仕。经末迁明南渡，玉汝奉其亲从兼道还。邢台延时入巨运，属玉汝为院使，稍迁补邢台令史。中书令耶律楚才过东平，其之，版授东平路奏察官。以仕至京师，有楚才门，待之若家人父子然。10年老监于从容。玉汝奏请以本府总管代之行。夏经灾，玉汝奏请复其名1岁。冀州长官欲以州直隶朝廷，大明长官欲以官事等17臣改立大明，玉汝皆辩证之。戊戌，以东平地分封诸勋贵，列而为实。各司其入，与有司无相关。玉汝曰：若是，则言公事业存者无几矣。夜尽，哭于楚才帐后。明日，诏问其故，曰：玉汝为严公之使，今严公之地分裂，而不能就旨，无面目还报，将死此荒寒之野，是以哭耳。楚才恻然良久，使诣帝前陈诉。
玉汝进言曰：言时以30万户归朝廷，其驱兵坚，3弃其家。是卒无义志，岂与他将者同？今猎其土地，息其人民，非所以今有功也。帝加玉汝中款，且以其言为直，由是的不分。迁行台之事，仍遥领平阴令。辛丑，使子中继袭职，授左右司郎中，遂总行台之政。分封之家，以严氏总握其事，颇不自辩。定宗即位，皆据阙下，复欲剖分东平地。是时，众心为疑，将俯首听命，欲汝力排群言，事遂矣。宪宗即位，有指令常赴外，遂出银6两，谓之包堕银。玉汝曰：民力不知矣。纠律诸路管民官，素知阙下，得减1/3。累官至龙虎卫上将军、太定军节度使，兼兖州管内观察使，充行台参议。壬子，已病。谢氏杜门，日以经史自娱。乙卯，中记使人谓玉汝曰：君贤就义，可暂起，为无分忧。玉汝坚辞，以参议应强委之，不得以起事事，仅5、6日，才书属至，焕然一新。8月既望，有星允庭中，以而玉汝卒。PG 2252。焦德裕，焦德裕，字宽富，其元祖赞，从宋丞相复弼镇瓦桥官，遂为雄州人。复用市京，由数路令升千户，守雄州北门。太祖兵至，州人开南门将，用游力战，遂生获之。帝以其中状，是不杀，复就官。训的山东，未尝妄杀一人。年62卒，后已。德裕贵，追赠中书左丞，封衡山郡公，是正义。德裕通，左侍春秋，少权永善射，从其就解昌军中。今江武先杀真定守史天尼，先继败走，其党赵贵、王显、祈福等。保先顾累，数侵略太行。太宗则廷臣有才辩者往招之，扬为中。以德遇见，遂使真定降祈福，秦赵贵、王显亡走，德裕追射，杀之，其地西平。诏赐景行北帐承田。中统3年，李坦平，是祖命德裕驱射益州。4年，赐金符，为郎彭等处都元帅府参议。宋丞夏贵为宣抚使张廷瑞于虎啸山，实兴土塞水源，仍无从的。应帅府袭德裕援之。德裕夜薄贵营，令卒各持3具，贵经走。追击俄西，国千人，获马处兵仗万计。升京畿漕运使。至元6年，迁陕西道提刑按察司事。8年，转西夏中兴道按察副使。11年，从丞相伯颜南征，受迁行中书省事。遂从下安庆。至镇江，焦山寺主僧右居民叛，丞相阿术祭诛其魁，欲尽坑其徒。德裕见止之，命德裕先入城府定。宋平，赐予有加，奉旨求议。人议书。
平章阿合马赠丞相伯颜沙丁加州将卒事，奏以德育为中书参政，欲假一言正臣之，德育辞不拜。久之，的迁行省事。14年，改淮东宣慰使。淮西贼保司空山，袭淮东4郡守为应。元帅铁戈罗德其袭，及谢郡守许定国等4人，使臣反状，将及其家。德育言，4人者，皆心降将，天子既宠随之，有地有民，因所望矣，方是报效，安有他计？奈何以一4杀4首，宁知非反间耶？尽复其官，拜福建行省参知政事。25年卒，年69，赠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，追封恒国公，侍中宿。PG 2253。自荐于姚州知州，节信州治中。石天龄。石天龄，字天瑞，顺州人。年14，入见太宗，因留宿卫。天龄好学不倦，于诸国书语无不习。帝命中书令耶律楚材离政。庶务，选贤能为参佐，天龄再选，赐名蒙古台。宗王珍惜玉，以天龄为段事官。宪宗6年，遣天龄使海都，居留久之，继而边疆结皇子北安王以往，遇天龄所。天龄稍与其用事丞相亲侠，因与以宗亲恩义，及臣子逆顺祸福之礼，海都闻之悔悟，遂遣天龄与北安王同归。天龄被拘留28年，始得还，世祖大悦，赏赖甚厚，拜中书左丞，兼段事官。天龄辞曰：“臣奉使无状，陛下信设伏诛，何可复刀荣宠？况臣才识浅薄，年力衰备，岂能任政？恐图一庙堂修，不敢奉诏。”帝加其臣，包卫良久，从之。有赠丞相安同长寿海都官爵者，帝怒，天龄奏曰：“海都时宗亲，偶有为言，非仇敌鄙，安同不拒绝之，所以事其疑。心导其臣顺也。”帝怒乃解。江南道观偶葬宋主一像，有僧素与道士交恶，发其事，将至之极刑。帝以问天龄，对曰：“辽国主后铜像在西京者，今尚有之，未闻有禁令也。”是遂请。天龄年70余，帝以所欲金龙头杖赐之，曰：“青年老，出入宫耶，杖此可也。”时权臣用事，凶焰熏至，人莫敢言。天龄独言其间，摩所顾忌，人服其中直。成宗即位，加荣禄大夫。司徒大宴御德殿，召天龄与宴，赐以御药，命左右劝之酒。颇醉，命欲辇送还家。武宗即位，进平章政事。至大2年秋8月卒，年92。赠推陈宣力保德一代功臣，开府仪同3司。太师，上柱国，追封济国公，侍中宣。子规，累官至书侍御史，迁枢密副使，复为侍御史，拜河南行中书省右丞，升荣禄大夫，南台御史中丞，卒。次子怀都。出席段事官，累迁刑部尚书，今湖北道宣慰使。
孙哈兰赤旗 PG 2254短事官李邦瑞。李邦瑞，字昌国，以字行，今兆临潼人，是农家。邦瑞幼嗜学，读书通大义，常被掠，逃至太原，为荆江小使，从守盐。漫山寨，国王穆华黎攻下诸城堡，今将走，邦瑞率众来归，复居太原。守城袭其财，据鞍马，遣至行在所，中书以其名闻。遂更营，受旨使送，至宝应，不得入。未几，命复往仁玉山。东淮南路行尚书省李全护送，宋人拒之。复奉旨以行，邦瑞道。初其黄宋遣见者来迎，邦瑞怒，斥出之，宋改命行人，乃亦如约而还。太宗未劳，赐车骑毡裘衣装及银石锭。邦瑞应奏。干戈之际，宗族离散，起归寻访。帝欲速不辟，察罕、辖、剌达海等，邦瑞迟诣南京，寻访亲戚，或以立诸部者，西归之。甲午，从诸王扩出经略河南，凡所立河北、陕西州郡40余城，绘图已尽，受金符，宣察军处使，以为下6月卒。子荣。杨焕。杨焕，字焕然，甘州奉天人。母常梦东南日光射其身旁。一神人以笔授之，以而焕身，其父以为闻名之相，因名之曰焕。年11，母没，哀悔如成人。今末举进士不忠，乃作万言策。指臣时病，皆人所不敢言者，未及上而归，教授乡里。遂鬼嗣。今元帅崔立以便京将，焕为辅北渡，官士帅赵受之及言致焕。呆以师友之礼。门人有自京师载书来者，应得据而读之。东平。言时闻焕名，数问其行葬，焕终不依议。戊戌，太宗诏宣得税。客使刘用之士诸道进士。焕仕东平，两中复论第一。从监事官。北上，叶中书耶律楚材，楚材奏谏之，受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。官，监廉访使。焕将行，言于楚材曰：仆不敏，勿蒙不赐之。用，以书生而理财富，以非所长。又况河南兵荒之后，移民无己，烹鲜之欲，正在今日，及而扰之，糜烂必矣。愿假以岁月。PG 2255使得抚摩疮痍，以为朝廷爱养基本万医之助。楚材甚善。焕。既至，招致一时名士与之议，正是约束意以简易为事。按行径内，亲问言务月课几何，南意若何？有以增而言者，焕则之曰：包下欺上，汝欲我为之耶？即简元而四之一，公私辨之。不逾越，正臣时论熙然，以为前此曹司谓之有也。在官10年，乃请老于晏之行台。仁子世祖在前邸，亦召焕参议京兆宣府。司事类尚书，得请而归。乙卯，己笃，处置后事如平时。寅，商大孝而卒，年70。
四是文献，换博览强记，作文物去陈言，以导习古人为耻。朝廷诸老，皆折行备与之交。关中虽好多事，民未有出患幼者。患不至身，产家无10斤之业，而喜周人之急，虽力不善，犹勉强为之。人有片善，则委曲称奖，唯恐其民不闻，或小过失，必尽言劝，止不计其怨也。所着有《海山集》60卷，天心镜鉴3卷，正统书60卷，行于世。贾居贞，贾居贞，字仲明，真定霍路人。年15，汴京破，奉母居天平府官，为刑台从事。时法制未立，人以贿赂相交结。有馈黄金50两者，居贞却之。太宗闻而加叹，敕有司月给白金100两，以金其廉。世祖在前邸，知其贤，召用之，比兼驻上都臣。弃世，以母丧归。世祖即位，中统元年，授中书左右司郎。中从弟北征，每陈说，资治通鉴，虽在军中，未尝废书。一日，帝问郎奉几何？居贞以数对。帝谓其太薄，敕增之。居贞辞曰：品质宜然，不可以成而稳治。刘秉忠奏居贞为参知政事，又辞曰：他日必有游郎官员力求执政者，将何以处之？不拜。至元元年，参议中书省事，诏与左丞姚书行省河东山西，罢侯治守。5年，在为中书郎中，时阿合马善权，继之，改给侍中。同丞相史天泽等转修国史。PG 2256。11年，丞相伯颜伐宋，居贞以宣抚10邑行省事。冀渡江夏2，汉伯颜以大军东下，刘右丞阿里海牙与居贞分省政之。居贞曰：江陵要地，乃宋至捆重兵所屯。闻诸将不睦，迁徙。知民营城，复皆极易，除心伐阙，杜门不敢巧采。不成系先取之，待春水涨，恐上流为彼所成，则恶为矣。译文：12年春，命阿里海牙领兵取江陵，居贞以迁行省事刘鄂。于是发苍领以镇流亡。宋宗室子孙刘裕者，领食之，不辨其父，而行其处弊。东南魏下州郡商旅刘志者，给引以归之，免扩商税并。胡敌境，造舟百数10艘，驾以水军，下至并民。一方安之。楼安邦以信阳来归，潜入境，皮将陈思聪屠其家。居贞以计诏至，数思聪罪而诛之。宋右主计将其乡陈宜中等携2王逃闽广所在善货，民争应之。其州寇起司空山，属县民复高义起兵应。居贞疑袭欲以祸福，其下往往涣散，压以官军，遂削平之。高辨姓名逃逸，获而戮之。初，遣镇万户讨贼，郑言恶之。大信皆与父高通，请先除之，
以绝祸本。居真曰：高属。子无知，行就路矣，大幸何欲？吾能保其无他。郑既领兵出，留其所善部将，戒曰：闻吾还军，汝即举封城楼，内外合发，当尽杀城中大幸。会其人战败溺死，其事始彰。14年，败。湖北宣慰使，命魏下，居真闭门不出，而交江汉卒，合谋扰民。乃复出世事，人事已无恐。即行，恶之老幼好送于道，克其相。于是辞之叛公。15年，迁江西行省参知政事，未至，明征千里迎宿。逮捕民间受送2王文帖者甚极，作戏剧士300余，居真至，西出之，投其文帖于水火。士卒有携兵入民家，屋为藏匿以取财者，取人子女为奴妾者，皆痛审以法。大水坏民庐，居真发领。正之。南安李子发作乱，居真律将帅出兵扰民，请亲往促财。千人营于城北，遣人遇之。贼众闻居真至，皆散匿，不复为。PG 2257。用。子发避妻子一事，自焚死。彼还，部录一人。杜万一乱兜。昌，居真调兵擒之，有列巨士姓名百数来上，云与贼联。居真曰：元恶诛矣，蔓延何为？命火其谍。17年，朝廷再征。日本造战舰于江南，居真及言民困，如此必致乱，将入朝奏。罢其事，未行，以急卒于魏，年63。赠推中府议功臣，营。清荣禄大夫，中书平章政事，追封定国公。仲子君。君字元波，又读书，渊莫有容。由阙察提举拜监察御史。迁淮东廉访司事，行台都事，入为刑部郎中，改右司郎中，参议中书省事。仁宗即位，拜参知政事，议罢尚书省所立法。迁书枢密院，副参知政事，赐锦衣、宝带，宠赖有加。为正池。大理，封才俊整，不节调名誉。皇庆元年，从信上都，御籍。卒于家。前后诏付超3万贯，公葬事。字汝立嗣。PG 2258。列传第41。弘福元。弘福元，齐先中国人，唐遣才子8人往教高丽，弘其一也。子孙氏贵于三韩，民所居曰唐城。父大宣，以都领镇灵州，福元为神骑都领，因加焉。遂丙子，金元，契丹9万余众窜入高丽。丁丑9月，夺江东城池据之。戊寅冬12月，太祖命哈赤及扎剌将兵追讨，大宣营将与哈赤及等共击之，降其元帅。赵冲。壬午冬10月，又遣着古禹等12人窥参纳款虚实，还遇害。辛卯秋9月，太宗命将撒里打讨之，福元帅先赴州献之。明与撒里塔并立功未复者，又与阿尔突等进至王京。高丽王。
号乃遣其弟淮安公请将，遂至王京及州县打虏花赤72人矣。镇之，失还。壬辰夏6月，高丽复叛，杀所至打虏花赤，西驱。国人入据江华岛，幅员召集北界40余城移民以待。秋8月，太宗复遣撒里塔将兵来讨，幅员尽律所部合攻之，至王京处人。臣撒里塔中流矢卒，其父铁戈引兵还，为幅员留屯。癸巳冬10月，高丽西众来攻西京，屠其民，劫大宣以东。幅员遂尽矣。所召集北界之众来归，处于辽阳、沈阳之间，地加其中。甲午，夏5月，特赐金符，为管领归附高丽军民长官，人令招讨本国，为富人民。又降旨谕高丽之民，有执王及原构南之人来朝者，与洪福元同于东京居之，优加恩礼着用，若大兵既加，惧者死，降者生，其将民令福元统之。以为帝命唐古拔都而与福元进讨，攻拔龙冈，咸从2县，凤、海、洞3州山城及磁州，又拔金山、归、信、昌、朔州。PG 2259。己亥春2月，入朝，赐以铠甲弓矢及金之文缎、金银器、金安乐等。以巳，定宗命阿姆罕将兵与幅员共拔威州平鲁城。辛亥，宪宗即位，改授虎符，仍为前后归附高丽军民长官。癸丑，从诸王耶虎攻河山、东州、春州、三角山、阳根、天龙等城，拔之。甲寅，与扎剌台合兵攻光州、安城、中州、玄凤、真源。甲象、玉果等城，又拔之。戊午，幅员遣其子查丘从扎剌台军。会高丽族子王准入职，因欲并统本国归顺人民，赠幅员于地。遂剑杀，年53。后赠嘉义大夫、沈阳侯，侍中县。子7人。郡齐，君降罪之名。郡齐，小字查丘，幅员第2子也。又从军，以骁勇受之。世祖常以小字呼之。中统2年秋，查丘雪父冤，世祖敏之，诏谕之曰：汝父方加宠用，勿夸行章，故于以废之中，拥佩为新之责。可就代元将虎符，袭父职，管领归附高丽军民总管。至元6年，高丽全城临演叛。冬11月，诏以其军3000从国。王头辇割讨平之，迁江华岛所有臣民，复归王京。12月，帝命查丘率兵往凤州等处，立屯田总管府。8年2月，入朝，赐超100名。临演余党裴仲孙等，立高丽王直亲属成化侯为王，尹3别超军据真岛以叛。5月，查丘奉旨，携经略使新都进兵讨之，破其军，杀成化侯，其党精通经律于众走丹罗。帝遣侍卫清军千户王曾与查丘议争取之策，查丘表陈，通经之党多，在王京，可使招之，招而不从，及之未晚，从之。奉旨往罗州道监造战船，且招降丹罗。
查丘的通经之直金勇等7人，比招之。通经不从，刘金勇、于禁杀之。10年，召查丘与新都，率兵渡海，击破丹罗，获通经，杀之，悉免其胁从者。高丽使平。11年，又命监造战船，经营日本国事。3月，授昭永大将军、安抚使、高丽军民总管如故。己卯，命查丘提点高丽农。PG 2260。是。8月，授东征右副都元帅，与都元帅呼敦等领州师2万，渡海征日本，拔对马、义旗、宜满等岛。14年正月，授郑国上将军、东征都元帅，镇高丽。2月，绿蒙古、高丽、女直。汉军从丞相伯颜北征叛臣指鲁瓦傣等。4月，至拖拉河，卒。与贼遇，查丘突阵无前，伯颜以其勇闻，赐白金50两，金安乐公使。17年，授龙虎卫上将军，征东行省右丞。18年，与右丞新都江州师4万，由高丽荆州合浦以进，时右丞范文虎等将兵10万，由庆元、定海等处渡海，其至日本义旗、平户等岛合兵登岸。兵未交，秋8月，封怀州而还。19年10月，命查丘于平滦黑锅而监造战船700艘，以图后举。21年11月，复授征东行省右丞。23年，命往江浙等处遣汉人复业。24年，乃研判，车驾亲征，赐以灵根甲、宝刀，命律。高丽、女直、汉军护从。卒欲乃言其兵万余，时查丘兵不满3千，众有惧色。查丘夜令军中多列长帛为旗帜，断马尾为矛，掩映陵墓，张设疑兵，乃言兵大惊，以为官兵大至，遂降。帝闻之，后加金赏。凯还，授辽阳等处行尚书省右丞。27年，以及此叛王哈丹等窜入高丽，侵挠其国西京，距辽阳2000里，皆骚动。中书省特起查丘镇辽左，帝遣舍里台贝罗而赐以金字。元符，命查丘以便宜行事。28年，以及卒，年48。子4人，长曰万。君祥，小字双书，福元第5子也。年14，随兄查丘见事。祖于上京，帝曰：命刘秉忠相之。秉忠曰：是而目视不凡。后必以功明显，但当致力于学耳。令选师如会之。至元3年，即高丽民300人为兵，令君祥统之。从突花突烈、伯颜等军，驻万寿山，复从开通州运河。帝亲谕之曰：尔守至中秦，朕所知也。帝常作便殿，阅江南、海东于地图，欲召之者寻其显义。左丞相伯颜枢密副使何达以君祥应旨，奏对降明。帝 PG 2261月，着以具功，故谓伯颜曰：是而远大气也。6年，临兖叛，从头辇割征之。8年，戍河南。
9年，略淮西，破其大凹城。10年，从元帅被掳罕袭淮东之射阳湖，俘其男女牛马。11年，入朝。帝命伯颜伐宋，朝议以宋之兵力多据两淮，闻我欲渡江，彼必遗失据守，遂命右卫指挥使突满逮率精锐2万攻淮安，以牵制之。军降以蒙古汉军都政府从行。后伯颜既渡江，帝命突满逮海军萧县。时军降奉使伯颜军中。宋黄州制置使陈义将，其子之连水军，伯颜遣30骑往招之。因令军降入奏，帝曰：卿可及还，臣之辅将，即携来也。即与俱入朝，宴劳甚厚。从元帅被掳罕攻清河，拔之。海州安府丁顺约将，被掳罕令军降以闻。时伯颜方朝上京，见军降，甚喜，遂从南伐。伯颜克淮安，至扬州，奋兵攻淮西。宋制置。下跪遣牛都统以书抵伯颜曰：晏云杀人1万，自损3000，愿勿废国力，攻夺边城。若行在归附，边城焉往？伯颜遣军降以牛都统入见，留3日，还军中。人传旨谕伯颜曰：是难。遥度夷陵击沈图之。伯颜师赐镇江，谍报有宋弘都统者，为都督府将。伯颜谓军降曰：汝同姓，可往招致也。弘都统即欣然来见，军降因后遇之。师进，赐临平山，距临安50里。弘都统来报曰：宋丞相陈宜中、殿帅张世杰皆已逃去，唯3公未行，宜早定计，以活声名。伯颜遂令弘都统护送3公，令军降随之。宋将，升武略将军，中尉亲军千户。15年，命迁江南民兵。还升明威将军，中尉亲军副都指挥使。17年，晋昭勇大将军。19年，授枢密院判官。23年，转昭武大将军，同迁枢密院事。24年，乃研判，从事祖亲征。每驻壁，军降者以兵车。外环为营卫，布置严密，帝加之。凯还，加辅国上将军。类次。车驾起居，为东征路。28年，授辽阳行省右丞，用书。PG 2262。密院留，复居旧职。俄加集贤大学士，依旧同迁枢密院事。议者欲自东南海口新桥开河和滦河，运粮至上都，奉旨与中书右丞阿里相其利害，还极言不便，罢之。复奉使高丽，还改迁枢密院事。陈宗即位，召裁减9任官，知枢密院按驳等奏，均降在。枢密16年，最为久者。帝曰：君降始终一心，可勿迁也。大德2年，诏使高丽、台城和军降以他事，终道追回，已而事罢。3年，奉使江浙，问民间疾苦。使还退居昌平之黄华山，绝口不论时事者5年。大德9年，
着司农，俄拜中书右丞。10年春，改江浙行省右丞。秋，改辽阳右丞，请于朝，宜兴省。至，增巡兵，设儒学提举官，都政府等员，以兴文化，修武备。是魏臣，会武宗即位，征为同知枢密院事，晋荣禄大夫，平章正事，商议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事，改辽阳行省平章正事，而改商议行省事。至大2年卒。子迈，奉训大夫，同知开元总管府。是。万晓字仲喜。至元13年，入宿卫。18年，袭职，为怀远大将军、安抚使，高丽军民总管，仍配富察丘所配虎符。14年，乃研判，率兵征之。6月，至撒里突鲁之地，痛都万户舍里铁木儿与乃沿江黄海战，大败之。又从士祖与塔布台战，又败之。是月，至乃沿之地，奉旨留蒙古女直汉军镇哈喇和，复选精骑护驾，至施拉沃尔多，从御史大夫欲速铁木而讨，乃言。7月，至扎拉麻突，与金加奴战，败之，追至蒙可山。那兀江等处，遂平金加奴、塔布台等。9月，失还。哈丹、巴拉哈赤再叛。10月，仲喜从诸王爱牙哈赤、平章塔出，都万户舍里铁木而征之。12月，赐木古布拉。时诸王托欢，兼司托台以兵4000余人与其党战，烧却，仲喜率骑兵援之，冒丰县镇，大破其众。又从诸王乃蛮代、爱牙哈赤、平章薛舌干与叛亡。PG 2263。兵战于兀术战，又战于黑龙江，又战于贴闷哈处，皆败之。15年，仲喜又从玉速铁木而出师。5月，至贴列可，与哈丹、突鲁干战，获功。至木谷而超剌，又战。8月，至桂列河，仲喜率兵先设与战，胜之。10月，又从玉速铁木而往征木巴兰。12月，与古土突鲁干战，克之。27年6月，赐白金50两，甲一袭。9月，至长春，与哈丹突鲁干战。28年2月，从平章薛舌干至高丽青州。5月，与哈丹战8日，又战，大败之。6月，班师，授昭勇大将军，配3诸虎符，直如故。10月，薛舌干以仲喜入朝，且以其公文，帝加之，赐玉带仪白金5两，授龙虎卫上将军、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右丞。29年，仍配元将虎符，总管高丽、女直、汉军万户，兼安抚使、高丽军民总管。6月，改资德大夫、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右丞。大德10年，以其叔父君祥代之。11年，武宗即位，仲喜朝于上都。7月，复授辽阳行省右丞。至大2年，折漳州，行至行，预设而止。明年卒。子资袭爵。郑鼎
郑鼎，泽州阳城人。幼孤，能自立，读书晓大义，不妄言。孝既长，勇力过人，尤善骑射。初为泽、陆、辽、庆千户。遂甲午，从塔海干部征蜀，攻2里散关，屡立战功，还屯秦中。未几，宋江于侍郎烧决栈道，以兵围兴元，鼎率众修复之，破。宋兵解兴元之围，以4迁阳城县军民长官。庚戌，从宪宗。征大理国，自六盘山经临洮，下西番诸城，抵雪山。山尽盘曲，舍其徒步，常背负宪宗以行。敌据恶险要，鼎奋身力战，敌败。北，地壮之，赐马3匹。至金沙河，波涛汹涌，地临水蚌为食。立马观之。鼎见曰：“此非圣公所宜。”轻扶下马，帝加之。俄为大理，昼夜急攻，陈县、秦其主，大理平。师还，命鼎居。后到京突蕃，全军而归。辛亥，入朝，帝问以食物，鼎夫对。PG 2264。降明，帝加纳之，赐名曰也可拔兜。己未，赐白金1000两。从事。阻南伐，攻大胜关，破之。既破台山寨，擒其守者胡知县，陈胜独进，前线泥淖，欲伏兵突出家尾间，鼎奋急，连杀3人。余众遁去。帝即召鼎还，使者以闻。帝曰：“为将当慎重，不可恃勇轻进。”遂分闭卫士300人，以备不虞，且戒之曰：“自今非奉朕命，无得轻与敌接。”秋9月，帝驻避江虎，命诸江南渡，先达彼岸者，举烽火为应，鼎守夺南岸，众军必渡。进为鄂州，战毅力。别攻新国军，欲宋兵5000，力战破之，擒。其将桑太尉，则以诺妾，不忠所事，斩之。中统元年，以攻迁平阳、太原2路万户。阿兰达尔、浑都。海之乱，鼎分律本道兵讨之。2年，赵鼎统征西等军，戍雁门、关隘。迁河东南、北2路宣抚使。3年，改授平阳太原宣慰使。至元3年，迁平阳路总管。是岁大旱，鼎下车而语。平阳的峡人众，常伐时，鼎乃导汾水，盖民田1000余顷，开路河彭黄岭道。以来上党之素。修学校，立风俗，建横建固桥以便行旅，明德之。7年，改迁书西属四川行尚书省事，将兵巡东川。过嘉定，遇蜀兵，与战江中，擒其将李岳，西获战船。8年5月，改军。前行尚书省事。11年，从伐宋。12年，镇黄州。夏4月，改授淮西宣慰使。13年，加昭义大将军，赐白金500两。14年，改湖北道宣慰使，移镇鄂州。夏5月，齐、黄2州叛。鼎将兵讨之，战于樊口，周复溺死，年60有3。17年，董文忠等奏，
正也可拔都遇害，其叛人家属误产，宜悉与其子。纳怀，帝从之。赠中书右丞，侍中议。后加赠宣中保节功臣。平章政事，柱国，追封陆国公，侍中肃。子质疑。质疑小字纳怀，性聪明，庄重有气局，通习国语。至元时4年，袭复职太原，平阳万户，人数2州。12阙首，比射府。是19年，朝廷将征日本，造楼船河嘉州。州的辖，众玉玺。PG 2265。旁居民质疑不从，改授宽的，居民得知。城中屡灾，或言于。质疑曰：恐奸人乘奸为变，以补其疑似者，痛治之。质疑曰：吾但言守备而已，奈何滥及无辜？不吃一人，灾易岁。袭有道符近郊，乘木飘节，流沿江入城。俄有数男子自城外至，故判异常，质疑命立复入狱，问之无验，行审疑其非，将视之，不从。明日，再出城东，遇一人，乘白马，帽服书议。质疑斥下，训之，乃与前属男子同为盗者，遂正其罪，以郡帖。然24年，护驾东征，乃言，请复敌自效。帝故左右曰：儿父莫王室，唯有一子，吾使在行阵。质疑请乐立，乃命从。乐儿吕纳言别为义军，以战功授怀远大将军，枢密院判官。明年，车驾幸上都。就至，书府官从行，遂留议员司本院事，汉人不得语。致仕，以属质疑。质疑训辞，帝曰：汝其汉人比？耶，竟留之。28年，迁湖广行省参知政事，必辞。帝曰：汝父死王室，赏为汝籍。近者，要树木伏诛，以及没其财。产人处，汝可择其家者取之。质疑对曰：彼以赃败，臣父取之，宁无污乎？帝嫌其所守，赐白金5000两。未几，征败。内台侍御史安西就有墓地，与人事事，冒夺民田10万余顷。宋余有司，积年不能理。质疑奉诏而往，按图籍以正之。宋游世袭。30年，除湖广行枢密副使。湖南的扩远，群寇依险出没。昭、贺2州及庐陵境，民常被害。质疑律偏师训2州，到金庐。林永兴或守贼及其党，皆杀之。察湘潭祭龙者，俱恶少年。逆兵器为奸，既不获，其家纳禄以缓御事，质疑悉以劳军，斩。祭龙于是，自是湖以南无复盗贼。元贞元年，有制，行枢密院。添置副使1员，与质疑联署。质疑以元非常赦，先任者当罢。俄入朝，特授大都留守，领少府监，兼5位亲军都指挥使之。PG 2266。屯田氏。大德8年，晋的大震，平阳尤甚，压死者众，质疑臣命存。续，惧缓不及事，昼夜被盗奸行，
至则侵入里巷，抚窗残，给素帛，存者赖之。陈宗素知其名，卷御书后，每试验，则不敢饮，终日无堕容。帝察其中情，屡次内孕，则持以奉母。帝闻之，特封其母苏氏为陆国太夫人。10年，至以及中，年40。有妻，赠推中赞至功臣，迎亲荣禄大夫，平章政事，追封泽国公，世中宣。子阿儿思兰嗣。李靖，李靖，保定曲阳人。又立军籍，出从万户张柔屯起之三叉口，识金山之西90里曰龙冈者，宋晋也。遂更虚春，张柔引兵驻宝冈上，会淮水泛涨，宋以州师促至，主帅察罕率军逆战。晋以兵15人载一州，转斗10余里，夺一巨舰，遂以功升100户。戊午，宪宗西征，丞相使天泽时为河南经略大使，选诸道兵之。骁勇者从，遂命晋为总把。是年秋9月，道由陈仓入新园，渡米仓关，其地荒塞不通，晋伐木开道700余里。冬11月，至定远七星关，其关上下皆筑联堡，宋以500人守之，八渠江水，环保东流。天则命晋往关下说降之，不从。晋前世间道，归白。天则曰：彼可取也。是夜2鼓，天则遣晋律勇士70人，掩其不备，攻之，托门书而入者20人。守门者绝，拔刀拒之。晋被伤，不以为病。玄门而闭，诸军不得入，晋与20人力战，杀伤30人。后兵走上堡，晋乃毁玄门，纳诸军，追至上堡，杀伤亦众，宋兵不能敌，弃走。夜将旦，晋遂得其堡，守之。关路始通，诸军进渡。晋以攻受上赏。己未春2月，天泽兵至，行在所，为河州钓鱼山寨。夏5月，宋由嘉陵江以州师来援，使大战三曹山西。6月，占山之东，有功。秋7月，宋兵战舰300余泊黑石峡东，以青州50为前锋。北军之船70余泊峡 ，PG 2267。西相距1里许。帝立马东山，拥兵2万，夹江而镇。天泽乃号令于众曰：听无鼓，视无旗，无少待也。请之，闻鼓声。是其东止，诸军遂鼓噪而入。兵一交，宋前锋溃走，战舰既乱，顺流纵急，死者不可胜计。帝指顾谓诸将曰：白旗下服，红半壁突而前者，谁也？天泽以进队，赏锦衣，名马。8月，又战浮屠关，前后反5战，皆以攻受上赏。世祖即位，入为侍卫亲军。中统2年，宣授总把，赐银符。3年，从征李旦有功。至元8年，领兵赴襄阳。12年，从略的湖北、湖南。宋平，以兵马使奋兵屯鄂州。13年，领军2000，屯田河西中心府。
14年，加武略将军，升千户。15年，移屯六盘山，加武义将军，赐金符。17年，升明威将军，管军总管。19年，赐虎符，复晋怀远大将军，命屯田西域别。18里。23年秋，海都及笃娃等领军至洪水山，尽与力战，众寡不敌，军溃，尽被擒。从至参8里，顿还。至河州，收溃，兵300余人，且战且行。还至金帅，赏金之文衣2袭，超1500贯。25年，受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佥事。明年，改授左翼屯田万户。元贞元年春，卒。子文，袭授武德将军，左翼屯田万户，配虎符。皇庆2年，加宣武将军。延佑6年，仁宗念其父进长北征被掠，特赐文忠。统超500定以叙之。泰定元年春，以及辞。自堕尔止袭。石抹案止。石抹案止，契丹人，世居太原。父大家奴，率汉军500人。归太祖。岁戊午，案止带领其军，从都元帅钮灵攻成都。时宋兵据于灵泉，案止以所部兵与战，大败之，杀其将韩都统。又从都元帅按敦攻泸州，案止以战舰70艘至马湖江，宋军先已。500艘控鄂江渡，案止即败之。时宋兵于沿江撤侨据守，案止。相地形，造浮桥，失至无流行。宋欲挠其意，兵出折败，自马。PG 2268。胡以达河江、涪江、清江，凡立浮桥20余所，及四川平、涪桥之功居多。己未，宋以巨舰载甲士数万，屯清江浮桥，相距。70日，水暴涨，浮桥坏，西岸军多飘溺。案止军东岸，即撤。浮桥，据州岸下，士卒的不死，又援出别部军500余人。先锋奔查火虏赤以闻，宪宗遣使未遇，赏赐甚厚。叙州守江横截江。今军不得渡，案止据军中牛皮，作浑脱及皮船，乘之与战。破其军，夺其渡口，为浮桥以济师。中统3年，授河中府船桥。水守军总管，配金符，以立浮桥功业。至元4年，从行省野宿。待而攻泸州，案止以水军与宋江城都统张总致战于马湖江。案之身被2创，战越力，败之。6年正月，野宿待而领兵驱泸州，遣案止以州运其器械、粮食，由水道进。宋兵复扼马湖江。案止即败之，身获40人，夺其船5艘。复以水军1000，运粮。于梅，减2州，军中赖之。9年，从征建都蛮，遂于不下，案止先登其城，力战，遂降之。军还，道病卒。行省陈志以其子不老带领其军。不老从攻嘉定，以巨舰70艘载勇士数千人，据其上流。
于府江洪崖滩造浮桥以渡。12年，嘉定将宋江先于都统帅众顿，不老追至大佛滩，尽避之。行愿汪田歌功曲子云：卢、叙等臣，不老功最多。及诸军为重庆，不老先以战舰300艘列阵于关滩，绝其走路。13年，领随义军500人，会招讨要剌海，数诈于白水江岸以为备。不老乘夜袭宋军，直抵重庆城下，攻千厮门。宋军惊溃，溺死者众，生擒30余人，获其制甲。仗义县宋福州守将绿州师来援，不老击败之于广阳坝，生获60余人，夺其船10艘。14年，从攻泸州，不老勒索步兵攻神臂门，以父以登，斩首50级。明日复战，破之。15年，复攻重庆太平门，不老先登，杀其首皮卒数十人。宋都统赵安以丞将总管黄亮陈州盾，不老追擒之，及其兵士50人，夺 PG 2269，战舰50艘。16年，命袭复职，为怀远大将军、传侨军马总管，更赐金虎符，兼夔禄镇守副万户。18年，大小盘诸洞蛮叛，命领诸义蒙古汉军3000余人戍施州，继而蛮求向贵适用等将，其余洞蛮之未服者西平，遂以为保宁等处万户。叶芷礼，叶芷礼，女直人也。大父袭保卫也不干，登京进士第，今王，归太宗。叶芷礼又隐悟，能记诵，极长，以孝有闻。世祖前邸的被宿卫。中统初，命参议陕西行枢密院事，以商挺佐之。彼行入奏曰：关陕要地，军务非轻，阿托养剌国之元臣，陛下方委任之，弗虑临时议论不协，必误大计，倘有异同，臣请得以上文。帝可其奏，赐宴而遣之。未几，改行省段事官，复入宿卫。李坦平朝议选宿卫之士兼汉军，叶芷礼配虎符，监军于皮阳。至元7年，命为监战，以所领诸军为襄阳，驻一自保以彰军事。一时名将缩都、刘国杰、李廷等接力。麾下攻樊城，虑其军先登，破之，所受赏赐，悉分将士。11年，从丞相伯颜赐颍州，将数骑而出，与宋兵遇，有不猝堕马，为其所得。叶芷礼单骑横戈，直入其军，取之以骸，因杀获4人。时梁楚不济，诸将以为忧，叶芷礼乃西攻江陵龙湾堡，取其粟万石，众赖以济。援兵东下，宋江下跪迎战于阳罗阜。伯颜未至，众欲少4支，叶芷礼曰：兵贵神速，机不可失，宜击其未定而击之。遂直前冲贵军，获战船100余，贵败走。伯颜上其功，加定远大将军。12年，攻常州，叶芷礼造云梯，神桥以登，遂克之。奉沈袭训安及诸州，皆下。
13年，宋将伯颜命叶芷礼坚守其功，号令严肃，秋毫无犯。入朝，陆公迁昭勇大将军，魏己拜郑国上将军，浙东宣慰使，镇守绍兴。19年卒，年42。子义老温，袭为万户，累迁江东联访使，托淮东宣慰。PG 2270。使郑温，真定陵寿人，初从中书年河南征，有功，为和。必斥千户。从丞相史天泽，为新军万户政府。宪宗征西川，温。4月不解甲，天泽以温谏，具言其功。帝曰：朕所亲见也。赐民也可拔兜，赏以安乐。还至郎州，奉旨分军守罗清居。钓鱼等山，天泽命温统4000人，紧罗钓鱼山。中统元年，配金虎符为总管。3年，李坦叛，赵温以军海讨，至济南，大军为其城，贼将杨拔兜等城夜着营，温力战至黎明，贼退，诸亡。哈必斥，丞相史天泽后赏之。7月，城破，命温率兵3000往。定益都，以功复受上赏，命为侍卫亲军总管。至元6年，晋淮。远大将军，又为副都指挥使。9年，赵温统蒙古、汉人、女直。高丽诸步军万人，渡海征丹罗，平之。12年，升右卫亲军都指挥使，率3卫军万人，从攻越州、江陵、沙市、潭州，皆有功。平章阿里海牙赏银10锭。14年，入朝，迁昭勇大将军，枢密院判官。18年，改辅国上将军，江淮行省参知政事。行名基，出米20万石跳之。俄赐以常州官田30顷。22年，诏还。23年，升江浙左丞，命以兴复汉军15000于淮安。云山白水塘立屯田。28年卒，年81。子钦，立用监丞，刚，阙察都御史，权，右卫亲军千户。雍，元州路判官。PG 2271。列传第42。汪世显，字仲明，巩昌延川人，系出望古族，世经、履历。战功，官至镇远军节度使，巩昌便宜总帅。金平郡县望风款。父世显独城守，及皇子扩端驻兵城下，使率众将。皇子曰：吾征四方，所至皆下，汝独固守，何也？对曰：臣不敢背。主失节耳。又问曰：今王已久，汝不将，果谁为耶？对曰：大军迭至，莫之是从，唯殿下人武不杀，妾亦必能保全。何臣君民，是以将也。皇子大悦，臣至西市显张服，观从其。9. 即从南征，断嘉陵，捣大安。田、杨朱蛮结阵迎敌，世显以轻骑驰挠之。宋曹将军前兵相为几较，世显单骑突之，杀数10人。黎明，大军四合，
杀其主将，入武信，遂进逼资普军加盟。宋将依山为诈，士显以数其往夺之。陈胜定资州，略嘉定、峨眉，进次开州。时方倪辽，由监到攀援以达。宋军屯万州南岸，士显及水北造船以移之，夜从上游古阁州袭破之。宋师大扰，追奔至夔峡，过巫山，与宋元军遇，斩首3000余级。明年，师还攻重庆，会大蜀，乃罢归。晋太宗西京服，义旗，名曰中山，且隶属其功。士显拜谢曰：“此皆圣明福德所致。”成何欲焉？辛丑，蜀帅陈龙之遗书请战，申言有众100万，皇子及诸将议之，贤谓龙之可生擒也。士显曰：“故临敌何如？无庸夸辞。”为军保成都，龙之战屡却，坚壁不出。其部驱田显曰：“夜将。”龙之决之，士显曰：“是急矣。”即踢陈入救显，得与从者妻。PG 2272，10余人出，获龙之，斩之。士显复减精锐500人捣汉州，州兵3000出战，城壁尽没。3日，大军薄其城，又3日，克之。癸卯春，皇子弟恭，陈至拜便宜总帅秦、巩等20余州士皆听裁决，赐虎符、锦衣、玉带。士显先以购给，致仕家具，皇子遣辽，络绎往衣，进不起，年49。中统3年，论功追封陇西公，是义武。延佑7年，加封陇右王。子7人，忠臣、巩昌便宜副总帅，赐德臣，赐直臣，巩昌中路都总领，没于王室。赐梁臣，赐汉臣，奥鲁兵马都元帅，左丞，巩昌左翼都总领，没于王室。卿臣，四川行枢密院副使。德臣，赐名田歌，字顺甫。年14，是太子游猎，使无须发。袭爵巩昌等24路便宜都总帅，从征蜀，将前军出中夫，所向克获。进攻运山，绿麾下先。所乘马中非时死，不战，拔外城。宋将于介攻汉中，得城池复之，介闻，遁去。宪宗肃闻其名，即入境，所乘西加纳，赐印符，命臣免州。免据嘉陵。要录，得臣善治事卢，部署官署，数日而及。进攻嘉定，敌前。军夜出，得臣迎战，杀100人。还至左绵云顶，宋军乘夜着营，决之，杀1000人，生擒100人。进次隆庆，宋军人夜出，与力战，尽杀之。及马槽沟，遇伏兵，与战，获其统制罗廷鄂。又赵德、陈义昌、诸庶皆听节制。世祖以皇帝有事西南，得臣入见，其免义昌赋税及徭役、漕粮、屯田为长久计，并从之。即命制刑部于巩，立曹司于免，通范狱，给馈饷。奏起以兄忠臣设府。是史籍的专事义昌。义昌为蜀侯京，蜀人但其威名，
朱俊还。是莫敢出斗。贾迎春，汉，嘉陵曹州水色，议者欲弃去。得臣曰：国家以属事托我，有死而已，奈何弃之？尽杀所乘马享事。袭嘉川，得粮2000余石。云顶吕达将兵5000邀战，及镇秦之，复得粮5000石。继而于关，经牛水陆运协至，屯田麦一灯，食用。PG 2273，遂给。下或宋提辖崔中，正在立，纵令持袭遇苦竹，守江南。卿以臣将，所服城中民，悉归之。东南数卒数百有去至，得臣揣之，给劝纵去，皆弃谢。未几，山寨相继书款。宋江于会，遣都统甘润以兵数万乘紫金山，得臣即选精卒，衔枚夜进，大破之，润仅以身免。南侵北进，其下杀亲妻子以叛，属江郊。远领兵饷之，得臣即败远，尽获所饷资粮。冬，蜀兵2万复至，又败之，获200余艘。于关至沔水，迂回为渡百有8，致仕。西为桥梁。戊午岁，帝亲征，赐汉中，得臣朝行在所。初，诸路君臣都卒为宋人所为，得臣遣将复之，曰先破敌者，奏领。此臣为遂解。诏后江南事定，如约以臣与之。帝幸益昌。驻北山，谓得臣曰：来者言汝立利州之功，今见汝身甚小，而胆甚大，不知敌曾保汝臣否？得臣对曰：赖陛下洪福，未尝以来。帝曰：彼但轻威名耳。赐金带，且比例实际。公嘉陵白水交汇，势凶急。帝问：船几何可计？得臣曰：大军100万，非可焉言，当别为方略。即命系舟为梁，一系而成，如履坦途。帝故谓诸王曰：汪得臣言不虚发。赐白金30斤，人命刻10济功。苦竹既逆命，致仕攻之，言毕。窍诀，或请见天桥。帝以问得臣曰：臣知先登县镇而已，见桥非所知也。继而桥果无功，乃率将士鱼贯而进。帝望讲，叹曰：人言其胆勇，岂须欲邪？宋江召众武纳款，而扬礼。由拒战，奋急，尽杀之。得臣为急，帝劳之曰：汝急皆为我。嘉饮以葡萄酒，解欲待赐之，曰：饮我酒，服我待，急。其有抽乎？得臣泣谢。宋龙州守将望德兴，遣所亲愿孝顺，以郡民为旗，奏如其请。进攻长宁，拔之，斩首将望左。帝东夏，得臣为先锋，抵大霍山，夺水门。宋江杨大渊遣子起活戍，万人命，引至帝前为请。旦日，大渊率众将，以而运山，轻居。PG 2274，大梁皆将。攻钓鱼山，守城王坚复险，5月不下，得臣单骑至。城下，大呼曰：王坚，
我来活汝一城军民，以早降。欲谓既己为非时所终，遂感急。帝遣使问劳，彼还义昌，奏曰：陛下尊为天子，犹冒寒暑，服劳于外，臣呆罪行侮，死其分也。又遣丞相务真赐汤剂，猝不起，年30有6。中统3年，追封陇西公，侍中烈。子6人，常为正，次为贤，大司徒，为和，昭文馆大学士，为名，以质子为元帅，为能，征西都元帅，为纯，全便宜都总帅。梁臣年16、7即从兄德城出征，每战折当前锋，以功卓。毕帅兼便宜都府参议。癸丑岁，以德城建，为巩昌帅，领所步兵屯田白水，属边寨不敢复出超略。宪宗亲征，军至6盘。梁臣还巩昌，公益所需，事急而民不扰，诏全便宜总帅府事。梁臣奏，愿与兄德城效力定四川。帝曰：行军溃饷，所系不轻，汝任其责，自可立功。梁臣既奉命，至桥梁、平道、路、营舟车，水陆无庸，储积充任。有旨赐黄金、弓矢、旌旗。能世祖即位，阿兰台儿、浑都海逆命，劫6盘府库，西垂骚动，召梁臣讨之。兵至山丹，至营，按兵不战者凡2月。俄大举至要碑谷，两军相当。梁臣慷慨示诸将曰：今日之事，系国安危，胜则富贵可保，败则生路家亡。苟能用命，纵死行间，不失忠孝之名。众闻，踊跃而前。会大封扬沙，骤会梁臣，手刃数10人，贼势举，众军乘胜倒之，贼大溃，获阿兰台儿、浑都海，杀之，西比吉宁。桀文，赐金虎符，全便宜都总帅。中统2年，火里叛，复讨平之。入境，赐宴，屡称其功。梁臣拜谢曰：臣奉诸王臣算，何功之有？世祖嘉其能让。复赐金鞍、甲胄、弓矢，转同迁巩昌路便宜都总帅。宋江斩万，授帅战船200，溯江而上，欲掩轻居。梁臣伏甲数10艘其后。PG 2275。身先逆战，万寿败走，伏发，击获之。3年，授郎彭广安顺庆等陆征南都元帅。梁臣以钓鱼山险绝，不可攻，奏请就近的住。臣曰：武圣，以遏其往来。4年春，梁臣攻重庆，命元帅康吐突、先驱与宋江诸士一孙兵交，梁臣塞其归路，引兵横击之，断敌兵为2，敌败走曲城，不得入，尽杀之。至元6年，授东川副统军。8年，兄子为正请于朝，谓梁臣久劳荣行，起身待之。9年，复授梁臣昭勇大将军、巩昌等24处便宜都总帅，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。明年，召入，帝曰：成都备兵久，须亲安吉之。授正国上将军、枢密副使。西川行枢密院事，属人安之。
11年，进攻嘉定，斩万寿坚守不出。梁臣度有伏兵，大搜山谷，果得而杀之，尽垒薄城。万寿西军出战，大破之，伏尸必将。万寿起降，梁臣奏免其死。居民暗睹。梁臣统兵顺流而下，子云、卢、续相继款附。还为重庆。13年，宋福州安抚杨力率兵救重庆者在，梁臣皆败走之。宋安抚张觉遣将陈须袭据泸州，梁臣还军平之，复攻重庆。15年春，张觉西众鏖战，梁臣奋击，大破之，升中四使。明日，督战一急。觉所部赵安开门纳降，觉前遁。梁臣进扶穷，发宿。正基，名大悦。四川西平。节文，世祖喜盛，召梁臣入境，授资善大夫、中书左丞，行四川中书省事，赐白貂裘。梁臣承制。属15世，世祖喜纳。梁臣至成都，以属疮痍之余，即议巡抚。行省罢，改授安西王相，不复。18年夏，疾卒，年51。赠仪同三司，侍中会。加赠推陈保德宣立功臣，仪同三司，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柱国，追封梁国公。子7人，为秦。云南诸路行省平章政事，为简，保宁万户，为某，同知屯田总。管府事，为勇，征西都元帅，为公，接州同知，为人，人将总。管达鲁花赤，为兴，汉军千户。PG 2276。为政自宫里，又引物，藏书2万卷，喜从文士论议古今志。乱，有喜谈兵，时出游猎，则乐从其为攻守状。富足于君，皇直授王比权袭父爵，守清居山。世祖即位，遂征授焉。初，献宗遣浑都海以骑兵2万守6盘，又遣启台布花守清居，致仕。浑都海叛，启台布花发兵为应，为政即命立誓复启台布花，杀之。世祖加其功，召东川军士西听处分。中统2年，入朝，赐甲胄，保安。3年，召海拱昌部长。火都叛，民大扰，为正尉将立曰：火都今若治犬，方似狂也。苟一战不利，则臣亦为虚，当胜以不战。乃发兵种之，贼欲战不得，休则挠之。若是者2月，知其粮尽事促，曰：可以。与战，屡捷。火都遣30人来约将，即遣其10人还，比火都。自来，因前兵蹑其后，出其不意，擒杀之。至元7年，宋人修河州，诏立武圣军以拒之，为镇陵嘉陵。将作诈，扼其水道，夜悬灯栅间，编竹为龙，终至火炬，顺的。事转走，召百步外，以防不虞。宋人之有备，不敢进。9年，率兵略中，伏、或令，部各1，破寨7，擒守江6，将户1600，百有骑，捕虏500。会丞相伯颜克襄阳，亦取宋，为朕奏曰：
蜀未下者，数臣耳，一并立功于行。本根既拔，此将焉往？愿以本兵由嘉陵下夔峡，与伯颜会钱塘。帝忧诏答曰：四川士众，舍亲谁托？翌日蜀平，攻起伯颜下胁。未几，两川。枢密院合兵为重庆，命一兵助之，为镇夺祁洪衙门，获宋江贺。统制。皇子安西王出镇秦蜀，召为镇还。14年冬，皇子北伐，而藩王吐鲁叛于六盘，王相府命别宿带领兵进讨，为镇为副。别宿带不习兵，施行无忌，为镇不屈，速行阵，严斥后。樊军阵亦以众焉。进赐平凉，减拱兵锐者80人与拒，至六盘。吐鲁先据西山，为镇分安西兵为左右翼，拱兵独居中，去吐鲁。PG 2277。义李许皆下马，守攻。吐鲁遣败其突陈，为镇令隐闷无发。将急，又命曰：势必终而发。于是始下如雨，突其中者3之一，于晋池还，吐鲁军遂走。为镇挥兵逐之，3余山，至萧何，秦叛将燕止戈，复进兵，吐鲁亦救秦。安西王至，为镇营。夜，王力称其功。明日，大宴，赏以金尊卑、貂裘。王妃赐其。母朱落帽衣，且曰：吾皇家而妇也，唯汝母制衣，汝母征服人也。诏为镇入朝，世祖推御史食之，赐白金5000两，锦衣一袭，授金吾卫上将军，开城陆宣卫使。17年，迁龙虎卫上将军、中书左丞，行秦蜀中书省事，赐玉带。以省治在长安。去蜀远，乃命为镇分省于蜀。蜀土建立兵革，民无顽居，一闻。马思折奔窜避逆，为镇留邑抚巡，人便安之。20年，进阶资德大夫。22年，改授陕西行中书省左丞。入晋上都的。复籍，还至华州，卒，年44。是真肃。二子，四昌、武略将军、成都总军副万户，寿昌、资德大夫，江南行御史台中丞。史天泽阁。史天泽，字润甫，秉直继子也。身长8尺，音如洪钟，善骑射，勇力绝人，从其兄天尼率征定。已有天尼遣护送其母归北京，继而天尼为武仙所害，抚辽王进，王守道追及天泽于燕，曰：便起仓促，不趋散走，多在近郊，功能回沛难行，不招自治矣。天泽毅然曰：兄弟之仇，亦所当负，虽死不避，况未必死邪？及亲资庄，亦甲仗，南还，行刺满城的。是马甚众。天泽涉行军事，遣监军李伯右翼国王被掳言状，且起计师。天泽时为帐前军总领，被掳陈至命少兄职为都元帅。比孝乃辟将蒙古军3000人援之，何事进攻卢奴。先骁将革铁枪者，拥众万人来拒战，天泽迎击之，
身先士卒，勇气百倍。贼退阻孤河，乘夜而遁，天则追击之，身擎革铁枪，余众西溃。获其兵甲辎重，军威大振。遂下中山，略无极，拔赵州，进军。PG 2278。野头会天泽兄天安一提兵来赴，即先败之，先奔双门，遂复真定。未几，宋大明总管彭义兵因与先和，欲取真定，天泽同效，乃扼诸赞皇，先不得进。义兵士卒，焚山自守，天泽遣锐卒。午时，摧锋而入，自以铁骑击其后，复义兵斩之。未几，先复令谍者劫死士于城中大力寺为内应，夜斩关而入，据其城。天泽引部卒数十，于城东出，至皋城，求援于董郡。郡受以锐，卒数百，夜复真定，而孝乃辟兵易至，捕叛者300余人，先从数骑走保西山抱独寨。孝乃辟怒，愤明之从贼，驱万余人将杀之。天泽曰：彼皆无名，但为贼所挟耳，杀之何罪？立真得势，乃善陈璧，立楼鲁，为不可犯之计，召集流散，存续困穷，以报独诸寨。先知巢穴，不及减负，终疑后患，即攻下之，先乃遁去。既又取以坚、马武等寨，而向魏义将。己丑，太宗即位，义立3万户，分统汉兵。天泽氏入境，命为真定、河间、大名、东平、济南5路万户。更营东、武先，复屯兵于魏。天泽和诸军为之。今将完颜和达以众10万来援，战不利，诸将皆北。天泽独以1000人绕出其后，败益都尉军，与大军合攻之，先益去，遂复魏州。壬辰春，太宗由白坡渡河，赵天泽以兵由孟津会河南至。则睿宗以破和达军于三峰山，乃命略的京东，招降太康、浙县、瓦岗、睢州，追斩荆江完颜庆山奴于阳邑。夏，帝北还，刘睿宗总兵为变。癸巳春，荆主突围而出，令完颜白撒自黄龙冈来袭兴卫。天泽虑轻骑持复之，彼至，为以和。天泽奋戈突至城。夏，呼守者曰：汝等勉励，援兵且至。复月初，其众皆披靡，遂与大军夹击之。白撒等败走蒲城，天泽尾其后，白撒等兵上8万，伏斩殆尽。荆主以丹葛东走归德，天泽追至归德，与诸军会。兴卫达鲁花赤撒及斯布花欲薄城背水而迎，天泽曰 PG 2279。此岂驻兵之地乎？彼若来犯，则进退失据矣。不听会。天泽以事之变，彼还、撒及斯布花全军皆没。荆主迁蔡，帝命元帅奔斩绿大军为之。天泽当其北面，劫伐前渡汝水，血战连日。甲午春正月，蔡破，荆主自京死，天泽还真定。时正凡负重，待前于西北古人以代书，累备其袭，谓之阳。
高丽，民不能给。天则奏请官为偿一本席而止。既以岁积甲代充贡赋，积银至13000锭。天则轻加资，律族属官吏代偿之。又请以中户为军，上下户为民，者为定级，境内以宁。今王移军伐宋，以为从皇子驱出攻枣阳，天则先登，拔之。及攻襄阳，宋兵以舟数千乘于峭石滩，天则携2舟载死。是执前导之，复逆者万计。丁酉，从宗王口温不花为光州。天则先破其外城，攻子城，又破之。师赐复州，宋兵以舟3000，所湖面为栅。天则曰：栅破，则复自溃。亲执府谷，都永。是40人攻其栅，不逾时，栅破，复人惧，请降。进攻寿春。天则独当一面，宋兵夜出卓营，天则首级杀数人，麾下兵既至，西驱其兵入淮水泗，乘胜而南，所向折克。壬子，入晋，宪宗赐魏州5城为分邑。世祖时在藩邸，及知汉的不治，河南尤甚，请以天则为经略使。至则兴力除害，政无不举。诸郡异常2之犹贪横者2人，境内大治。阿兰达尔勾教诸路财富，锻炼罗织，无所不至。天则以勋就独见优容。天则曰：我为经略使，今不我责，而罪于人，我何安乎？由是的事者甚众。戊午秋，从宪宗伐宋，由西蜀已入。己未夏，筑河州之调。于山，军中大邑，方一班师。宋将吕文德以蒙冲千余，速嘉陵。江而上，北军迎战不利。帝命天则御之，乃分军为2邑，跨江。驻设青绿州师顺流纵集，3战3捷，夺其战舰100余艘，追至重庆而还。PG 2280。中统元年，世祖即位，首诏天则，问以治国安民之道，即据书以对。大略谓朝廷当先立审部以正纪纲，设监司以督诸路，配恩泽以安反侧，退贪残以任贤能，颁俸制以养廉禁，贿赂以防奸，庶能上下批印，内外修习。帝加纳之。既命往。主撤江上军，还授河南等路宣抚使，俄兼江淮诸义军马经略使。2年夏5月，拜中书右丞相。天则既秉政，凡前所言至，国安民之术，无不次第举行。又定省规10条，以正庶务。宪宗初年，扩户逾100万，致仕诸色战役者太半，天则悉奏罢之。秋9月，户从世祖亲征阿里不哥，赐袭木土之地，召丞相密权。征将右军，天则将左军，何事促之，阿里不哥败走。3年春，李坦因结宋人，以义都叛，遂据济南，召亲王哈。必斥总兵讨之，凶势甚甚。既命天则往，天则闻坦入济南，笑曰：使突入吏，无能为也。至则尽说于哈必斥曰：坦多决而兵精，不宜力剿，当以岁月避之。乃深沟高垒，
决其奔。乙凡4月，城中时尽，军溃出将，生秦坦，斩于军门，诸同。恶者数10人，于西纵归。明日，引军东行，未至益州，城中人以开门迎将。初，天泽将行，帝临宣受诏，则以专征，彼诸将皆听节度。天泽未尝以诏示人，即还，帝未劳之，悉归功于诸将，其甚密。谦退如此。天泽在宪宗时常奏，臣始设先兄天尼君民之职。天尼有2子，一子管民政，一子掌兵权，臣复入刀纪狱一门之内，处3要职，分所当辞，臣可退休矣。帝曰：卿亦是。忠勤有劳于国，一门3职，何愧何嫌？进不许。致仕言者，或谓李坦之变，由诸侯权太重。天泽遂奏，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，行之请自陈家使。于是使世子职，即日解兵符者17人。至元元年，加光禄大夫，右丞相如故。3年，皇太子燕王。PG 2281，领中书省，兼判枢密院事，以天泽为辅国上将军、枢密副使。4年，复授光禄大夫，改中书左丞相。6年，帝以宋卫复议。攻襄阳，召天泽与驸马呼剌出往京化之，赐白金100锭，储币10000。明至泽乡要害，立城堡，以绝其生源，为必取之计。7年，以及海晏。8年，晋开府仪同3司，平章军国重事，人斥右丞。襄安同谕旨曰：两省、苑、台或1月、1旬，遇大事，轻可商量，小事不烦轻也。10年春，与平章、阿术等进攻樊城，拔之，襄阳降。11年，赵天泽与丞相伯颜总大军，自襄阳水路并进。天泽至颍州遇急，还襄阳，帝遣侍臣赐以葡萄酒，且谕之曰：亲自朕祖宗以来，公患甲胄，拔履山川，宣力多矣。又亲手势南伐，翌日攻城，皆亲力也。勿以小疾祖行为忧，可且北发，擅自调护。还至真定，帝又遣其子杠与上衣持事，赐以药饵。天泽因复奏曰：臣大献有终，死不足惜，但愿天兵渡江，慎勿杀掠。欲不及他。以12年2月7日薨，年74。复闻帝正道，遣进。臣复以白金2500两，赠太尉，侍中武。后累赠太师，晋封镇阳王，立庙。天泽平居，未尝自矜其能，即临大节，论大事，毅然以天下之众自任。年40，使折节读书，游熟于《资治通鉴》，立论多出人意表。拜相之日，门庭悄然。或劝以权自彰，天泽举。唐为傲告周持之语曰：愿相公无权，绝禄行赏，天子之柄，何以权为？因以谢之，言者残服。当今末，名士流寓失所，昔为治其生理而兵理之，后多治显达。破归德，
是李大节不杀。而宋至真定属为参谋，魏为时议，命王昌龄治之，救人多不平，而莫能兼其知人之明，用人之专如此。是以出入江相武10年，上不疑而下无怨，人以比于郭子仪、曹彬云。子革、湖广行省平章政事，张真定顺天兴军万户，第 PG 2282。魏徽路转运使，杠湖广行省右丞，起淮东道廉访使，子同知礼州，凯同知南阳府，兵中书左丞。革字敬明，遂壬子，宪宗赐天泽以卫丞，授革节度使。宪宗崩，革北流千州，5年而归，为邓州救军万户。既又代张宏，范为亳州万户，而以故所将邓州救军授弘范。从攻襄阳，襄阳下赐白金、衣裘、弓矢、鞍马。众军渡江，平章阿术江20。5万户居前，每5万户则1人为帅统之，革居其一。革军先渡，为宋江城彭飞所却，革被3创，丧其师200。寻复大战，中流。使彭飞身亦被7创，乃败走。其后枢密院奏革清净，请罪之。帝念其功而薄其罪。彼从平章阿里海牙攻潭州，炮击炸木，伤坚，使冠其首，果创先登，拔之，遂以军民安抚留戍。入境，嘉定远大将军，赐以天泽所服玉带。从攻晋江，众以焚晕自闭凿城，革所当，炮类必的，车不可至，乃4系率众。攀叠，以负而上，拔之。训广西18州，广东3州，皆下境。将受兵之初，西动诸夷皆降云南，革遣使谕之，来者50州。云南征之，是闻，诏听革节度，升广西宣抚使，改正国上将军。广南西道宣慰使。宋王陈宜中、张世杰协议望越，广王秉据福州，立义望。传习领海，欲复其地，诈言下跪以复滨江州郡。诸戍将以江路，既决，不可北归，皆托济事还晋江。革曰：君等亦为虚声所拒邪？待贵于岭，省不可北归，吾与诸军取图云南而归，未为不可，敢折气数哉？行省亦弃广东之肇庆、德庆、丰州，并兵戍梧州。革曰：弃的撤备，是敌已怯，不可，宜增兵戍之。拒贼苏仲，及溃促，据镇龙山称王，劫掠于外，根植于内。至秋必获。闻大兵至，则委出将，官军未属，不敢深入。衡、象、滨、贵4州，皆被其害。革驻保于其界，守以屠兵，令官军火其炉栅，民见其禾架，众穷促，遂降。亦望于众破寻州。PG 2283。斩李成、李福。晋江北地全、永皆城守，罗非为永，凡7月不下。判官潘泽民间道来告急，革奋兵赴之，舔其众。亦望死，为王立。去广州，避海中崖山，遣岑渊子据雷州。
欲之将不听，进兵攻之，渊子奔冈州。士节将兵数万，欲复取雷州，数将刘仲海急走之。后西众来围，城中绝粮，是以草为食，革曹清、连、高、华诸州粮以给之，士节解围去。赵革数雷州。魏王死，广东、西平。张弘范请赴江亳州军，乃还革邓州救军。拜参知政事，行广南西道宣慰使。入境，拜资。得大夫、湖广行中书省右丞。移江西右丞，巡抚为湖广右丞。晋平章政事。卒，年58。子耀，福建行省平章政事，荣。邓州救军万户。PG 2284。列传第43。董文炳是元氏选。董文炳，字彦明，郡之长子也。父末10年始16，律诸右。弟是母李夫人。夫人有贤行，治家严，笃于教子。文炳师事齐。先生谨敏善记诵，自幼眼如成人。遂以位，以赴任为稿丞令。同列皆父10人，亲文炳年少，立亦不知旦。文炳名于听断，以恩继威。未几，同列戍守下之，力报案求属字，不敢仰视，礼人亦大化服。县平，众以汉皇，而真敛日报，民不聊生。文炳以私谷数千石与县，县得以宽民。前令因军心乏用，称待于人。而待家取袭遂备，县以民残卖偿之。文炳曰：民困矣，无为。令亦不忍视也，吾当为代偿。乃以田庐若干亩寄职与代家。复集县闲田与平民为业，始耕之。于是流离见骸，数年间，民食已足。朝廷出料民，令敢饮食者诛，及其家。文炳食民巨口，而居少为户数。众以为不可。文炳曰：为民获罪，无所干。兴，民亦有不乐为者。文炳曰：后当得我。由是复敛大减，民皆复完。庞县民有送不得职者，皆诣文炳求决。文炳长上谒大夫，庞县人具观之，曰：吾即闻董令，董令故一人耳。何其名若神也！使府所无厌，文炳亦不语。或禅之府，府狱中害之。文炳曰：吾终不能包民求利也。即弃官去。世祖在前藩，癸丑秋，受命献宗征南诏。文炳律议事40。六骑从行，人马到死殆尽，即至吐蕃，只2人能从。2人折邪。文炳图行，直逐道路，取死马肉续食，日行不能30-20里。然至义利，其必至军。会使者过，遇文炳，还言其状。时文炳帝。PG 2285。文忠先从世祖军，世祖即命文忠解上就5马载糗粮迎文炳。既至，世祖壮其中，且悯其劳，赐赖甚厚。有任使皆称止，由是。日清贵用事。己未秋，世祖伐宋，至淮西台山寨，命文炳往取之。
文炳持至寨下，欲以祸福，不应。文炳托纣呼曰：吾所以不及兵，威者欲火辱众也，不速下，令屠寨矣。守者惧，遂降。9月，师赐杨罗宝。宋兵驻保于岸，乘船江中，军容甚盛。文炳请于士卒曰：长江天险，宋所事以为国，势必死守，不夺其弃不可，臣请尝之。即与敢死士数十百人当其前，律地文用。文中载蒙冲鼓召集区，叫呼必愤。风既交，文炳挥众驱岸泊之，宋师大败。命文用青州报捷，士祖方助香炉峰，因策马下。山问战胜状，则伏安起立，戍边仰止曰：天也！且命他师。吾解甲，明日将围城。既渡江，会献宗崩。闰11月，班师。庚申，世祖即位于上都，是为中统元年，命文炳宣慰雁南。诸道还奏曰：人久持纵，一旦具数以法，不可为夷者上。多夷摄天下，与之更始。世祖从之，反侧者遂安。2年，擢山东东路宣抚使。方就道，会立侍卫亲军，帝曰：亲军非。文炳难忍。即尧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，配金虎符。3年，李坦反济南。坦惧贼，善用兵。文炳会诸军围之，坦不得遁。久之，贼势日促。文炳曰：穷寇可以计情。乃抵城下，呼坦将田都帅者曰：反者坦耳，余来即无人，无自去死也。田坠城将。田坦之爱将，既将，众遂乱，请坦矣。现坦兵有诈，连两军2万余人，勇而善战，主将怒其与贼，配诸军，使应杀之。文炳当杀2000人，言于主将曰：彼为坦所挟耳，杀之恐乖天子人胜之意。向天子伐南诏，或妄杀人，虽大将亦罪之，是不宜杀也。主将从之，然他杀之者已众，皆大毁。PG 2286。坦伏诛，山东犹未尽，乃以文炳为山东东路经略使，律清军以行。出金银符50，有功者听与之。闰9月，文炳至益都，留兵于外，从数其衣冠而入。居府，布设警卫，召坦故将立立。知庭曰：坦狂贼，挂误汝等。坦以诛死，汝皆为亡民。天子至仁圣，遣经略使俘汝，当相安无惧。经略使得便宜除拟将，立汝等免取金银符。经略使不敢革上命不与有功者。所部大悦，山东已安。至元3年，帝惩李坦之乱，欲前萧方正之衡，以文炳代使。是2万户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，河南等路统军副使。道官造战舰500艘，习水战，预谋取宋方略，凡鄂塞要害皆列诈筑保，违背预计。帝常召文炳密谋，欲大发河北民丁。文炳曰：何？南密尔宋境，
人袭江淮地利，以使河北更以攻军，河南战以辟。第四宋平，则河北常立兵籍，河南消极为名。如是为变。又将校素无奉给，连年用兵，至有身为大校出无马乘者。臣即所部千户司役兵士4人，百户2人，听其故意，稍识其理。帝皆从之，使班将校奉前，以治为差。7年，改山东路统军副使，至宜州，以与宋接近，镇兵养内郡饷运。有诏河敌本部，文炳命收州县所遗文，众见以为诏。文炳曰：但止之。乃遣使入奏，略曰：敌人皆攘之无虚实，一不可，边民公顿甚劳，众苦此役；二不可，困无民矣。俱来者，三不可。帝大悟，罢之。9年，迁枢密院判官，行院事于淮西，驻镇阳2城，2城加淮相望，以坠襄阳及导宋父。辛10年，拜参知政事。夏，淋雨，水涨，宋淮西至使下跪，率州师10万来攻，始时雨下，文炳登城遇之，一系，贵去复来。非使冠文炳左臂者邪？文炳把使受左右，发40余使。服中使进，故左右所使，右10余发，使不济，力亦困，不能张满。PG 2287。遂闷绝击带。明日，水入外郭，文炳挥士卒却壁，贵乘之，压军而阵。文炳病创盛，子氏选请代战，文炳壮而遣之，复自起。数创，首见都战。士选以戈及贵将扑，不死，获之以献。贵遂去，不敢复来。是岁，大举兵伐宋，丞相伯颜自襄阳东下，与宋人战阳罗。报文炳以9月伐镇阳，11年正月，会伯颜于安庆。安庆守将范文虎以丞将。文炳请于伯颜曰：大军既疲于阳罗堡，吾兵当前行。伯颜许之。宋都督贾似道来遇，师臣于芜湖。4道弃师走。次当途，文炳复言于伯颜曰：采石荡江之南，河州对峙，不取，必有后顾。遂进攻之，将之州市王喜。3月，有诏以10项暑热，命伯颜军驻建康，文炳军驻镇江。时扬州、真州坚守不下，常州、苏州即将复叛。张世杰、孙虎、陈约真、杨兵士死战，真、杨兵战每败，不敢出。世杰等臣大见万搜，定交山下江中，尽卒居前。文炳身犯之，载氏选别传。帝之子是表请从，文炳故曰：吾弟仅汝一子，托吾与世选部。反是元，是秀犹足杀敌，吾不忍汝往也。是表故请，乃许。文炳乘轮船，见大将旗鼓，是选，是表传一之，大呼突阵，诸将既尽，非时蔽日。战酣，短兵相接，宋兵亦殊死战，声震天的，横尸尾帐，江水为之不流。自营至午，宋师大败，
士节走。文炳追击于家滩，士节收溃猝复战，又破之，遂东走于海。文炳传晓，不可入海，夜乃还。俘甲士万余人，西纵不杀，获战。船700艘，宋吏自此遂穷。10月，诸军分3道而进，文炳居左，由江并海趋临安。先是江阴军迁叛李世修欲将不果，文炳袭御之，世修以城来复，令全本军安抚使。所过民不知兵，凡获牲口，悉纵遣之，无感。逆者威信前部，皆望其而服。张轩有众数千，赴海为衡。文秉命招讨使王世强及世选往将之。世选单葛至轩所，欲以威德。PG 2288。宣将得海伯500。13年春正月，赐盐官。盐官，临安郡县。嗣就至，招之再反不下。江左请图之，文炳曰：现去临安部100里，声势相及。临安曰：将已有谗言，吾轻杀一人，则害大计，况图一县耶？于是遣人入城谕议，献将。遂会伯言于临安城。北张氏节欲以其主逃之海，文炳绕出临安城南，戍浙江亭。世节既不行，乃窃宋主弟及王悦、广王炳南走，而宋主之遂降。伯言命文炳入城，罢宋官府，散其诸军，封库藏，收礼乐，弃及诸徒籍。文炳取宋主诸喜服上于伯言。伯言以宋主入境。有赵刘氏亦委文炳。境极豪华，抚慰侍女，宋民不知一主。10翰林学士李盘凤召招宋氏至临安，文炳谓之曰：国可灭，使不可没。宋16主有天下300余年，其太史所记俱在史馆，宜悉收以备典礼。乃得宋史及诸注记5000余册，归之国史院。宋宗室福王宇瑞赴京师，便以重宝至诸贵人，文炳独却不受。及官禄宇瑞家，聚集受宝者，为文炳无名。伯言入朝奏曰：臣等奉天威平宋，宋既已平，怀赖安吉之功，董文炳居多。帝曰：文炳无救臣，忠勤朕所素之。乃拜资德大夫、中书左丞。时张氏节奉及王悦据台州，而闽中亦为宋守。敕文炳进兵。所过进士马无敢屡见田麦，曰：在仓者无计食之，在野者辱。又见之，心意之民何以续命？是以南人感之，不忍以兵相向。赐台州，是节顿。诸将先服州民，文炳下令曰：台人守孝顺，于我不暇有，故世节惧之，其民何罪？敢有不纵所服者，以军法论，得免者数万口。至温州，温州未下，令曰：吾取子女，无掠民有。众曰：诺。其守将火城中逃，文炳即命灭火，追擒其将，恕其残民之罪，斩以训。余领闽人服。老来营、张、全、建宁、邵武诸郡皆送款来付。凡得州若干，县若干，户口若干。
闽人感文炳得罪深，妙而祀之。PG 2289。14年，帝在上都，是北边有境，欲清江北伐。正月，即诏文炳。4月，文炳至自临安。彼至，帝日问来齐。即至，即诏入。文炳拜稽首曰：今南方已平，臣摩所效力，请示北边。帝曰：朕赵卿亦不在是也。庶子道兵，朕自府定。山矣。南，国之根本也，尽以托亲。卒有不虞，便宜处置以闻。中书审枢密院事无大小，资轻而行，以斥主者，轻其免之。文秉必谢，不许，因奏曰：臣在临安时，阿里伯奉诏简括宋诸藏获宝，追索梅逆甚细，人实苦之。宋人谓洽无德，具苦之矣。才恐非安怀之道，即诏罢之。又曰：习者泉州仆受根矣。臣将受根宿主事薄，为宜重其事权，使为我汉海寇，又诸蛮。臣服因解所配金虎符配受根矣，为陛下恕其专擅之罪。帝大加之，更赐金虎符。宴劳毕，即听毕辞。文炳求见皇太子，帝许之。复斥太子曰：董文炳所任甚重，见必即遣行。既见，未欲肯至。文炳刘氏选宿卫，即日就到，凡在上都3日。至大都，更日至中书、枢密，部署中书案。平章政事阿和。马方是宠用事，生杀任情，为魏文炳，奸状为之少敛。常执笔，请曰：相公官为左丞，当属审案。请至在寺，不肯述。皇太子闻之，谓功臣逐呼纳曰：董文炳深虑，非尔曹所知。后或思问其故，文炳曰：主上所付托者，在根本之重，非文宜之细。且无少训则纪奸，不训则治谗。谗行则深为，而深失。付托本意，无事以御其大政，而略其细务也。15年夏，文炳有疾，奏请解机务，诏曰：大都属赤，非病者宜，卿可来此，故当阅。文炳至上都，奏曰：臣病，不足领机务，西北高寒，今还舒畅，当复自阅，请尽力北边。帝曰：卿故忠孝，是不足行也。枢密事重，以卿签书枢密。院士、中书左丞如故。文炳辞，不许，遂拜。8月天寿节，礼臣赐宴，帝命作文炳上座，谕宗室大臣曰：董文炳，功臣。PG 2290。也，理当作事。每上时，上使者辍赐文炳。是夜，文炳即复坐，敕赐谕1日来诊视。9月13日，即笃，洗沐而坐，诏文中等曰：吾以先人死亡事，恨不为国死边，今至此，命也。愿董事事有难能骑马者，勉力报国，则无死名目矣。言毕，就诊卒。帝闻，道痛良久，命文中护丧葬稿成，令所过有司矣。李调记赠金子光禄大夫，
平章政事，侍中县。子士元，世选。士元，艺名不花，字长卿，文炳长子也。自抢保丧母，祖母李氏爱之，谓文炳曰：“嗣而能言，即令读书。”数岁，从。名如受学，及长，善骑射。宪宗贞属，士元年23，从叔父。文谓绿邓州义军西行，师赐钓鱼山，宋人坚壁拒守。士元请代。文谓攻之，以所部锐卒先登，力战良久，以他军不济而还。宪宗壮之，赐以金帛。中统初，文谓入典进兵，士元以世家子选。供奉内班，从车驾巡狩北方，常遇武定山之役。帝知其中情可，任以事。会文谓病卒，无子，命士元袭为千夫长。出师南征襄汉，分进兵戍淮上。士元在军中修斥武备，号令肃然。丞相伯颜克江南，宋兵保两淮未下，士元数与战，拔淮安。保以功迁武节将军。从太师伯鲁欢攻扬州，驻师湾头堡。时方大暑，伯鲁欢并还京师，以行省阿里带领诸军。扬州守江江，才乘隙来攻。阿里素不习兵，率轻骑数百出堡，士元与别将哈。剌突以百骑从之。日已暮，宋兵至者万余，士元谓左右曰：“大丈夫报国，正在今日，勿惧也。”方整阵欲战，阿里去令左旋，以乃遁去。士元与哈剌突以步兵赴敌死战，鼓噪震的泥闹马不能驰，乃弃马步战，至四亘，敌众始退。及旦，阿里来，是战地，见士元卧泥中，身被17枪，甲长尽赤，肩于至营而绝，年42。哈剌突亦战死。江淮既平，伯颜入朝，言于帝曰：“淮海之役，所损者二将而已。”帝问其人，以士元与哈剌突对。帝曰：“不花见节。” PG 2291。过人，昼战必能制敌，夜战而死，甚可惜也。至大元年，赠郑国上将军，迁书枢密院事，是节闵。后加赠推陈孝节功臣，资德大夫，中书左丞，护军，追封赵郡公，改氏中闵。世选字顺卿，文炳次子也。又从文炳居兵监，骤至武士，夜读书不辍。文炳总师与宋兵战金山，世选战胜利，大败之，追至海而还。即将张轩等，丞相伯颜临阵观之，壮其骁勇，遣使问之，使之为文炳子。奏功，佩金服，为管军总管。战术有功。宋将从文炳入宋宫，取宋主将表及收其文书图籍，敬重。时大体，秋毫模所取，军中称之。宋平，班师，召至侍卫亲军。诸尉以世选为前卫指挥使，号令明正的士大夫兴。魏己以其职让其弟世秀。帝加其意，命世秀将前卫，而以世选同迁。行枢密院事于湖广，久之召还。
宗王乃言判，帝亲征，赵氏选置行在所，与李崂山同江汉。人诸君以御之，乃言君非使及臣于前，是选等出不促横击之，其众败走，缓急进退有礼，帝甚善之。丧歌事败，帝求执事用之，以益其弊。于是赵氏选论议政事，以中书左丞与平章政事，撤李往镇浙西，听辟举辽属。治部察并民事，悉以帝议除之。明大悦，有据敛之臣为奸吏，事发得罪且死，诈言所遣博商海。外未至，请留以待之。是选曰：海商至则不录之，不至则无。如之何？不系私人之存亡也。苟此人幸存，则无以谢天下。遂尽其罪。这多湖泊，广蓄泻以备水旱，虑为豪民战以众义。水魔所居积，故数有水旱。是选与撤李立开复之。陈宗即位，迁行枢密院于建康。未几，拜江西行省左丞。赣州道留60尾吏名号，聚众至万余。朝廷遣兵讨之，主将官望退缩不肯战，守吏又因以扰良民，贼势益甚。是选请自往，众欣然托之。即日就到，不求一兵，但律院使李廷正、袁明善二人持文书已去，众莫测其所为。至干境，捕官吏害民者至。PG 2292。之民相告语曰：不知有官法如此。进至兴国县，去贼巢。不百里，命则将校奋兵守的待命。察之激乱之人，悉治于法。复诸奸民之为囊橐者。于是民征出请自效，不数日遂擒贼魁，散于众归农。军中获贼所为文书，旁晋郡县妇人姓名俱在。廷正民善请焚之，民心亦安。遣使以示平报于朝。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慕召其使谓之曰：董公上公不协。使者曰：某。且行。左丞受之言曰：朝廷若以军功为问，但言政府无状的，免罪幸甚，何功之可言？因出其书，但请处赃吏数人而已，不言破贼事。廷一身探其肢体而不伐。拜江南行御史台中丞。廉微素者，不言而素，凛然有大臣风。入迁枢密院事，而拜御史中丞。前中丞崔玉久任风纪，善斡旋以救事功。既卒，不呼。慕以平章军国重事记之，方正持大体，天下望之，而以多病。遂以属之事选。风采明俊，中外悚然。时丞相完则用刘申言，出师征800袭复国，远冒燕瘴疾。至未战，士卒死者10以7八。屈民转速享军，溪谷之间不容。舟车必负担以达。一夫至速8斗，律数人佐之，凡数10日乃至。由是民死者亦数10万，中外骚然。而完则说帝江南之的晋世祖所取，陛下不兴此意，则无功可见于后世。帝入其言，用兵亦甚坚，故无敢见者。
是选律同列言之，奏事殿中毕。同列皆起，是选乃独言：今留声出师，以有用之名而取无用之地，就令当取，亦必遣使谕之，谕之不从，然后据粮选兵，适时而动。岂得轻用一人妄言，而致百万生灵于死地？地色变，是选游民便不止，是从皆为之战数例。帝曰：事已成，卿勿复言。是选曰：以言受罪，臣之所当。他日以不言罪，臣死何益？帝挥之起，左右拥之以出。未数月，帝闻师，拜祭，慨然曰：董二哥之言验矣，无愧之。因赐上尊以金，直言始为罢兵，诸留声等。世祖常呼文炳曰董大哥，故帝矣。PG 2293。二哥呼世选。久之，初为江浙行省右丞，迁汴梁行省平章政事，又迁陕西。世选平生以忠义自诩，尤好廉洁，自门生不屈，无敢迟疑。好显者，治家甚严，而孝弟有笃。时言世家有礼法者，必归之。董氏，其礼敬贤士尤至。在江西，以蜀院元明善为兵友，既有的无臣而失之，言于及于家属以教其子。诸老如及西蜀一事，皆以书院之路启之，使以所学教授。迁南行台，又召集子集语、据后右的范滂等数人，皆以文学大显于时，故世称求贤见士，亦必以董氏为首。晚年好读义，淡然终其身。每一之官，必卖先叶田庐为行资，故老而益贫，子孙不依之事，是者往往称廉吏云。子守中，云南行省参知政事，守阙，是政府判官，守司，知威州。张弘范。张弘范，字仲筹，柔第九子也。善马槊，颇能为歌诗。年20时，兄顺天路总管弘略上计授阳行都，刘弘范摄府事，吏民服其名爵。蒙古军所过四报，弘范仗遣之，入其境无敢犯者。中统初，授御用局总管。3年，改行军总管，从亲王合璧斥讨。李坦于济南。柔戒之曰：汝为臣务必显地，汝无待心，则兵必致死。主者虑其险，苟有来犯，必复救，可因以立功，免之。弘范迎陈豨，坦出军突诸江营，独步向弘范。弘范曰：我迎险的，坦乃示弱于我，必以其兵来袭，为我服务也。遂筑长垒，内服甲士，而外为壕，开东门以待之，夜令士卒郡豪邑。深广，坦不知也。明日，果拥飞桥来攻，未及岸，军陷壕中。得跨壕而上者，突入垒门，遇伏皆死，将两贼将。柔闻之曰：真吾子也。坦既诛，朝廷臣坦尽专兵民之权，故能为乱。亦罢大藩子弟之在官者，弘范力罢。至元元年，弘略既入宿卫，帝召见，议其兄弟有可代守顺。PG 2294。
天者，且念弘范有济南之功，受顺天路管民总管，配金虎符。2年，以守大名。遂大水，漂煤庐社，租税无从出，弘范者免之。朝廷罪其专擅，弘范请入见，进曰：臣以为朝廷处小仓，不若处之大仓。帝曰：何说也？对曰：今岁水疗不收，而弊则民疏，仓库虽实，而民死亡殆尽，明年租将安出？何若活其民，使不致逃亡，则岁有恒收，非陛下大仓库乎？帝曰：知体，其勿问。6年，扩诸道兵为宋襄阳，授益都资来等路行军万户，复配金虎符。朝廷以益都兵乃李坦所教练之卒，勇悍难治，故命领之。数路门堡，以断宋饷道，且绝引之救兵。弘范谏言曰：国家取襄阳，为延久之计者，所以众人命而欲其自毙也。恼者，下贵臣将长送衣粮入城，我师做事，无欲之者，而其境难。皆江陵、归、峡、商贩行旅士卒络绎不绝，宁有自毙之时乎？以成万山以断其西，乍灌子滩以绝其东，则庶几速避之道也。帅府奏用其言，以弘范兵千人数万山。既成，与将士校射出东门，宋师掩至，江左皆为众寡不敌，宜入城自守。弘范曰：吾与诸军在此何事？敌至将不战乎？敢言退者死。即换甲，上马，力遣偏将李廷当其前，他将攻其后，亲率200骑为长阵。令曰：闻五鼓则进，未鼓勿动。宋军步骑相见突阵，弘范军不动，在进在却。弘范曰：彼气衰矣。鼓之，前后奋急。宋师崩溃。8年，筑一字城逼襄阳，破樊城外郭。9年，攻樊城，刘使中其肘，果疮见主帅曰：樊相为唇齿，故不可破。若截江道，断其援兵，水陆夹攻，樊必破矣。樊破则襄阳，何所事？从之。明日，复出锐卒先登，遂拔之。襄阳既下，携宋将吕文焕入境，赐锦衣、白金、保安，将校行赏有差。11年，丞相伯颜伐宋，弘范率左部诸军巡汉江，东略颍、西南攻武基堡，取之。北兵渡江，弘范为前锋。宋襄甲4道 PG 2295。都兵祖吴胡，殿帅孙虎城据丁加州。弘范转战而前，诸军继之。宋师溃，弘范长驱至建康。12年5月，帝遣使谕丞相吴轻敌。贪晋、方蜀，其少助以待。弘范进曰：圣恩待士卒臣厚，然缓急之宜，非可遥度。今敌以夺气，正当成破竹之势，取之无一策矣。岂宜迂缓，使敌的为计耶？丞相然之，迟疑至却。面论形势，的指进师。12年，赐瓜州，奋兵力诈，据其要害。扬州都统江才所统兵进汉善战，
致使以2万人出扬子桥。洪范左都元帅阿术遇之，与宋兵加水阵。洪范以13骑进度冲之，阵间不动，洪范引却。一骑跃马挥刀，直去洪范，洪范旋沛反，迎刺之，应手盾毙马下，其众溃乱，追至城门，斩首万余级。自相柔及溺死者过半。宋将张世杰、孙虎城等率水军于焦山决战，洪范以一军从旁横冲之，宋师遂败，追至垂山之东，夺战，舰80艘，俘国千数，上其功，改亳州万户，后赐名拔都。从中书左丞董文炳由海盗会丞相伯言，进赐进交。宋主上将表，以伯职为称，往返未决。洪范将命入城，数其大臣之罪，皆屈服，竟取称丞将表来上。13年，台州叛，讨平之，诛其为首者而已。14年，失还，授郑国上将军，江东道宣慰使。15年，宋张世杰立广王炳于海上，闽、广回应，比洪范。往平之，授蒙古汉军都元帅。必辞奏曰：汉人无统蒙古军者，其以蒙古姓陈为首帅。帝曰：汝知而复与察罕之事乎？其破安丰也，汝复欲留兵守之，察罕不从。师既南，安丰复为宋。有进退几失据，汝复生悔恨，良有委任不专故也，岂可使汝复有汝父之悔乎？今复汝大事，能以汝父之心为心，则与汝家面赐锦衣玉带，洪范不受，以剑甲为请。帝出武库剑甲，听其自责，且谕之曰：剑，汝之父也，不用令者，以此处之。将行，见李恒为己2，从之。至扬州，选将校水陆2万，分到南征，以帝弘正为先锋，戒之曰：选汝骁勇，非斯汝也。PG 2296。军法重，我不敢以私挠功，免之。弘正所向克捷，进攻三江。寨据爱城高，不可进，因联兵向之。寨中持满以待，洪范下令下马至朝时，若将持久者，持满者亦不敢动，而他寨不虞也。忽挥军连拔数寨，回倒三江，尽拔之。至漳州，军其东门，命别将攻南门、西门，乃乘虚破其北门，拔之。攻报蒲寨，又拔之。由是滨海郡亦皆望风降附。或宋丞相闻天降于五坡岭，使之败，不屈，洪范议之，待以兵礼，送至京师。或送礼部事郎邓光建，命子归师事之。16年正月庚戌，由朝阳港发泊入海，至甲子门，或送敕。后将刘钦、顾恺乃知广王所在。辛酉，赐崖山。宋军1000余艘。定海中，见楼鲁其上，引然坚壁也。洪范引舟师赴之。崖山东西对峙，其北水浅，舟交，非潮来不可进，乃由山之东转南入大洋，使得逼其舟。又出其兵断其急路，烧其工事。
士节有声。在弘范军中，三使招之，士节不从。甲戌，李恒自广州至，授以战舰2，使守北面。2月癸未，将战，或请先用炮。弘范曰：火起则舟散，不如战也。明日四分其军，军其东南北。三面，弘范自将一军相去鲤鱼，下令曰：宋周朝至必东遁。即攻之，勿令得去，闻无乐作乃战，为令者斩。先回北面一军乘潮而战，不克，李恒等顺潮而退。乐作，宋将以为且验。少谢，弘范周师犯其前，众击之。欲构战楼于周尾，以布木障之，命将士复遁而伏，令之曰：闻今生起战，先惊而妄动者，死。非使急如畏，伏遁者不动。周将接，鸣金掣杖，弓弩火。时交作，顷刻并破七州，宋师大溃。宋臣报其主禀覆水死。或其府喜印章。士节先遁，李恒追至大洋不及。士节走交趾，封坏州，死海陵港。其余将吏皆降。领海西平，摩崖山之阳乐。时济公而还。10月，入朝，赐宴内殿，慰劳甚厚。未几，杖立即作，第 PG 2297。命上医诊室，遣进陈灵异用药，敕卫士监门，指杂人无扰其病。病甚，沐浴一衣冠，服夜至中庭，面却再拜。退坐，命酒作乐。与亲故言别。楚所赐剑甲，命父四子归曰：汝父以事立功，汝佩服勿忘也。语尽，端坐而卒。年43。赠迎亲荣禄大夫，平章政事，是5列。至大4年，加赠推中孝节义运功臣。太师，开府仪同3司，上柱国，齐国公，改侍中武。延佑6年，加保大功臣，加封淮阳王，是献武。子规，字有传。PG 2298。列传第44。刘秉忠。刘秉忠，字仲惠，出名侃，因从事事，又名子聪，拜官后，始更精明。其先瑞州人也，世事辽，为官族。曾大副士京，为行州节度副使，因加焉，故自大副责而下，遂为行人。庚辰岁，穆华里取行州，立都元帅府，以其父润为都统。事定，改属州。陆氏，立巨鹿、内丘2县提领，所至皆有惠爱。秉忠深而风骨，秀逸，志气英爽不羁。8岁入学，日诵数百言。年13，为职。子于帅府。17，为行台节度使府令史，以养其亲。居常郁郁。布勒1日，投笔叹曰：吾家累世衣冠，乃密眉为刀笔立乎？丈夫不遇于世，当隐居以求治耳。即弃去，隐武安山中。久之，天宁虚照禅师遣徒招至为僧，以其能文辞，使长书记。后游云中，留居南唐寺。世祖在前邸，海云禅师被召，过云中。闻其博学多才艺，
邀与俱行。既入见，应对称旨，屡成顾问。秉忠于书谟所不读，游遂于易及少室，经世书，至于天文、地理、律历，三世六人遁甲之属，无不精通。论天下事如，指诸长。世祖大爱之，海云南孩，秉忠遂留藩邸。后蜀岁，奔。父丧，赐金100两为葬具，人遣使送至行州。夫除，父被诏，奉至还河陵。上书数千百言，其略曰：典章、礼乐、法度，三纲五常之教，备于尧、舜、三王因之，五霸拜之。汉兴以来，至于五代，1300余年，有此道者，汉文、景、光武、唐太宗、玄宗五君，而玄宗不无疵也。然治乱之道，系乎天而游乎人。天生成吉思皇帝，起义吕将。PG 2299。诸国不数年而取天下，勤劳忧苦，宜大保于子孙，数传万祀，永保无疆之福。余闻之曰：以马上取天下，不可以马上治。袭武王，兄也，周公，弟也。周公思天下善事，夜以继日，美的一事。坐以待旦，以匡周室，以保周天下800余年，周公之利也。君，上，兄也，大王，弟也。思周公之故始而行之，在乎今日。千载一时，不可失也。君之所任，在内莫大乎乡，乡以领百官，化万民，在外莫大乎疆，疆以统三军，安四域。内外相济，国之急务，必先之也。然天下之大，非一人之可及；万事之细，非一心之可察。当则开国功臣之子孙，分为京府州郡监守，都则旧官，以尊王法。人察暗察官守，智者生，否者处。天下不劳力而定也。天下户过100万，自乎都纳衍段氏之后，差尧甚大，加以君马调发，使臣烦扰，官吏起取，民不能当，是以逃窜。以比就减半，或3分去1，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，招逃者复业，再行定夺。官无定赐，清洁者无以迁，污滥者无以降，可比复鼓励。定百官爵禄1丈，使家族升贵。有犯于民，设条定罪。微服者，君之权；奉命者，臣之职。今百官自行微服，进退生杀为义之从，宜从禁制。天下之民未闻教化，见在求人宜从赦免，民施教令，使之位，则犯者自少也。教令既设，则不宜烦，应待朝就例增。亦民间所宜设者10数条足矣。教令既失，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。后决，犯死刑者复奏然后听断，不致刑及无辜。天子以天下为家，召民为子，国不足，取于民，民不足，取于国，相须如鱼水。有国家者，置府库，设仓廪，亦为助民。民有生者，营产业，辟田野，亦为资国用也。今已打算官民所欠债赋，若实为应当差法所借，
宜依河罕皇帝圣旨，一本一例。PG 2300。官司归还，凡赔偿无名、虚弃所负及还过原本者，并行赦免。纳粮就远仓，有遗废食者，宜从进仓以书为便。当诣潞州，臣饮食之呆偏重，宜计所费以准差发。官市斤粮正税15分，取一，宜从旧制。尽衡取减税法，以利百姓。仓库加号甚重，宜令全粮度均为一法，使锱铢龟撮尺寸皆平，以存性去诈。真被金银之所出，淘沙炼石，实不易为。一旦以蚕丝缕饰皮革，涂木石，装器杖，取一时之华丽，废为尘而无迹，甚可惜也。宜从禁制。除地胄功臣大官以下张府有制外，无职之人不得见。月今地广民为，赋敛繁重，民不聊生，合力耕耨以后产业。宜差劝农官议员，虑天下百姓务农桑，营产业，实国之大义。古者详序学校未常废，今郡县虽有学，并非官制。宜从旧制，修建3学，设教授，开选择才，以经义为上，辞赋论策次之。兼科举之设，以奉河罕皇帝圣旨，因而言之，亦行也。开设学校，宜则开国功臣子孙受教，选达才任用之。天下莫大于朝审，清明莫近于县宰。虽朝审有法，县宰夷，则县宰正，民自安矣。关西、河南地广土沃，以军马之所出入，治而未丰。宜设官招抚，部署年民归土辟，以资军马之用。实国之大事。宜赐忠臣居阙盐铁诸产，商贾酒醋或植诸事，以定宣客。虽使从实挥办，不足以取于民，托对不办，以不为轻。奥鲁和蛮奏请于旧而加倍却之，往往苛取民间。苛却并行，民摩所措手足。宜从旧例办却，更或减轻，罢繁岁，止苛征，无从县吏之徒消民害国。鳏寡孤独废疾者，宜设孤老院，给衣粮，以为养。使臣到州郡，宜设馆，不得于官衙民家安下。孔子为百王师，立万世法，今庙堂虽废，存者尚多，宜令州郡祭祀，事殿如旧仪。近代礼乐器具弥散，宜令刷绘珍台。常就人教引后学，使器备人存，建以修之，实太平之基，王道之本。今天下广远，虽臣及思皇帝威服之志，亦天地神明因所。PG 2301。又也，以访民儒，循旧礼，遵纪上下神旨，合天地之气，顺时序之行，使神享民衣，得及于幽民，天下赖一人之庆。渐行辽丽，日月交时颇差，文思天台改成新历，未见施行。宜因新君即位，颁历改元，令京府州郡治更陋，使民之时国灭史存，古之常道，宜撰修经史，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，甚有利也。国家广大如天，万中取一，以养天下民士，素如之无营运产。
业者，使不致困穷。或有营运产业者，会前甚止种养印书差税。其余大小杂贩并行捐免，使自己养，实国家养财利人之大业。明君用人，如大将用财，随其巨细长短，以施规矩神墨。孔子曰：君子不可小之而可大受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之。盖君子所存者大，不能尽小人之事，或有一短；小人所居者狭，不能同君子之量，或有一长。尽其才而用之，成功之道也。君子不以言废人，不以人废言。大开言路，所以成天下。安照明也。天地之大，日月之明，而或有所避。且避天之明者，云雾也；避人之明者，斯欲佞说也。常人有之，必一心也；人君有之，必天下也。常选左右见臣，使讽喻于未行，忖化于志，密也。君子之心，异于礼义，怀于忠良；小人之心，异于利欲，怀于谗佞。君子的位，有容于小人；小人得势，必排于君子。明君在上，不可不辩也。孔子曰：远佞人，又曰：恶利口之。富邦家者，此之谓也。今言利者众，非图以利国害民，实欲残民而自利也。宜将国中人民必用场也，复各路课税所，以定确办，其余言利者并行罢去。古者民王不保远物，所保为贤，如使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，此皆一人之锐之，贤王之辅臣也。古者治世君民产业，自废井田为阡陌，后世因之不能复。今穷乏者益损，富盛者增加。宜尽行利之人勿视官事，居官在位者勿轻名利，伤古与民。PG 2302。和好交易，不生善夺欺罔之害，争国家之利也。吃追之志，宜会古着今，均为一法，使无敢过越。禁私治，牢狱，淫民无辜。边备之行宜禁制，以彰爱生之德。历朝审议，统百官，分有司以御众事，以至今府州郡亲民之职无不备。即刚正于上，法度行于下，是故天下不劳而治也。今新君即位之后，可立朝审，以为正本。其余百官，不在员多，唯在得人焉。2. 世祖加纳焉。又言行州就万余户，兵兴以来不满数百。雕坏日盛，的良木手如真定张根，明水流速者治之，犹可完复。朝廷即以根为行州安抚使，素为副使。由是流民副业，身行为顺德府。癸丑，从世祖征大理。明年，征云南。每赞以天地之好生。王者之神武不杀，故克辰之日，不忘录一人。己未，从伐宋。复以云南所言力赞于上，所至全活不可胜计。中统元年，世祖即位，问以治天下之大经，养民之良法。秉中采祖宗旧典，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，条列以文。于是下诏，建元纪岁，立中书省，宣抚司。朝廷旧臣，
山林一役之事，闲见录用，文物灿然一新。秉忠虽居左右，而犹不改旧服，时人称之为聪书记。至元年，翰林学士陈止王鄂奏言，秉忠久事藩邸，积有岁年，参帷幄之密谋，定社稷之大计，忠勤劳绩，宜被包崇，甚名誉。即万物维新，而秉忠由人其也服散号，身所未安，宜正其一。官重以显制。帝览奏，即日拜光禄大夫，为太保，参领中书省事。诏以翰林侍读学士窦默之女妻之，赐帝奉先房，且以少府公及监护给之。秉忠既受命，以天下为己任，事无巨细。凡有关于国家大体者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听。帝宠任乐龙宴。贤顾问则推荐人物可备弃时者，凡所征拔，后悉为名臣。PG 2303。初，帝命秉忠乡的于环州东滦水北，建城郭于龙冈，3年，而毕，名曰开平。既升为上都，而以燕为中都。4年，又命秉忠驻中都城，始建宗庙宫室。8年，奏建国号曰大元，而以中都为大都。他如颁章符，举朝仪，给俸禄，定官制，皆自秉忠发之，为一代丞相。11年，护从至上都，其地有南屏山，常驻京舍居之。秋8月，秉忠无疾端坐而卒，年59。帝闻京道，谓群臣曰：秉忠事政30余年，小心甚密，不避艰险，言无隐情。其因杨术数之精，战事之来，若何服气，为政知之，他人莫得闻也。出内府前据官敛，遣礼部侍郎赵秉温护其丧，还葬大都。12年，赠太傅，封赵国公，谥文贞。成宗时，赠太师，谥文正。仁宗时，又晋封常山王。秉忠自幼好学，至老不衰，虽未及人臣，而斋居书食，终日淡然，不易平息。自号藏春散人，每以吟咏自适，其诗消散。闲淡，类其为人。有文集10卷。五子，以弟秉庶子兰章后。秉庶字长卿，好读书，年弱冠，授役于留宿，遂名理学。兄秉忠，是世祖，以见事自任，贤于思亲，独不及秉庶。左右以文，召见，遂同事前邸。世祖常赐秉忠白金1000两，辞曰：陈山野鄙人，侥幸遭际，福气悉出上方，今魔所用。是祖曰：卿独无亲故疑之邪？辞不允，乃受而散之，以200两与秉庶。秉庶曰：兄勤劳有年，宜蒙滋赏，秉庶无功，可冒恩乎？终不受。中统元年，擢礼部侍郎，行州安抚副使。2年，赐金符，迁吏部侍郎。3年，升行为顺德府，赐金虎符，为顺德安抚使。至元元年，转官法刑，改嘉义大夫，立彰德、怀孟、资来、顺天、太原5路总管。
兹来府有死囚6人，欲以据。丙述疑之，详验的其实6人赖以不死。他所至，皆有会正。诏处礼部尚书，初为淮西宣慰使，会审宣慰司，历湖州。PG 2304。平阳两路总管。平阳遂荒，民间时，折开仓以赈之，全活者众。年60，卒于官。张文谦。张文谦，字仲谦，行州沙河人。又聪明，善记诵，与太保刘秉忠同学。世祖居前邸，受行州分地，秉忠见文谦可用，遂丁未，召见，应对称旨，命长王府书记，日渐信任。行州当要冲，初分2000户为勋臣10邑，遂遣人监领，皆不知府制，征求。百出，民服堪命，或宿于王府。文谦与秉忠言于世祖曰：今民生困弊，莫行为甚。何则人往治之，则其成效，使四方取法，则天下均受赐矣。于是乃选进士托务托、尚书刘肃、侍郎李简往3人治行，协心为治，洗涤杜弊，革去贪暴，流亡复归。不其月，互增10倍。由是世祖义重如是，人之以政，皆自文谦发之。遂辛亥，宪宗即位。文谦与秉忠述以实务所当先者言于世祖，悉施行之。世祖征大礼，国主高翔拒命，杀信使遁去。是祖怒，将屠其臣。文谦与秉忠遥书谏曰：杀使拒命者高翔，2非民之罪，请诱之。由是大礼之民赖以全活。即位，是祖率师伐宋，文谦与秉忠言：亡者之师，有征无战，当一试。同人，不可弑杀。世祖曰：其与卿等守此言。既入宋境，分命诸将无妄杀，无焚人士庐，所获牲口悉纵之。中统元年，世祖即位，立中书省，首命王文统为平章政事，文谦为左丞。建立纲纪，讲民利病，以安国便民为务。诏令一初，天下有太平之望。而文统素计克，谋谋之计，屡相可否。积不能平，文谦具求出，诏以本官行大名等录宣府司事。临发，与文统曰：民困日久，况当大旱，不量减税赋，何以未来苏之望？文统曰：上新即位，国家经费只养税赋，苟复减损，何以供给？文谦曰：百姓足，君属与不足。40何岁封。PG 2305。取之未晚也。于是捐常赋10/4，商酒税10/2。2年春，来朝，复留居政府，使吏左右部，讲刑数务，据细必举，文谦之力为多。3年，阿合马领左右部，总司财用，御专奏请，部官白中书，赵廷臣议之。文谦曰：分治财用，古有事理，中书不欲，模事理也。若中书弗问，天子将亲立之乎？帝曰：仲谦言是也。
至元元年，赵文谦以中书左丞行省西夏中兴等录羌苏肃毕业，事无统计。文谦的属士限于俘虏者5-6人，礼而出之。使袭立事，巡阅间部书有品事，子弟亦知读书，俗为一辩。郡唐来汉延2渠，盖田10数万顷，人蒙其利。3年，还朝。朱世家言有户数千，当亦属为私奴者，亦久不绝。文谦谓以位，遂户帐为断，奴之未战疾者，归之世家可也，其余良民无为奴之理。亦遂定，守以为法。5年，淄州妖人胡王获众，事决，逮捕100余人。丞相安同以文谦言奏曰：愚民无知，为所狂诱。诛其首恶足矣。赵即命文谦往绝其狱，为3人作弃士，于皆视之。7年，拜大司农卿，奏立诸道劝农司，巡行劝客，请开籍田，行祭先农先蚕等礼。复与窦默请立国子学。赵以许衡为国子祭酒，选贵胄子弟教育之。时阿合马邑居民坚铁，关注农器。高其价以配民，创立行户部于东平，大名以造钞及诸路转运。司干政害民，文谦悉于帝前即论罢之。13年，迁御史中丞。阿合马律县台发其间，乃奏罢诸道按察司以汉之。文谦奏复其9，然自知为奸臣所忌，力求去。会士祖矣，大名利，遂久尽。差命许衡等造新吏，乃授文谦昭文馆大学士，领太史院，以总其事。19年，拜枢密副使。遂于以及薨于位，年68。文谦早从刘秉忠，动究术数，晚教许衡，游萃于义理之学。为人刚明简重，凡所成于上前，莫非尧舜仁义之道。数5权。PG 2306。信而是非得丧，一部以精义。家为藏书数万卷，有以引荐人。才为己任，时论议以事多之。类赠推陈同德左运功臣、太师。开府仪同3司，上柱国，追封魏国公，谥中宣。长子彦，仕至御史中丞，赠陕西行省平章政事，封魏国公。谥文景。郝经。郝经，字伯常，其先潞州人，喜泽州之临川，家世业儒。祖天挺，原欲常从之学。经末，复思温辟的河南之鲁山。河南乱，居民逆教中，乱兵以火熏灼之，民多死，经母许亦死。经以密和寒租之，绝母齿饮之，即苏。时经9岁，人皆异之。经王，喜顺天。家贫，昼则赋新米为养，暮则读书。居5年，为首帅张柔，贾府所知，言为上客。2家藏书皆万卷，今博览无不通。往来宴，赵坚、袁玉美与之曰：子冒类汝祖，才气非常，免之。宪宗2年，世祖以皇帝开抵今连川、赵京，兹以经国安民之道，调上数十事，
大悦，遂流亡府。是时，联兵于宋，宪宗入蜀，命世祖总统东师，今从质朴。会有得宋国奏议，以县其严谨边防，守冲要，凡7道，遂下诸将邑。今曰：古之益天下者，以德不以利。彼今未有败亡之幸，我乃空国而初，诸侯窥伺于内，小民凋敝于外。今见其为，未见其利也。王不如修德不讳，敦足俭贤，随怀远人，控制诸道，结盟赤辈，以待西施。上应天心，下系人望，顺时而动，宋不足图也。世祖以今如深，愕然曰：汝与张拔都一邪？今对曰：今。少管张柔家，常闻其论议。此则今一说耳，柔不知也。近期道义7000余言，乃以杨维忠为江淮今湖南北等路宣抚使，今为副将归德军，先至江上，宣布恩信，纳降附。维忠欲思还变，今曰：我与公同受命南征，不闻受命还变也。维忠怒，服。听。今律麾下扬京而南，维忠拒谢，乃与京俱行。PG 2307。今闻宪宗在蜀，师久无功，晋东师议，其略曰：今闻图天下之事于未然则易，就天下之事于已然则难。易然之中复有未然者，使往者不失而来者得遂，是犹难也。国家以一旅之众，奋起硕末，握斗即以图天下，马首所向，无不摧破。灭金元，并西夏，柔金襄，克成都，平大理，另立诸夷，眼征四海，有天下18，晋元魏，今元故地而加多，阔然莫与。谋大也。为宋不下，未能混一，联兵购获于20年，河囊实多，取之易，而今日图为之难也。夫取天下，有可以立并，有可以树图。并之以立则不可久，久则顿弊而不振，图之以树则不可及，及则侥幸而难成。故自汉、唐以来，树立攻取，或5、6年，未有逾10年者，是以其利不弊，而促能保大定功。晋之取吴，隋之取陈，皆经营彼次时。有余年，是以其数的成，而促能混一。或久或近，要之成功各，当其可，不妄为而已。国家建及开统垂50年，而益之以兵，夷离残性，犹弃精魂，钱流磨荡，待遇坚劲。自古用兵，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。其利安得不避乎？且扩兵律赋，朝下令而系出师，攻换甲胄，拔履山川，河国大举，以之伐宋而图混一。以智则锐，以力则强，以土则大，而其数则未尽也。苟于诸国既平之后，习师府民，治治成化，创法立制，夫不调纲，上下紧进，不挠不稳。任老臣为辅相，起因特为将帅，选贤能为任使，纠治计为基衡。贫富以足用，屯农以足食，内治既举，外御亦备。如其不服，孤以文告，拒而不从，而后四系官信，
以镇天罚。自东海至于湘、邓，重兵数道，连至皆武，以为镇兵。自汉中至于大理，清兵迭出，披抗抵胁，以为骑兵。率臣的人师出以律，高拱9众之内，而海外有节矣。视而不为，乃于间遂俱为大举，上下震动，兵连祸结，抵安于为，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。东施魏 PG 2308。初，大王人民，则有未然者，可不义乎？国家用兵，亦以国俗为治，而不失古。不计师之众寡，的之险易，敌之强弱，必合为把槊，猎取之若禽兽然。聚如丘山，散如风雨，迅如雷电，节如阴谷，鞭米所属，指其约日万里。不推的兵家之轨道，而长于用其。自快河之战，陈胜下燕。云遂移兵而去，似无益于取者。既破回谷，灭西夏，乃下兵。关陕以败京师，然后之所以生取之，是长于用其也。继而为沃。复之举，由京防绕出潼关之背以攻辩，为岛虚之计，自西河进入石泉、威、茂以取蜀，为士远之谋，自临洮、吐蕃川彻西，南以平大理，皆用其也。夫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，而后可以用。其有连100万之众，首尾万余里，六飞雷动，沉于清出，结天下，到四海，腾直宇宙，喧豁天地，大极于狭角之土，细穷于尾象之民，壮其中而掩其耳，啮其旗而闭其目，如是用其乎？是执千斤之璧而投瓦石也。其出以其盛也，关陇、江淮之北，平原旷野之多，而无常于其，故所向不能御。兵锋新锐，民物筹火，拥而己之，峻易自溃，而无常于攻，故所及无不破。是以用其旗而骤胜。今现以大山生谷，恶以众险见阻，迂以为途辽尽，我之臣险以用其，则难；彼之阴险以治其，则易。况于客主事悬，运序勤陋，无鲁略以为资，无俘获以备役，以有限之力，冒无限之险，虽有其谋密略，魔所用之。力魔所用与无力同，勇魔所施与不勇同。计不能行与无计同。泰山压卵之势，河海灼弱之举，庸恶顿至，盘桓而不得进，所谓强弩之末不能射鲁缟者也。为今之计，则宜救已然之师，防未然之变而已。昔师既构，猝不可解，如两虎相斗，猝入于岩阻，见之者辟亦不暇，又焉能以礼相遇，使之逡巡自退？彼知其为，结果以并命，我必其取，无有以自毁，兵连祸结，何时而已？殿下以遣人禀命于行。PG 2309。在所，大军压境，遣使欲送，是以大信，令将民禁闭，割地纳职。彼必受命，孤为之何？掩兵袭民，以权无力，而图后举。天地人神之福也。禀命不从，殿下之意尽，而后进无失，众胜
降沈，不为造轻飘忽，为前定之谋，而益之以政大，假西施矣。为其而用无政。彼师南辕，先是恩信，生其文仪，欲以祸福。使之殿下人而不杀，非好攻占辟土地，不得已而用兵之意。臣亦昭著，恩信流行，然后越时精勇，别为义军，为帐下之卒。举老臣之兵者，比为将帅，更直宿卫，以备不虞。其余师众，各毕侯伯，使吴府大官元臣分师总统，为战功之卒。其心入不屈。蒙不知兵，虽名为兵，其实意图者，使沿边境驻，与敌郡一犬。牙相至，为屯戍之卒。推则单弱，就近逃匿，边弃不武，使闻。望众臣为之抚育，总押境里固屯，为镇守之卒。使掣肘之计不行，望义之徒秉袭，内外备御无有缺战，则志节已尽。既入其境，敦诚固烈，缓为之行。彼善于守而无不攻，彼是臣必以不战老吴，吴何尝为以不攻困彼？吴用吴之所长，彼不能用其长。选出入便利之地为久住之机，是必取之事。无焚庐舍，无伤人民，开其生路，以协其心，极易以疲，多方以物，以避其利。兵士既正，运序既健，则以轻兵掠两淮，渡其桥采而扼其粮路，使血脉断绝，各守孤城，势不足取。即进大兵，直抵于江沿。江上下，列屯万造，号令民宿，不屈严整，首尾地构，各据州。即深严禁度。彼必阵垒，自起变故。盖彼之精锐尽在两淮。江面阔越，视其严阻，兵皆柔脆，用兵以来未尝一战，焉能当我百战之锐？一处崩坏，则望风皆溃，攻必不续，外内陷绝。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敌，备者不能反而面者不能御，水陆相济，必为我城。是兵家所谓必坚攻峡，必实击虚者也。如欲存养兵力，渐次以进，以图万全，则先荆后淮，先淮后江。彼之速论，谓有荆襄则可以保怀殿，有怀殿则可以PG 2310保江南。先是我常有荆襄，有怀殿，有上流，皆自失之。今当从彼所保以为无功，命义军出襄邓，直渡汉水，造周围梁，水陆既失。以轻兵多襄阳，绝其粮路，重兵皆趋汉阳，出其不意，以俟江西。不然，则重兵临襄阳，轻兵竭出，川撤军防，远寇归峡，以应西师。如交广师前选锋透出，夔门不守，大势顺流，即并兵大出，摧拉荆郢，横溃襄谭，以成犄角。义军出寿春，乘其锐气，并取金山，架淮为梁，以通南北。轻兵超寿春，而重兵之不于钟离、合肥之间，多石湖洛，夺取关隘，据如须、塞宛口，南入舒河，西及于祁、黄、长阳自泗，以参江口。乌江
采石广布数罗，真将度之险易。策备御之疏密，徐为之谋，而后尽失。所谓溃两淮之复兴，绝长江之精要也。义军出维扬，连楚盘艮，倒跨长淮，临我强队。通、泰、海门、扬子江面，密比京畿，必皆备御坚厚，若拒攻，急则必老失废材。当以重兵临维扬，合围长围，是以必取。而以轻兵出通、泰，直塞海门、瓜埠、金山、柴须河口，由其上下吞江西海，并者威信，持以月食，以观其变，是所谓图缓持久之事也。三道并出，东西连横，殿下或处一军，为之节制，使我兵力常有余裕。如是，则未来之变或可弭，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。义者必曰：三道并进，则兵分势弱；不若并立一项，则莫我当也。会不知取国之术与真的之术异，并立一项，真的之术也；诸道并进，取国之术也。习之混异者，皆若是矣。进取无，则六道进；随取成，则九道进；宋之于南唐，则三面皆进。谓闻以一旅之众而能克国者，或者有之，侥幸之举也。岂有堂堂大国，师徒百万，而为侥幸之举乎？况彼渡江立国100有余年，纪纲修明，风俗完厚，君臣极睦，内无惑性，东西南北伦广万里，亦未可晓。自拜盟以来，无日不讨军食而深谨之，彷徨。PG 2311。百折，当我强队，未尝大败，不可谓弱。其可灭世，为秦无人。直欲一军幸而取胜乎？秦王问王翦以伐金，翦曰：非60万，不可。秦王曰：将军老矣。命李信将20万往，不克。卒必翦以兵60万而后举楚。盖众有所必用，事事有不可玄料。而信取者，故王者之举必万全，其信举者，绝其无赖之人也。呜呼！西施之初，以及瓜数，而犹未及攻。国家全胜之力，在于东左。若一直前阵训，锐而图攻，一举而下金陵，举临安，则可也。如兵力耗弊，一城千言，进退不可，反为敌人所成，会可及乎？故宜众胜降省，图之以数。若前所成，以全无力，是所谓作胜也。虽然，有可忧者。国家多取诸国，飘忽凌厉，本以立胜。今乃无故而为大举，若又错置失仪，无以错英雄之气，服天下之心，则忍恶怀奸之流，得以窥其隙而投其间，国内空虚，亦为摇荡。臣愚所以谆于东师，反复治论，谓不在于已然而在于未然者，此也。遂会兵渡江，为鄂州，闻宪宗崩，诏诸将属邑，今复进邑。曰：义言之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政者，其为圣人乎？殿下聪明睿智，足以有灵；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断。进退存亡之政，
知之久矣。相在沙陀，命经曰：实未可也。又曰：时之一字罪当整理。又曰：可行之时，而自知之。大哉！王言：时成六龙，知道，知之久矣。自出师以来，进而不退。今有所谓解者，故言于真定、于曹、蒲、于唐等，极言不已。为次开允，乃今世极，故复尽狂言。国家自平经以来，唯务进取，不尊养实惠，老师费财促，无成功30年矣。蒙哥罕地，正当安静以图宁密，忽无故大举，进而不退，必亡东师，则不当亦进也而俱进，以为有命。不敢自缢，至于汝南，既闻兄父，即当遣使，便告诸帅，各以 PG 2312次退，修好于宋，规定大事，不当复进也而俱进，亦有失其会于江滨，遣使欲送，其兵安民，振旅而归，不当复进也而有进。既不宜渡淮，又起宜渡江；既不宜望晋，又起宜攻城。若以机不可失，敌不可纵，亦既渡江，不能终止，便当乘虚取恶，奋兵四出，直造临安，及雷不及掩耳，则宋亦可图。如其不可，知难而退，不失为经务术也。师不当进而进，江不当渡而渡，城不当攻而攻，当速退而不退，当速进而不进，一城千言盘。还江主，秦建市区，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，则我皆必赢，又何似乎？且诸军即亦以14、5，又言引月日，冬春之交，亦必大作，恐欲还不能。笔记上流无余，吕文德以并兵据守，知我国疵，斗气自备。两淮之兵进击白鹿，江西之兵进击龙兴，领广之兵进击长沙。闽、粤沿海巨擘大舰以次而至，四系而进，如二结于江、黄金渡，夭遮于大城关口，塞汉东之石门，现引，复之胡洛，则我将安归。摩以则突入江浙，导其心腹。闻临安、海门以拒龙州，则以图往海底金山，并命求出，岂无韩世忠之仇？且二与汉阳分据大别，中协俱进，号为活城，肉饱骨病而拔之，则必尾破壁孤城而去，溯流而上，则入洞庭、宝金、襄、顺流而下，则金兵见鲁突过虎、黄、魏亦恶也，则亦徒费人命，我安所得哉？区区一城，胜之不武，不胜则大损威望，复何似乎？虽然，以王本心，不欲渡江，即渡江；不欲攻城，即攻城；不欲并命，不焚庐舍，不伤人民，不役其衣冠，不毁其坟墓。300里外不使侵略。或劝进趋临安，曰其民人仇火，若往，虽不杀戮，亦被见柔，无所不忍。若天与我，不必杀人；若天福与杀人何异，而进不往。诸将归罪世人，谓不可用，以不杀人，故不得成。曰彼守城者，只一世人假至至，汝10万众不能胜。杀人数月不能拔，
汝辈之罪也，岂是人之罪乎？亦尽杀人。亏 PG 2313。然一人上通于天，久有规制，不能遂行耳。然今事急，不可不断也。宋人方惧大敌，自救之师虽则必急，为遐谋我。地无国内。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公必相依，在于背胁，西域诸胡窥参。关陇隔绝序列大王，并明诸间各持两端，观望所立，莫不济。于神器，然指垂涎。亦有角焉，或起荣心，先人举事，复备受。敌大势去矣。且阿里不歌以行赦令，令托李赤为段事官，行尚书省，据燕都，按图籍，号令诸道，行皇帝事矣。虽大王肃，有人望，且握重兵，独不见金世宗、海陵之事乎？若彼果决，称受遗诏，辩证位号，下诏中原，行赦江上，欲归的乎？昨奉命与张仲义观新月城，自西南隅抵东北隅，万人敌。尚可并行大车，排查伏楼，地构重复，必不可攻，只有许河而归耳。断然班师，即定大计，消祸于未然。先命进兵把截江面，与宋议和，许割淮南、汉上、子葵两路，定疆界遂毕。至辎重，以轻其归，渡淮成邑，直造燕都，则从天而下，彼之间谋见制，兵势瓦解。遣义军逆蒙哥罕临于，收皇帝玺。遣使诏序列，李不歌、摩哥及诸王驸马，会丧和陵。差官于汴京、京兆、成都、西凉、东平、西京、北京、抚慰安吉，诏真京太子镇燕都。是以行事，则大宝有归，而社稷安矣。会宋首率甲4道议遣监使请和，乃班师。明年，世祖继位，以今为翰林侍读学士，佩金虎符，充国信使使宋，告即位，且定和议，人斥延边诸江无超略。今入祠，赐葡萄酒，诏曰：朕初即位，数世草创，卿当远行，凡可扶朕者，即以闻。今奏便宜16世，皆立朕大要，词多不载。时今有重名，平章王文统记之。既行，文统应属礼坦前师。清宋御甲守害京，今至济南，坦以书指京，今以坦书文于朝，而行。宋拜坦军于淮安，今至宿州，遣副使刘仁杰参议高道。PG 2314。请入国日期，不报。遗书宰相及怀帅李廷之，廷之复书果遗京。而甲4道方以却敌为攻，恐今至谋泄，尽管经真州。今乃上表。宋主曰：愿复鲁连之意，排难解纷，岂知唐简之徒，款兵务。国又述尚书宋主及宰职，及臣战何利害，且请入见及归国，皆不报。亦立即原要护，昼夜守罗，欲以动京，今不屈。今呆。夏素言，又久饥困，下多怨者。今欲曰：相受命不尽，我之罪也。一入宋境，死生进退，
听其在彼，我终不能屈身辱命。汝等不信，以忍以待之。我观宋作将不久矣。居7年，从者怒斗，死者数人，今独与6人处别馆。又9年，丞相伯颜奉诏南伐，帝遣礼部尚书中都海衙及经地行枢密院都侍好拥入宋，问执行人之罪，宋惧，遣总管段佑以礼宋金龟。贾似道之谋计，谢寻意篡死。金龟道病，帝敕枢密院及上衣进士营劳所。过父老瞻望流涕。明年夏，至阙西宴大庭，咨以政事，赏赖。有差。秋7月，卒，年53，官为护丧骸葬，谥文忠。明年，宋平。今为人上气节，为学务有用。即被留，司托言垂后传。续后汉书，亦春秋外传，太极演，远古录，通鉴书法，玉衡贞观等书籍文集，凡数百卷。其文风味豪荡，善议论，诗多奇绝。居宋16年，从者皆通于学。书作苟宗道，后官至。国子祭酒。今还之岁，汴中明设宴金明池，的细帛，书诗云：霜落风高自所如，归其回首是春初。上临天子元宫角，琼海。类陈有帛书。后题曰：至元5年9月1日放宴，或者误杀。国信大使好经书于真州中永军营新馆，其忠诚如此。二弟仪、雍皆有名。仪字仲长，隐居以寿中；雍字季长，中颍州守。子采林，义贤，起家之灵州，是至山南江北道肃镇。廉访使。PG 2315。列传第45。姚书。姚书，字公茂，柳城人，后迁洛阳。少力学，内汉宋9家。时其有王左略，杨维忠乃与之协晋太宗。遂以魏南伐，诏书。从为中及军中求儒道士医卜者，会破枣阳，主将将进。坑之，书吏便非诏书意，他日何以复命？乃促数人逃入黄竹中，托死。拔得安的名如赵父，使得陈仪、朱熹之书。辛丑4，金福为燕京行台郎中。时雅鲁瓦赤行台，为是获录，以书目。常分集之。书一切拒绝，因弃官去。携家来徽州，作家庙。别为侍奉孔子及宋如周敦颐等相，刊诸经，会学者，读书明勤。若将终身。时许衡在位，智徽、旧陆程，诸所著书已归，未齐。图曰：囊所授皆非，今始闻进学之序。继而进士医书矣。居。世祖在前邸，遣诏必诏书至，大喜，待以克礼。寻疾至道，乃为书数千言，守成2帝3王之道，以治国平天下之代经会。为8目，曰：修身、立学、尊贤、亲亲、畏天、爱民、好善、远佞。次及旧时之弊，为条30，曰：立审部，则数正出一。纲举纪章，令不行于朝而便于细。
辟才行，举意仪，慎权选。太职员，则不专事决而人才出；颁俸禄，则赃贿塞而公道开。定法经，审刑狱，则收生杀之权于朝，诸侯不得而专，丘删之。罪不至苟免，毫发之过免离己法，而冤亦有声。设监司，明处治，则善良监与可得而举赐；革真敛，则不足不恒于诸囚；简易传，则州郡不困于虚所。修学校，崇经术，经节孝，以为喻。元始2316。人才，后风俗，美教化之基，使事不渝于文华。重农桑，宽赋税，审徭役，禁游惰，则民力疏，不屈于服委，且免袭功绩者。遂加赋役，勤耕之者日就饥寒。肃军政，使田里不知行营往复。之扰攘，周匮乏，恤鳏寡，使颠连无告者有养。不屯田以食边。数通漕运以领京都。停寨赋，则贾胡不得以子为母，破称代之家。广储蓄，富长平以待凶荒，立平准以全物孤，确立变矣。塞信徒，杜告节以绝宋元。各书诗章之方，其下本末兼该，系大不宜。世祖其才，动必召问，且始受世子经。宪宗即位，召凡军民在赤老温山南者，听世祖总之。世祖既奉诏，宴群下，罢酒将出，遣人指书，问曰：请者诸臣皆贺，汝独默然，何耶？对曰：今天下土地之广，人民之殷，财富之富，有加汉地者乎？君民无尽有之，天子何为？一时停。臣兼之，必毁而见夺，不若维持兵权，公义之虚取之有司，则事顺理安。世祖曰：虑所不及者。乃以闻，宪宗从之。书又请至屯田经略司于汴以图诵，至都运司于魏，转宿于河。宪宗大封同姓，敕世祖于南京，关中自择其一。书曰：南京河洗无常，土薄水浅，细鲁深之，不若关中绝田上，古名天府陆海。于是世祖愿有关中人子夏，从世祖征大理，至屈先脑而之地。夜宴，书呈送。太祖遣曹兵取南唐，不杀一人，是不义四事。明日，世祖惧安乎？曰：汝昨戏言曹兵不杀者，无能为之，无能为之。书马上。贺曰：圣人之心，人民如此，生民之性，有国之福也。明年，师及大理丞，敕书列伯为旗，书止杀之令，分号皆没，由市民的乡玩宝。丙辰，书入见。或禅王府得中土星，宪宗遣阿兰达而大为。勾考至局关中，以142条推及经略宣服官吏，下级征商。无疑，曰：四中局日，入此罪者为留黑马，使天则以闻于元始2317。悉诛之。世祖闻之不乐。书曰：帝，君也，兄也，大王为皇帝，臣也。士难与教，远将受祸。
莫若晋王邸妃主自归朝廷，为久居谋，宜将自恃。及世祖见宪宗，皆泣下，竟不令有所。白而止，因罢钩考局。世祖即位，立时道宣抚使，以书使东平。既至郡，至劝农。检察二人以监之，推务吏以军复议，罢铁官。2年，拜太子太师。书曰：皇太子未立，安可先有太师？以所受至海中书。事件横转，改大司农。书奏曰：在太宗室，召孔子50。一代孙元错人袭封衍圣公，卒，其子与族人征求袭爵，送之前。第10曰：帝往力学，似有成德达才，我则观之，又取复有泰。常雅乐，宪宗命东平守臣辇其歌公五郎与乐色祖斗至日月山。帝亲临官，敕东平守臣，圆阙充补，无辍一席。且陛下敏圣贤。之后，诗、书、不通、与凡数等，既命骆氏杨雍选孔、颜孟三族诸孙俊秀者教之，起征受雍教官，以成国家育才待聘封，动四方之美。王雍练习故时，宜令提举礼乐，使不致崩坏，皆从之。诏复中书议事，即讲定条格，且免预约，遥书辞毕。台司正甚加焉。审中庶务，须赖1、2老臣同心图赞，其语上。书流宿往尽乃兴，其上无影。即修条格成，与丞相使天则奏之，帝升加纳。李探谋叛，帝问卿料何如？对曰：使坦诚无北征。知信，滨海岛堰，闭关居庸，惶害人心，为上策。与宋联合，复故持久，数扰边，使吴霸于奔救，为中策。如出兵及南岱。山东诸侯应援，此诚情耳。帝曰：今贼将安出？对曰：出下策。初，帝常论天下人才，及王文统，书曰：此人学术不纯，以游说干诸侯，他日必反。至是，文统果因坦服。朱4年，拜中书左丞，奏罢世侯，至牧守。或言中书正事大。元始2318。坏，帝怒，大臣罪且不测者，书上言。太祖开创，跨越前古，失至魏皇。自后蜀朝，官盛行滥，民困财单。陛下天资仁圣，自习在前，听圣典，访老臣，日讲治道。如行州、河南、陕西，皆不治之圣者，为治安府、经略、宣抚3十司。其法，选人以居职，颁俸以养廉，去污懒以清正，劝农桑以富民。不及3年，号称大治。诸路之民望陛下之整己，如赤子之求母。先帝治暇，国难并兴，天开圣人，转成大统。即用历代遗制，内立省部，外设监司，自中统至今5、6年间，外务内叛济不绝，然能使官离债赋，民安富邑，府库粗实，仓廪粗完，超法粗行，国用粗足，官吏迁转，政事更新，皆必下克保祖宗之基，信用先望之法所致。
今创始治道，正宜上达。天心，下结民心，穆亲族以固本，建储父以重作，定大臣以当国，开经言以革新，修边备以防虞，蓄粮饷以待欠，立学校以育才，劝农桑以后生。是可以光先烈，成帝德，以子孙流远。欲以陛下才略，行此有余。尔者符文聪听日繁，朝廷政令日改乐易，如木始灾而复移，屋计价而复毁。远近臣民不胜占据，唯恐大本遗废，远业难成，为陛下之后忧，国家之重害。帝怒为是。10年，拜昭文馆大学士，详定礼仪事。其年，襄阳下，遂意取宋。书奏如求大将，非右丞相安童之书密院，伯言不可。11年，书言陛下降不杀人之诏。伯言即将兵不逾时，西起蜀川，东保海隅，将臣30，户逾100万。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节者。今自夏卒秋，一臣部将，皆由军官，不思国之大计，不体陛下之生人，利财飘沙所致。扬州、焦山、淮安人殊死战，我虽克胜，所伤亦多。宋之不能为国审议，而临安未肯轻下，好生饿死，人之常情，盖不敢也，唯惧无招。赖止杀之信不坚耳。以身止杀之诏，使赏罚必立，恩信必行，胜率不劳，军力不废矣。又请进宋边备，秦面及诸滥行。PG 2319。3年，拜翰林学士承旨。17年卒，年78，谥曰文宪。书天直韩宏而仁术，恭敏而俭勤，未尝夷人欺己。有负其德，亦不留怨。忧患之来，不见颜色。有来即谋，必反复告之。子谓是为平章政事，从子遂，官至翰林学士承旨，以闻。张大家之名，卒谥曰文。许衡，许衡，字仲平，淮之河内人也，世为农。父通，必得河南。以太和9年9月生衡于新郑县。又有义志，7岁入学，受章句。问其师曰：“读书何为？”师曰：“取科第耳。”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师大其之。每受书，又能问其旨意。久之，师谓其父母曰：“而隐悟不凡，他日必有大过人者，无非其师也。”遂辞去，父母强之不能止。如是者凡亘3师。稍长，是学儒。饥渴，然遭事乱，且贫无书。常从日者家见，书意，殷勤。欲速，手抄归。既逃难卒赖山，使得义王府四说。时兵乱中，恒夜思奏颂，身体而力见之，言动必魁诸意而后发。常数中过河阳，可胜，道有离，众争取啖之，恒独为坐树下自若。或问之曰：“非其有而取之，不可也。”人曰：“事乱，此无主。”曰：“离无主，吾心独无主乎？”转鲁刘魏，人见其
有德，稍稍从之。居3年，闻乱且定，乃还怀。往来河洛间。从柳城姚书的一洛城氏及新安诸氏书，亦大有德。寻居苏门，与书及窦墨相讲习。凡经传、子史、礼乐、民务、心力、兵刑、时货、水利之类，摩所不讲，而慨然以道为己任。常与人曰：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，苟在上者无以人之，则在下之任也。凡丧祭取驾，必真于礼，以畅其乡人，学者敬甚。家贫，躬耕，粟熟则食，粟不熟则食糠和菜如，处之泰然，欧宋之身。闻户外如金石，财有余，即以分诸族人及诸身之贫者。人有所宜，一毫弗益，福寿也。书常被召入京师，以其血斋居恒命。PG 2320。守者管之，恒惧不受。庭有果熟烂惰的，童子过之，亦不逆事。而去，其家人化之如此。贾谊，世祖出亡秦中，以尧书为劝农，使教民耕植。又思所以化秦人，乃召恒为京兆题学。秦人心托于兵，欲学无师，闻恒来，人人莫不喜信来学。郡县皆见学，孝民大化之。世祖南征，乃还怀，学者攀留之不得，从送之，临潼而归。中统元年，世祖即皇帝位，召至京师。时王文统矣。严厉晋为平章政事，恒书被入室，言治乱休戚，必以义为本。文统患之，且窦末日于地前排其学术，以恒与之为表里，乃奏以书为太子太师，末为太子太傅，恒为太子太保，杨为尊用之。时不使术士上也。末以吕公文统不忠，欲因东宫以避祸，与书拜命，将入谢。恒曰：此不安于义也，孤勿论。礼，师父语。太子谓东席乡，师父坐，太子乃坐。公等度能复此乎？不能，则师道自我废也。书以为然，乃相与怀治历殿下，武辞乃免。改命书大司农，末翰林侍讲学士，恒国子祭酒。未几，恒亦谢，并归。至元2年，帝以安童为右丞相，欲恒辅之，复召至京师，命议事中书省。恒乃上书曰：臣信实于陋，学术荒疏，不义虚名，偶成甚听。陛下好贤，乐善，舍短取长，虽以臣之不才，自贾谊至今时有3年，凡8。被诏旨，中怀自念，何以报塞？又日者面奉德音，叮咛恳致。中书大悟，容臣进言。臣虽昏愚，何陛下之呆如此其后，敢不庆节所有，必益万分。孟子以责难于君位之功，臣善避邪位之敬。孔子谓以道事君，不可责止。臣之所守，大义盖如此也。夫望陛下宽其不佞，察其志怀，则区区之余，亦或有小不云。其一曰：自古立国，皆有规模，循而行之，则至公可期。
否则心疑目眩，变异分艮，未见其可也。其子产相衰周之列国，孔明至西蜀之一隅，且有定论，终身由之，而堂堂天下可无。PG 2321。一定之说而妄为之哉？考之前代，北方之有中下者，必行汉法，乃可长久。故后魏、辽、金历年最多，他不能者，皆乱亡相继。史册俱载，昭然可考。使国家而居朔漠，则无事论此也。今日之治，非此奚疑。夫陆行一车，水行一舟，反之则不能行。忧燕时寒，蜀汉时热，反之则必有变。以是论之，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。然万世国俗，类朝勋旧，一旦趋之下从臣仆之谋，改旧亡国之俗，其事有甚难者。切常思之，韩之与蜀，故为不同。然韩之变蜀也，始于为温，温而热，热而蜀，积百有80。2日而韩始尽。蜀之变韩，其事亦然，是亦击之之验也。苟能见之磨之，待以岁月，心坚而确，事易而长，未有不可变者。此在陛下尊信而坚守之，不杂小人，不责尽孝，不恤流言，则治之功，庶几可成矣。二曰，中书之务不胜其烦，然其大要在用人、立法二者而已矣。敬而辟之，发之在手，不以守礼而以治理，实之在器。不以守取而以必取。守虽不能，而用智与弊，是即守之为也。上之用人，何以异此？然人之贤否，未知其详，故不可得而据用也。然或已知其孰为君子，孰为小人，而复患得患失，莫敢进退，图约之人，而时不能用人，亦何亦哉？人莫不饮食也。独善夫为能调五味之和，莫不睹日月也。独星官为能不窥时之数者，臣以得其法故也。古人有言曰：为高必应丘陵，为下必应川泽，为正必应先望之道。今礼相之谈，动以古为构系。不知今日口之所食，身之所依，皆古人以法而不可为者，其天下之大，国家之重，而古之臣法反可为邪？其亦弗思甚矣。夫治人者法也，守法者人也。人法相违，上安下顺，而宰执悠游。于郎庙之上，不烦不劳，此所谓审也。夫立法用人，今虽未能具如古习，然以事者当给俸以养其廉，未事者当宽利调格，比就续用，则失职之怨少可疏矣。外设监司以查污滥，内专吏部。PG 2322。以定资历，则非分之求见可惜矣。再任3任，亦高举下，则人才爵位略可平矣。至于贵家之世袭，品官之任子，版籍之数，序当议之，亦不可缓也。其三曰：民生有欲，无主乃乱，上天眷命，作之军师，此盖以治难人之，非与之可安之地而愚之也。是以尧、舜以来，圣帝明王，莫不兢兢业业，
小心未慎者，臣知天之所必至难之。任初不可以一心处之也。知其为难而以难处，则难或可为；不知为难而以易处，则他日之难有不可为者矣。孔子曰：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为臣之道，臣以告之安同矣。至为君之难，由陛下所当专议也。臣请言其切而要者。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难，而患谏言之难。知谏言之难，则其出言不容不甚矣。昔刘安世行一步妄语，7年而后成。夫安世，一世人也，所交者一家之亲，一乡之众也，同列之臣不过数十。100人而止耳，而言犹若此，况天下之大，兆民之众，事有万变，日有万机，人君以一身一心而筹作之，欲言之无失，岂亦能哉？故有习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，今之所命而后日自为者，可否？异同，分更变异，纪纲不得不，法度不得立，臣下魔所持循。奸人应以为弊，天下之人疑惑精炫，且亦其无法无信以至于此也。此无他，至难之地不以难处，而以易处故也。苟从大学之道，以修身为本，凡一言一动，必求其然与其所当然，不迁于爱，不避于憎，不因于喜，不激于怒，虚心端义，熟思而审。处之，虽有不忠者盖先矣。奈何为人上者多乐书肆，为人臣者多是荣悦。荣悦本为私也，私心甚则不为人矣；书肆本为欲也，欲心甚则不为天矣。以不为天之心与不为人之心，感何无间？则其所恶者皆快心事耳。快心则口欲言而言，身欲动而动，又安肯兢兢业业，以修身为本，一言一动，熟思而审处之乎？此人君谏言之难，而又难于天下之人也。PG 2323。人之情伪，有益有限，险者难知，易者易之，此特系夫人。知险易者然也。然又有众寡之分焉。寡则易之，众则难之，故在上者难于之下，而在下者易于之上，其是然也。处难知之地，遇难知之人，欲其不见其也难矣。昔包拯刚言翘直，好为明察。然一小利而能欺之。然整一精隐耳，其见欺于人，不过误一事，害一人而已。人君处一诏之上，操与夺进退赏罚生杀之权，不信见欺，则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，其害有不可胜计也。人君为无喜怒也，有喜怒，则赞其喜以示恩，鼓其怒以彰事。人君为无爱憎也，有爱憎，则假其爱以祭私，借其憎以复怨。甚至本无喜也，狂之使喜，本无怒也，激之使怒，本不足爱也，而狂；欲之使爱，本无可憎也，而强短之使憎。若是，则进者未必为君子，退者未必为小人，语者未必为有功，夺者未必为有罪。以致赏之、罚之、生之、杀之，先有得其正者。人君不恶其受，
欺也，而反人之以防天下之欺，欺而至此，尚可防邪？大抵人。君以知人为贵，以用人为急。用得其人，则无事于防矣。既不出此，则所敬者真敬之人耳，好利之人耳，无耻之人耳。彼邪？其诈术千息万尽，以鼓君心，欲防其欺，虽尧舜不能也。夫贤者以公为心，以爱为心，不为利回，不为势屈，治之周行，则术士得其正，天下备其责，其余人国众故如此也。夫贤者遭时不偶，勿自韬晦，是故未易之也。虽或知之，而无所援引，则人君无由之也。人君知之，然照之命之，犯如斯养。贤者有不屑也。虽或接之以貌，待之以礼，然而言不见用，贤者不处也。或用其言也，而复使小人生之，则小利，其尽孝。有用贤之名，无用贤之实，贤者亦岂肯施为素餐以取机于天下哉？此特难尽者也，而又有难合者焉。人君处崇高之地，大抵乐闻人过，而不乐于闻己之过，恶快己之心，而不恶快民之心。贤者必欲匡而正之，福而安之，如尧舜之正，尧舜之安而。PG 2324。后矣，故其事恒难合。况夫奸邪佞幸，丑正而恶直，四为诋毁。多方以陷之，将见罪利之不免，又可望其术士得其正，而天下备其责邪？自古及今，端人雅士所以重于进而轻于退者，盖以此耳。大禹圣人，闻善即败，亦犹戒之矣。任贤务二，去邪务一，后世人主宜如何也？此任贤之难也。奸邪之人，其为心也险，其用术也巧。为险也，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；为巧也，故千息万尽而人莫能御。其产似公，其节似直，其欺似可信，其佞似可敬。勿以窥人君之喜怒而淫。何之？窃其事以利己之威，济其欲以节主之爱。爱隆于上，威善于下，大臣不敢议，近亲不敢言，独备天下而上莫知之，至是而求去之，亦已难矣。虽然，此特人主之不恶者也，有说焉。如与文士及之佞，太宗擢见其情而不能斥，李陵辅度贤疾能，明皇洞见其奸而不能退。邪之惑人，有如此者，可不畏哉？夫上以诚爱下，则下以忠报上，感应之理然也。然考之往昔，有不可以长情论者。禹一洪水以救民，其又能尽臣计与之？道，其则深矣。然一传而太康失道，则万姓仇怨而去者，何邪？汉高帝岂不依天下隐从，淫阳之难，既信至捐身以复疾，则人心之归可见矣。及天下己定，而杀中有谋反者，又何邪？妾常思之，民之待君，本于天命，出无不顺之心，特有使之失望，使之不平，然后怨怒生焉。禹岂爱民如赤子，而太康矣。
欲以灭德，是以失望；汉高以宽仁得天下，及其以定，乃以爱。增行诸赏，是以不平。古今人君，凡有恩泽于民，而民怨且怒者，皆类此也。夫人君有位之初，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，继而时不能复，故怨生焉。等人臣耳，无大相远，人君特以己之私，而后一人，则其保者以及之矣。况于保有功而后有罪，人的不怒于心邪？譬如古者，大学之道，以修身为本，一言一动，举可以为天下之法，一赏一罚，举可以合天下之功，则亦照之。PG 2325。心将不求而自得，又岂有失望不平之类哉？三代而下，称圣智者，无如汉之文景，然考之当时，天象数变，山崩地震，未易俱数，是将小则有水旱之灾，大则有乱亡之应，非徒然而已也。而闻景克承天心，亦以养民为务。今年劝农桑，明年减田租，肯爱如此，宜其民心得而合其应也。臣妾见前年秋备出西方，会出东方；去年冬会见东方，复见西方。义者谓当除旧布新，以应天变。臣以为何若执法文，谨之，恭俭爱民，为理民义正而可信也。天之庶君，本为下民。故孟子谓民为重，君为轻。书亦曰：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以是论之，则天之道恒在于下，恒在于不足也。君仁者，不求之下而求之高，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余，思其所以照天变也。其变以生，其象以折，乖戾之机以萌，有且因人。故习益其下而损其不足，谓之顺天，不亦难乎？此六者，皆难之目也。举其要，则修德、用贤、爱民三者而已。此谓治本。本立，则纪纲可布，法度可行，治功可避。否则爱恶相攻，善恶交并，生民不免于水火，以是为治，万不能也。其四曰：与古之圣君，必曰尧、舜；与古之贤相，必曰季、契。盖尧、舜能知天道而舜成之，季、契又知尧、舜之心而辅赞之，此所以为法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也。夫天道好生而不私，尧与舜亦好生而不私。若克明俊德，至于黎民于变，尽受人时，至于庶几贤兮，此顺承天道之时也。季播百谷以后民生，弃夫武教以善民心，此弗赞尧、舜之时也。臣常复熟推演，思之又思，参之往古圣贤之言无不同，验之历代治乱之计无不合。盖此道之行，民可使富，兵可使强，人才可使胜，国势可使众，夙业念之至守也。今国家图之敛财之巧，而不知生财之由；图之防人之欺，而不欲养人之善，徒换法令。PG 2326。知难行，而不换法令，无可行之地。臣能忧众农民，勿扰勿害。
屈由惰之人而归之南亩，克之种邑，肯欲而都行之，10年之后，仓府之积，当非今日之比矣。自都邑而至州县，皆设学校，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，皆入于学，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。自洒扫应对以治平天下之要道，10年以后，上之所以御下，下之所以事上，上下和睦，又非今日之比矣。二者之行，万目思举，否则他皆不可齐也。是道也。尧、舜之道也。孟子曰：我非尧、舜之道，不敢以臣于王前。臣于区区，切亦愿学也。其五曰：天下所以定者，民至定，则士安于士，农安于农，工商安于为工商，则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。夫民不安于白屋，必求禄士；士不安于卑位，必求尊荣。四方万里，符奏并进，各怀无厌无耻之心，在上之人可不为寒心哉？臣闻取天下者上勇敢，守天下者上退让。取也守也，各有其宜，君仁者不可不审也。夫审而后发，发无不忠，否则处事而具喜怒，喜怒之色见于貌，言出于口，人皆知之。须考其故，知其无可喜者，则必毁其喜之师；无可怒者，则必毁其怒之师。甚至先喜而后怒，先怒而后喜，号令数变，喜怒不节之故也。是以先忘前心功末，不亦喜怒，其未发也；虽至近莫能知其发也，虽至亲莫能移。是以号令简而无悔，则无不忠节矣。夫数变，不可也；数失信，犹不可也。周幽无道，故不恤此；今无此，何苦使人之不信也？书奏，帝加纳之。恒自见帝，多奏臣，即退，皆削其草。故其言多密，是罕得闻，所传者特此耳。恒多病，帝听5日医。至审，10赐上方名药美酒以调养之。4年，乃听其归怀。5年，复召还，奏对议密。6年，命与太常卿徐世龙定